弱小的人类，恭喜你们来到神话世界。蓝星注定会毁灭，感谢伟大的宇宙意志吧，能把你们送到这里。这对你们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毁灭。全蓝星16至60岁健全人类将同时降临神话世界。放心，未达标的人类将会被安顿好，你们无需有后顾之忧，只需要努力生存下去就行。在这里，死亡就是真正的死亡，拥有无数凶兽的世界等待着你们的开发。为了活下去，为了力量，为了永生，努力吧，弱小的人类们。话音落下，全世界所有人眼前白光一闪，再一睁眼就发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地方，一个异空间内。几乎是同时，全世界所有被传送过来的人都在此刻苏醒，看着四周白茫茫的一片，众人都升起一个疑惑：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与此同时，一个异空间内，苏然的脸上有些茫然地看向四周，在听见刚才那段话时，他就已经在确认一个事实，但现在的异空间，他确认了：我是苏然，我重生了，重生到了3年前降临神话世界当天。上一世，他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从进入神话世界开始就一直苟活，只有迫不得已才会走出新手村开始练级。因为如果无法在30天内把等级提升至10级进入主城，那将会直接被抹杀。也是因为最开始的苟活，以至于最后自己落后了大部队不知道多少，无论之后再怎么努力，却再也赶不上第一梯队。可以这么说，神话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虚拟现实游戏，和以前蓝星上的网游十分类似。但这可不是游戏，在神话世界中死亡，那就是真正的死亡。不过在前世，他也曾听闻过这世界上还有一种能够可以使人复活的特殊道具，是真是假他并不清楚，毕竟上一世的他只是其中的底层而已，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这种传说中的东西。不过嘛，既然重活一世，并且拥有未来3年神话世界所有重大事情的记忆，那这一世自己绝不会留下遗憾，登上世界之巅，看看这个把全人类当作玩物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至于现在，异空间，这是进入神话世界前的天赋觉醒时刻。在这里面，全球上百亿人将会随机进行抽选一个天赋，天赋等级分为 E 级、SSS 级。上一世，他在这个时候就觉醒了 B 级天赋属性增幅。B 级天赋属性增幅，主动天赋，使用后1分钟内全属性可提升3倍，冷却时间1小时，无任何副作用。也正是凭借着这个天赋，苏然这才苟活到3年后。而在3年后，实在苟不住的自己，最终还是死了。临死前，只记得自己一次意外得来的幸运玉佩发出一阵光亮，随后他就出现在这里了。无父无母，没有任何牵挂，孑然一身。或许对苏然来说，来到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凭借着未来3年的记忆，自己这次一定能挤进第一梯队，甚至还有望成为战力100榜中的一位。求生者，在进入神话世界之前，请来抽取你的天赋吧。话音落下，一个精致的盒子凭空出现在苏然面前，旁边还有一个虚拟的开启按钮。提前知道自己的天赋是 B 级之后，苏然心中毫无波澜，只是已经忍不住想要赶紧进入神话之中大干一场。正当他手一伸准备点下去时，又一道声音传来：恭喜你获得幸运女神的注视，你的幸运值提升至 Max。 这突如其来的又一道声音让苏然手一抖，自动点到了那开启按钮上。恭喜求生者苏然获得唯一隐藏神级天赋掠夺者。掠夺者唯一神级天赋，每杀死一个生命体，将随机获得对方身上的一样东西，不限于属性天赋。卧槽！唯一神级天赋，幸运值 Max， 满级幸运值。一连两串的提示音让苏然此刻既懵逼又激动。幸运值，这还是自己上一世获得过一个特殊道具幸运玉佩之后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隐藏属性。而在神话世界之中，3年以来的经验让众人总结出，神话世界中击杀凶兽的装备爆率简直低得令人发指，仅只有 1% 左右。也就是说，哪怕你击杀了100头凶兽，其中有那么2-3头能够爆出装备，就已经很是幸运了。除此之外，这凶兽爆出来的东西大多都只是一些货币，或者说一些特殊物品。但在神话世界中，装备是必不可或缺的东西，因为装备直接关乎到自身实力，而实力关乎到的就是自己的生命。满级幸运值，也就是说自己无论干什么，只要是有关运气的东西都能获得顶级奖励，比如说爆率、开箱子。可惜这幸运值并没有和天赋一样有详细介绍，一切都只能等着自己去摸索。但明明上一世就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这次怎么会变成这样？幸运女神，幸运玉佩。算了，懒得想这么多，先活下去最重要。掠夺者唯一神级天赋。看完天赋介绍的苏然一阵咂舌，上一世的自己仅只是一个 B 级天赋，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满级幸运值的影响， B 级直接变唯一神级。虽然上一世从未听说过有除了 SSS 级以上的天赋，
但唯一和神级2个词就已经表现出这个天赋的不凡。只要每杀死一个生命体，就能随机获得对方身上的任何一样东西，不限于属性、天赋等等，就连天赋也能掠夺啊！还不等苏然震惊，白光再次闪现。在睁眼时，苏然发现自己已经身处神话世界，身边则是一同被传送过来的蓝星同胞们。天赋抽取完毕，10086新手村，共计1000人，请各位在1个月之内把等级提升至10级，1个月之后未达成者抹杀。你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正是新手村，新手村会有1天的保护屏障，在里面你们不会受到任何外界攻击，1天后屏障自动消失，祝你们好运，弱小的人类们。第2章属性面板，死亡的威胁。身边的声音消失后，回过神的众人急忙开始打量四周，议论声也此起彼伏。家人们无语了，一睁眼就到了这什么鬼神话世界，是谁把本仙女绑架到这来了？卧槽，现在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18厘米的兄弟出来解释一下？尼玛的，我刚舔了10年的女神，好不容易答应跟我开房了，我裤子都脱了，结果你给我传送到这什么意思啊？到底是谁？滚出来！哈哈，我穿越了，我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天命之子，什么狗屁凶兽，我杀杀杀！哎，兄弟们，你们觉醒了什么天赋？我觉醒了1级天赋力量增幅，看介绍说使用之后我的力量就能翻倍，这是不是很强？你这算什么？我可是觉醒了D级天赋能量护盾，使用后能获得1个护盾，只要护盾不破，我就不会受伤。完了，怎么你们都是1级 D 级天赋？那我 F 级天赋视觉增幅岂不是一个废物？这破天赋有啥用啊？啊，大家都只觉醒了 C 级以下的天赋吗？有没有觉醒了更高等级的大佬现身，抱大腿了？刚才听说这里面死了，可就是真的死了呀！一时间，新手村1000号人议论纷纷，或多或少都有些激动，却根本没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有脑子转得够快的人已经开始拉帮结派，在面对未知情况下，一个小团队自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过这种团队在神话世界就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人数多确实可以减少死亡的概率，但加入之后，你防的不只是外面的凶兽，还有人心。重来一世，拥有信息差的自己肯定不会和其他人进行组队。这些人拖后腿不说，到时候若是自己寻到了一些东西根本无法分配，还不如自己一个人，我全都要。属性面板，苏然心中默念，姓名苏然，等级1级0100，力量10，敏捷11，体质8，精神10，幸运值隐藏 max， 天赋神级天赋掠夺者，技能无，战力78， 1.4 维属性等于2点战力，装备无，背包新手铁剑白板，力量+1。看完面板后，苏然没有任何意外，还是和上一世一样的4维属性。毕竟是肉身穿越，这4维属性就是按照原来的身体素质生成的，所以前期的战力大多数人还是有点偏差，但不多。但要是原来的身体素质不错的话，这就是实打实的优势。在看见背包里的新手铁剑后，苏然默念一声装备，一把铁剑就出现在他手中，力量从10提升到11，战力也提升到了80。在一众人群中，苏然手中突然多出来一把铁剑，自然是引起了一丝不小的骚动。卧槽，兄弟你哪来的剑？我们不都是一起来的吗？怎么你有装备？哥，你剑哪来的？能告诉小弟吗？我知道了，你们心中默念属性面板就知道了，背包里有把新手铁剑，还能加一点力量呢。我去，我的属性点怎么全是5，战力才40，这是平均值吗？应该不止我一个战5渣吧。噗，刚才说话那兄弟，你是不是手艺人啊？哥们我天天健身，属性点除了精神全是10以上，战力足足有86。卧槽，86战力，抱大腿了，我才76战力。有人组队吗？这凶兽咱也没见过，我看面板里升级好像还需要什么东西，要不是这是穿越了，我还以为我又在打游戏呢。在苏然装备好铁剑之后，很快就有人摸索出来了面板。上一世苏然也是通过这群人的讨论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属性面板，差点一群人就赤手空拳的和那些凶兽进行拼杀。不过即使有了武器，人类面对凶兽还是毫无还手之力。在前期，一只最普通的凶兽就有高达200多点的战力，只凭一个人根本无法与之对抗。所以前期大多数人在见识到凶兽的恐怖后，纷纷都选择了组队。组队之后也会被系统绑定，击杀一只凶兽的经验值会进行评分。虽然升级缓慢，但至少一群人行动危险程度也有所降低。上一世苏然就是其中的一员，赶在了最后几天升级到了10级。就在众人互相讨论着战力时，刚才那个说自己是D级天赋的人站在众人前方，邪魅一笑：“兄弟们，让我先去给你们探探路，就等着我大杀四方吧。”说着，他装备上铁剑，直冲冲地朝着屏障外杀去。
原本在他预料之中，自己这波出去就应该大杀四方，然后受到众人的崇拜，从此走向人生巅峰。但啊呀，别过来，救我！救！声音戛然而止，新手村广场上一片死寂。与此同时，剩下的所有人面前都闪过一个数字，9991000。大家都不傻，自然知道这串数字意味着什么。这里一共1000人，刚出去送死了一个，现在还剩下999人。刚才还在激动的众人此刻都沉默了。他们发现原本屏障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在刚才那人出去之后就出现一群小鸡。原本他们也以为这不会有什么事情，直到他们看见一只小鸡看见冲出来的人后，还不等他挥下铁剑，小鸡一个普通攻击他挥剑的那只手就直接断掉，瞬间血流不止，血腥味顿时吸引来附近的另外几只小鸡。于是乎，新手村剩下的所有人亲眼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被一群看似人畜无害的小鸡分食，最后空留一具白森森的人骨。哦！一时间呕吐声连绵不绝，一群人恨不得把自己苦胆都给吐出来。这才刚开始就整这么刺激，这谁受得了啊？刚才那人可是觉醒了地级天赋，就这么直接被秒了，还是一只小鸡，那岂不是说他们现在连一只小鸡都不如？看到这，苏然微微摇头，上一世的自己就是因为这个情况，说什么也不愿再去和凶手厮杀，这才导致之后落后于他人。无视一群人继续呕吐，苏然避开众人，来到了一处角落，看见了那个熟悉的村长。原本起初并没有人发现这位特殊 NPC 的存在，直到有一次一个人去搭讪，意外触发了一个任务。完成任务之后，那个人似乎就获得了一本技能书，再然后这位村长就消失了，哪怕众人把新手村翻个遍，也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第3章隐藏任务，战力不如一只鸡。不过既然现在自己重生了，那这个任务我可就笑纳了。苏然走到村长面前叫了一声村长，听见有人叫自己，村长惊愕地回过头看向苏然，你怎么知道我是村长？我这么快就暴露了？不对啊，这群冒险者刚来，怎么可能有人认识我？村长小声嘀咕着，似乎有些疑惑，为什么有人直接认出了自己。不过即使有些疑惑，村长也没忘记自己的任务，很快反应过来回道，伟大的冒险者，你是来替我清扫外面那群怪物的吗？只要你愿意替我清扫外面的怪物，我愿意支付报酬。恭喜求生者苏然触发隐藏任务，村长的请求。村长的请求介绍，村长希望你能清扫村子外面的赤羽鸡，并搜集到10根赤羽毛交给他。任务奖励未知，是否接取任务？触发任务后，苏然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接下，随后转身离开。现在这个时间点，能适应的人已经适应的差不多，大家不可能被几只赤羽鸡就给吓得不敢走出新手村。别忘了，如果没在30天内升到10级的话，那后果就是直接抹杀。反正横竖都是一死，总有人选择想要活下去。果不其然，刚回到人群中后，很快就有人站了出来。一位身形魁梧的肌肉男在思索片刻后，直接站在人群之中，大声喊道：大家不要害怕，这里已经不是蓝星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所有更应该小心谨慎。刚才那人的下场大家应该也看见了，这个世界并不能用蓝星上的眼光进行评判，一只不起眼的小鸡说不定就能轻松杀死我们。所以大家现在这里有近1000个人，最好找几个同伴一起行动，以免再出现刚才那种事情。不要被眼前这点事情就给吓住了，别忘了30天之后等级未提升到10级一样会被抹杀。而升级的方式，我估计就是杀死外面那些凶兽，就能获得类似于经验值的东西。这个世界和以往的游戏差不多，但这里面死了可就真死了。如果不想死的，先跟着我把附近的凶兽都清理干净，这里以后就是我们暂时的据点，谁有意见吗？说完，肌肉男环顾四周，确认没有人反对后继续道，既然没有人有意见，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强，觉醒的是 A 级天赋狂战士，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力量和体质提升10倍。待会愿意跟我一起杀出去的，可以找我组队，不过我只收5个人。至于那些不愿意杀出去的，你们最好一辈子都躲在这里。准备一下，待会我们直接杀出去，5-10人为一组，视情况随时变化，我会直接使用天赋，其余人就别藏着掖着。我死了，你们也好不到哪去。话音落下，马上就有人跟着附和。毕竟有一个 A 级大佬愿意站出来带领大家杀出去，那自然比在这里原地等死好。真正见证死亡后，他们对之前那句未到达10级将会直接被抹杀深信不疑。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死在他们面前，这样的冲击力是什么事情都无法比拟的。外面的不对，应该说是凶兽。外面的凶兽大概有近100只，虽然不知道它们属性如何，但从刚才一击就能让一个成年男子手臂直接断掉而言，这凶兽的力量肯定很强，战力也比他们高上许多。不过由于他们的体型并不大，只要被一群人围攻，杀死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时间，愿意跟着杀出去的人已经开始组队，
互相介绍着自己的战力和天赋。而像王强那种 A 级天赋的猛人，自然是受到了一群人的追捧。不过最后他确实只收下了5个人，这5个人之中最差的也是一个 E 级天赋。王强能站出来说话，自然不是希望当个大圣母，而是这近100只凶兽肯定不是他一个人能对付的，只有这里大部分人都出动，才有机会把附近清理干净。他也看出了这个世界的凶险，未来肯定不可能单枪匹马，还不如趁早找好队友，早点升级，以免到时候被抹杀。刚才听其他人讨论，大多数人都只是 F 级和 E 级天赋，自己这个 A 级在其中已经算是凤毛麟角，队友肯定也不能是一群废物。苏然就在角落默然看着，作为第一个发现铁剑的人，也被许多人邀请组队，不过苏然全都拒绝了。虽然单打独斗危险了一点，但自己现在可是拥有未来3年的记忆和唯一神级天赋以及满级幸运值。3大金手指，你告诉我怎么说？比起凶兽的危险而言，人心更危险，甚至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暂时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大家该组队的组队，那些害怕的人只能默默退到了后面，不敢向前一步。对于这些人，大家也没过多理会。在场的各位，谁不怕死？就你怕死，反正没升到10级也是死，还不如直接拼一把，总比这些躲在后面的人苟活等死好一点。最后，一群人组好队，每个队伍至少也有5人，几十个队伍集结好，就准备朝外杀去。此时，众人手中握紧铁剑，在王强使用天赋后，一群人紧随其后。杀！苏然见状急忙跟上。这赤羽姬虽然看起来很强，但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力量点满的家伙，体质弱的一批。基本上只需要3、5个人一起围攻一只赤羽姬，那就能轻松斩杀。既然这样，那自己可就要捡人头了。满级幸运值，掠夺者，终于可以试试这2东西有什么用了。在一群人冲出屏障的瞬间，那群赤羽姬就反应过来，同样朝人群厮杀过来。在生死关头下，每个小队都有条不紊的各吸引一只赤羽姬包围在其中。也就是在这时，众人通过面板看见了赤羽姬的基础信息：赤羽姬，普通怪物，等级1，战力209。好家伙，战力竟然不如一只鸡！第4章击杀赤羽姬，暴涨的经验值。不过由于众人不知道赤羽姬的具体属性分布，从刚才那一击的攻击力判断而言，大家都不敢大意。每个小队找到了自己对应的那只赤羽姬，但他没动作，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在场的人只有苏然一人知道，这赤羽姬看起来力量非常高，但与之相同的是，他的体质也就是防御力会很低。但这也不代表在场这些人能够轻视他们，要真受上一击，不死也得残。大多数小队还处于对峙阶段，而有几个小队上去一言不合就直接开打。其中有一个小队配合十分到位，很快在围攻之下，一只赤羽姬就被斩杀。击杀1级赤羽姬，获得经验值+2。那小队5个人耳边都响起一道提示音，听见提示音，这几人脸上一喜，果然是打怪升级，还好自己没有和那群人一样躲在里面。在发现这赤羽姬几剑之下就能砍死之后，这5人急忙去找到一些眼看着要撑不住的小队进行帮忙，而王强在其中的表现最是亮眼。作为所有人之中第一个冲出去的，开启天赋之后，原本就不俗的战力更是成倍增长。出去之后，一刀一个小怪，杀的那是酣畅淋漓。他的5个队友就负责替他抵挡身边其他过来偷袭的小怪。这 A 级天赋确实强，短时间内力量和体质直接提升10倍。也就是说，王强现在的力量和体质都有上百点，战力更是有400多左右。上一世也正是因为有王强的存在，众人跟着他把周围的怪物全都清理干净，让苏然苟活了好一阵。真是白瞎了上一世自己的天赋，那可是足足提升3倍全属性，都几乎能和王强的战力相比，可惜了。苏然看到这暗骂了一声上一世的自己，但凡当时跟着冲出去，凭借着那 B 级天赋，自己也能跟上大部队的步伐。可惜因为自己是1分钟真男人，就畏畏缩缩的不敢出去，主要还是被之前那一幕给吓住了。不过重来一世，上一世自己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不就是死人吗？再常见不过了。见众人似乎都发现了赤羽姬的防御不咋地，苏然急忙在暗处准备动手。看见一个被杀了一人后就全呆住的队伍，苏然直接杀了上去。趁着赤羽姬继续攻击下一个人，苏然直接偷了个背身，一剑朝头部刺了过去。击杀1级赤羽姬，获得经验值+1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没有丝毫停留。击杀这头赤羽姬之后，苏然重新扫视四周，再次盯上一头赤羽姬，直接杀了过去。苏然每次进攻方向都十分刁钻，就赤羽姬这样的1级小怪根本反应不过来，就被一剑杀死。击杀1级赤羽姬，获得经验值+1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击杀1级赤羽姬，获得经验值+1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苏然凭借着上一世的战斗经验，
面对这些一级小怪，简直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这么简单。不过这一世没有 B 级天赋增加全属性，苏然自然还是苟在众人身后，看见一个好角度就直接一剑杀了过去。很快，苏然就在这场战斗中捡落了7只赤羽鸡。可惜，从第一个小队轻松配合杀死赤羽鸡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赤羽鸡虽然力量确实很强，但却是个脆皮。稳定了一下军心，众人面对这赤羽鸡也没之前那么害怕，互相配合，很快就击杀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更别说这其中还有王强这么一个猛男，开局冲出去就是狂杀2、3只小怪，最后似乎是天赋时间到了，这才和队友慢慢配合击杀剩余的小怪。数百只小怪，不到半小时就被众人清理干净，空留一地尸体。其中当然也不缺乏一些人类的尸体，这都是配合不当或者运气不行，直接被一击致命，根本无力回天。一共击杀7只赤羽鸡，苏然足足获得了70经验值，仅差30经验值就可以直接升到2级。这升级速度，换作上一世的自己根本想都不敢想。上一世要想活下去，那必须得找几个人组成一个队伍，但每击杀一只怪物，只会获得固定的经验值。就比如一只赤羽鸡只有10点经验值，一个人击杀就可以获得10点，2个人击杀就分别获得5点，3个人这种情况就会根据造成的伤害分为4点和2个3点。总之，一个怪物的经验值是固定的，无论你多少个人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多少个人的队伍就多少个人平分这些经验值。而上一世自己就是加入了一个5人小队，每击杀一个怪物只能获得其中的1/5经验值，所以这种独享经验值的感觉简直太爽了。现在只需要自己再找3只1级小怪，就能够直接升到2级。清理完这些小怪之后，众人接下来就开始收拾这些尸体。虽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真人游戏，但谁也不知道这么大的血腥味会不会引来一些更强的怪物。毕竟刚才的案例还深深地刻在众人的记忆之中。苏然见状脸上一喜，正愁自己的天赋到现在都没发挥作用呢，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先是小怪尸体，苏然几乎把在场所有赤羽鸡的尸体都摸了个遍，心里也暗中使用天赋。掠夺成功，力量加2；掠夺成功，力量加2；掠夺成功，敏捷加2。上百个尸体，苏然却只收到了7条提示音，这是怎么回事？每杀死，难道必须是自己杀的尸体才行吗？不信邪的苏然再次把目光放到死的那些同僚的尸体上。对于小怪，大家还是没什么抵触，毕竟总归来说，外表看起来还是一只鸡。但那群死的人，有些死相还非常惨烈，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都能看见露在外面，自然是没有人想要去动。苏然倒是无所谓，上一世这种场景他见得太多，这才算什么。不过王强倒是一个狠人，只是眉头微皱，脚步丝毫不停地来到一具尸体面前。正巧苏然先一步赶到，伸出手触碰尸体，发动天赋，掠夺。第5章掠夺天赋。王强的邀请，掠夺成功，获得D级天赋能量护盾。卧槽，果然天赋竟然也能掠夺。不过为什么这具尸体不是自己杀的，但却能够掠夺成功，而小怪的尸体却不行呢？就在苏然疑惑时，王强已经来到苏然身边。看着这个脸上没有丝毫恐惧的人，王强在脑中回忆刚才的战场上有没有这个人的身影。很快，王强就在记忆中找到一个一共只出手几次，但每一招全都是一击毙命，没有任何多余动作的人。而那个人正是苏然，单枪匹马，没有队伍，却以一己之力击杀数只赤羽鸡。这是个高手。王强心中顿时闪过这样的想法，但随即他就抓住了一个重点，这人没有队伍，那为何不招募到自己队伍之中？若是再有这么一员大将加入其中，他确信接下来的日子都能轻松许多。想到这，王强来到苏然面前开口道：兄弟，我看你实力也不错，要不要考虑加入我的队伍？这话声音不大，但不远处的众人还是能依稀听见一些。刚才王强大杀四方的情况，大部分都看得清清楚楚，简直就是一刀一个小朋友。虽然后续天赋进入冷却时间后就没最开始那么猛了，但王强的表现在众人眼中还是非常惊艳，以至于许多人心中就已经想着这次战斗之后能不能加入王强的队伍。有这么一个大佬在，能活下去的几率就更高了。不过这还没等众人开口问呢，反倒是他们看见大佬竟然亲自邀请一个人加入他的队伍之中。这人是谁？真羡慕他啊！苏然听见声音也抬起头，他早就发现了靠近的王强，只是没想着和这些人沾上联系，就没有太在意。王强邀请自己加入他的队伍，这倒是让苏然不怎么意外。不过嘛，体验过独享经验的苏然，怎么可能还想着和别人组队？一个人吃大头才是最爽的。况且自己身上还有好多钱是别人分享出来的秘密，这种东西怎么可能和其他人分享？想都没想，苏然站起身，直接摇头拒绝道：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一个人习惯了，就不打扰你们了。说罢，
苏然继续朝着下一具尸体走去。他还需要验证一下自己天赋的作用。不过在其他人看来，苏然拒绝王强这一幕直接把他们惊住了。卧槽，这人是谁？竟然拒绝了大佬的邀请，选择单打独斗。他没事吧？你懂个屁！这人我记得，他就是最初发现武器的那个人。要不是他，估计你现在还赤手空拳的和这些怪物厮杀呢。我勒个乖乖！刚才我就被这位大佬给救了。他冲过来的样子好帅，一下就把那200多战力的赤羽鸡杀死了。我感觉他跟王强大佬的实力差不多啊。王强大佬可是觉醒了 A 级天赋，他连 A 级天赋都看不上吗？还是说他的天赋也不弱？看见苏然没有丝毫犹豫，身旁的众人议论纷纷。毕竟在他们眼中，王强现在就已经是高不可攀的存在，称之全场第一人也不为过。而就是这么一个大佬，去邀请另一个人加入他的队伍，竟然被拒绝了。王强对于苏然的拒绝也没有多大意外，在最开始的新手村时他就关注过他，毕竟能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冷静下来，还找到这个世界的玩法，这肯定不是常人。而他战场上的表现也不俗，只是因为自己开启天赋后战力成倍提升，让众人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罢了。细数一下，这人在刚才的战斗中至少杀了不少于5只赤羽鸡。根据自己刚才的分析，一只赤羽鸡的经验值在10点左右，自己小队一共杀了20多只赤羽鸡。因为自己是队长，并且其中的贡献占比是最高，现在自己的经验值已经来到了64100，而那人至少击杀了5只赤羽鸡，也就是说他的经验值此时应该也已经过半，足以和自己媲美。可惜了，这么一个战力不错的人不能加入自己的队伍，不然以后再遇见类似的情况，自己也能轻松许多。苏然最开始其实也想过加入王强的队伍，毕竟 A 级天赋无论是在前期还是在后期都是非常强大的存在。事实也正是如此，后期进入主城之后，王强凭借着 A 级天赋勉强挤入了战力百榜末尾，但这也引得无数人羡慕，其中就有前世的苏然。不过若是自己记得没错的话，王强这个小队之后就直接解散了，因为同属一个新手村，他也听见了一些传言，听说是他们小队在一次物资分配上爆出一个不得了的东西，结果引得小队中有人心生贪恋，差点害死全队所有人。在那之后，王强的队伍在不久之后就解散了，而靠着那个东西加上王强的 A 级天赋，这才勉强挤进了全是 S 级天赋以上的战力100强榜。进入主城后，7大金榜将会开启，每一个榜单上的前100名都会获得一些对应的加持，而每个榜单的第1名都会获得一个特殊奖励。这在前世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但在现在，除了苏然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样更好，有足够的时间提前布局。这一世7大金榜的奖励，我全都要。接下来，苏然把剩下的所有尸体全都摸了一遍，然后整理在一起，全都给埋了。既然一死他乡，还是入土为安比较好。9751000，这场战斗原本死亡人数应该在50人以上，不过有了自己的加入，死亡人数足足减少了1半之多。一共25具尸体，除了最开始那个出去送死的D级天赋能量护盾之外，苏然在剩下的尸体中还掠夺了2个天赋。掠夺成功，获得 F 级天赋视觉增强；掠夺成功，获得 F 级天赋听觉增强；掠夺失败，没有获得任何东西。经过这么多次使用，苏然已经大概了解自己这天赋的使用范围了。小怪的尸体如果不是自己击杀，那就无法掠夺，但是人类尸体不是自己击杀的，自己同样可以进行掠夺，但这却是几率成功，哪怕满级幸运值也无法影响。而像小怪，基本上每个尸体都能吸收。7只赤羽鸡，这可是足足给自己带来了14点属性点，也不知道如果是自己击杀的人类，能否100%掠夺。做完这一切之后，苏然毫不犹豫离开了新手村，一头扎进丛林之中。7只赤羽鸡可是抱了不少东西，都在背包中，这些收获还没仔细清点。第6章大丰收，合成功能。苏然离开后，众人在王强的指挥下，把所有赤羽鸡的尸体全都收起来，毕竟这也是食物。在这一片未知的世界中，食物来源也是重中之重。到时候没被凶兽杀死，反倒是自己饿死，那可就搞笑了。离开新手村之后，苏然游走在树林之间。离开有一段距离后，苏然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在确认周围没有任何危险后，这才打开属性面板查看起这次的收获如何。姓名苏然，等级1级70100，力量19左圆括号18+1右圆括号，敏捷13，体质12，精神10，幸运值隐藏 max， 天赋神级天赋掠夺者， D 级天赋能量护盾， F 级天赋视觉增强， F 级天赋听觉增强，技能无，战力108， 1.4 为属性等于2点战力。装备新手铁剑白板，力量+1。背包赤羽毛 X7， 神话币 X70，
一级魂珠 X4，赤羽狂刀普通 X3，白色品质，力量+5，体质+1。装备品质分为白色、普通、绿色、精英、蓝色、稀有、紫色、史诗、红色、传说、金色、神级。赤羽毛，特殊物品，神话币、货币。一级魂珠，使用后随机属性+1，每人限制使用0、10。赤羽狂刀普通，白色品质装备，力量+5，体质+1。这里面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属性点和战力。经过7次掠夺之后，自己的总属性点上涨了有足足14点，战力也从原本的80变成了108。要知道，即使是王强满身肌肉，也才不到100战力，而这一场战斗就直接让自己的基础战力超过王强。战力的增长还只是次要，天赋以及赤羽姬爆出来的东西才是这次的重中之重。D 级天赋能量护盾，使用后10分钟内获得一个护盾，抵挡1次致命伤害，超出使用者太多战力无效，冷却时间1小时。F 级天赋视觉增强，被动天赋视力提升2倍。F 级天赋听觉增强，被动天赋听力提升2倍。能量护盾不用多说，绝对的保命神器，直接抵挡1次致命伤害。估计要不是那家伙非得冲出去送死，这天赋可能还到不了自己手里。至于其他2个 F 级天赋，获得之后，苏然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看得更清楚，听得也更加清晰了。赤羽毛这东西就是隐藏任务的要求，不过7根距离任务提交还差3根，在满级幸运值的加持下，这7只赤羽姬几乎全都大爆特爆，能爆出来的东西都被苏然给爆了出来。神话币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就是神话世界的通用货币，7大金榜中的其中一个财富榜就是要求神话币谁拥有最多。一级魂珠，看见这个苏然也是一愣，没想到竟然连这个东西也爆出来了。上一世这种东西他也用过，但却不是爆出来，而是买来的。一共10颗魂珠，足足要了自己快上百神话币，更别说这之后还有2级魂珠、3级魂珠一直到9级魂珠。上一世的自己只用过3级魂珠及其以下，至于更高等级的魂珠，更是连个影子都从未看见过。毕竟当时的自己连升级都快来不及了，更别说花费精力去搜集魂珠。哪怕是自己想收集神话币，他也不允许啊。魂珠的爆率相比装备而言更容易爆出一些，差不多击杀20多头怪物就能获得1枚魂珠。魂珠等级也是跟怪物有直接关系，怪物等级是多少，那魂珠就只能爆出相对应等级的魂珠。至于那 BOSS 级别的怪物，听说是还能够爆出更高品质的魂珠，不过还是和怪物等级一样，该多少级就是多少级。而最后一个赤羽狂刀，看见这个苏然脸上顿时一喜，没想到几只赤羽姬竟然爆出了装备，而且还是整整3件相同的装备。哪怕只是最普通的白色品质装备，但别忘了这可是刚降临神话世界不到1小时，苏然手中就已经有了3件装备。之前就说过，神话世界中的爆率非常低，特别是装备，100头怪物之中或许才能爆出2、3件装备，非求1点甚至1件也没有。但现在降临神话世界不到1小时，自己就已经拥有了3件装备，试问全球数百亿人，有谁能够做到？满级幸运值真是有点出乎自己预料了，原来开挂这么爽，仅仅只是几只小怪带来的收益，就已经能让苏然大幅度提升一波。没有任何犹豫，4枚魂珠直接使用，赤羽狂刀直接装备上。使用成功，力量+1， 1/10；使用成功，精神+3， 4/10。赤羽狂刀已替换新手铁剑，击杀7只赤羽姬，苏然的属性面板直接焕然一新。力量25左圆括号20+5右圆括号，体质13左圆括号12+1右圆括号，精神13，战力128。装备上赤羽狂刀之后，苏然的战力已经来到128。换做现在的自己，让自己去对付2个王强也不会非常吃力，当然前提是在他天赋冷却的情况下。不过即使提升已经如此之大，但对上赤羽姬200多的战力，苏然依旧是连只鸡都不如。但要是让现在的自己再去和赤羽姬战斗，那自己有100种方法轻松玩死这些小怪。赤羽姬只是神话世界中最菜的怪物而已。检测到背包中有同类装备激活合成功能，赤羽狂刀加赤羽狂刀合成赤羽狂刀+1，成功率50%。是否合成？一时激动，竟然还忘了这一回事。相同的装备可以进行合成，合成后的装备属性上会有一些变化，合成成功，装备等级就可以+1，失败则不会有任何变化。前世还专门有人收购一些装备来进行合成强化，然后再卖给其他人。毕竟一个人再怎么也只能拿1把武器，总不可能说左右各1把，当个双刀战士。如果是后期转职到还是有这种特殊职业，但在前期就最好别想了。合成，虽然没有犹豫，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提升自己的实力，有了实力，接下来一切都好说。第7章，
赤羽狂刀加2，寻找宝箱，合成成功。赤羽狂刀等级加1，赤羽狂刀加1，普通，白色品质，力量加7，体质加2。检测到背包中有同类装备，是否合成？赤羽狂刀加1加赤羽狂刀，合成赤羽狂刀加2，成功率 25%。继续合成，合成成功。赤羽狂刀等级加1，赤羽狂刀加2，普通，白色品质，力量加10，体质加3。没有丝毫意外，2次合成全都成功。原本的3把赤羽狂刀在合成之后变成赤羽狂刀加2，品质倒是没有什么变化，增加的属性却比原来的多了一些。力量由原先的5点变成了10点，体质也从原本的1点提升到了3点。乍一看或许感觉会有些亏，毕竟3把武器提供的力量一共是15点，但合成之后却只有10点，其中差距整整有5点力量。但其实不然，因为这个属性点是实打实的能够增加到自己身上，但要是不合成的话，自己只能增加1件装备的属性点。这就和降临神话世界前某2字游戏一样，说是合成，换作更好理解的词语的话就是精炼。装备上赤羽狂刀加2后，苏然的战力再次提升，来到了142。拿着赤羽狂刀，10点的力量加成让苏然感觉身体一阵舒适，似有用不完的力量想要发泄一般。清点完收获后，苏然的实力勉强能够在这神话世界中活下去，遇到一些普通怪物也能有一战之力，哪怕是遇到不可力敌的怪物，他也能凭借刚增强的听觉和视觉早早躲过。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撑自己单刷怪物，所以这就得启用上一世大家获得的机缘了。上一世的自己只能眼馋别人的各种机缘，但重来一世，不好意思，这些机缘我笑纳了。第一个目标是在一处山洞内，这是上一世第一个发现宝箱的地方。山洞里面有一只风狼守护着宝箱，那正好是一个小队，对付一只风狼或许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击杀了风狼，拿到了宝箱。一个黑铁宝箱，宝箱等级中最低的存在，可每一个宝箱都是非常珍贵的存在，宝箱中能开出任何东西，全凭自己运气。而正好自己就拥有满级幸运值，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拼幸运的玩法。哪怕是最低级的黑铁宝箱，我也能给你来个大爆特爆。宝箱：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传奇、神话，一株株参天大树，一眼望不到头，在这里面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感。不过好在视线的左上角处有一个地图，一个绿点就代表了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神话世界有很多功能等待着大家开发，这便是其中之一。毕竟要是在这其中迷失了方向感，那死亡率就会大大提高，一个不注意闯到一个怪物领地，那就真死翘翘了。确定好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和目标位置后，苏然小心地朝山洞靠近。上一世那人发现宝箱之后就把位置分享在聊天频道中，自己可是记忆犹新。宝箱这东西可是跟上辈子的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3年下来开过的宝箱屈指可数，关键还都开了个寂寞，开了跟没开一样。这新手村的地图名字叫跃马平原，就如名字所说一样，这地图大部分地方都是一片平原，其中又有许多树木生长在其中。山洞距离苏然目前的位置并不远，差不多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一路上他也看见许多战力不俗的怪物，杀一两头说不定自己就能立马升级。可惜现在自己还想着山洞里的宝箱，里面还有一头风狼等待着自己，就没必要把体力浪费在这里了。这2个 F 级天赋别看是最低级的天赋，但真正用在实际上却比苏然意料之中更有用一些。视觉增强让他原本就 5.0 的视力看远处的东西更清晰一些，甚至就像是在自己面前一样清晰。而听觉增强，自己身边只要有任何小动静，自己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对于一些距离自己还有一段距离的脚步声也能听见。这2个天赋加在一起，让苏然这一路过来都非常顺利。遇见一些小怪，苏然都能提前避开，然后重新规划路线，继续朝着山洞赶去。约10分钟左右，苏然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穿过灌木丛，苏然看见了这个山洞的真面目。山洞洞口并不大，有个2米宽3米高，呈一个不规则半椭圆形状。山洞下是几节天然形成的台阶，没有经过人为修整，上面坑坑洼洼，其中还有几个脚印。脚印不大，自己若是没猜错，这就是那个风狼的脚印。看来上一世那人并没有骗我，可惜这个宝箱我就替你收下了。来到目的地后，苏然并没有着急，因为不知道风狼的具体战力，万一是自己惹不起的存在怎么办？不过为了宝箱，哪怕耗费点时间搞个陷阱也不是不行。苏然猫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来到山洞洞口，往里看，没有光亮的照射，洞里很是黑暗，哪怕是有着视力增强，苏然的可见度也非常低。而狼是什么？正好是夜间动物，自己要是进了洞穴，那可就真是深入虎穴了。为了一个黑铁宝箱不值得。就在苏然还在考虑其中的得失时，一个不急不慢的脚步声从自己来的地方传来。听见脚步声，苏然脸色一变，急忙缩着身子来到洞口最近的一处灌木丛后躲着，
同时视线也紧紧盯着刚才来时的地方。还没看见这脚步声的主人到底是谁，苏然就已经隐隐闻到了一丝淡淡的血腥味。这是受伤了？苏然不敢大意，万一这血腥味是捕杀猎物沾染上的，那自己还真得思考怎么跑路了。刷刷，灌木丛有了动静，一道身影穿过灌木丛出现在苏然眼中。风狼，普通怪物，等级1，战力279。在属性面板给出数据的同时，苏然也看见了风狼的样子，和记忆中有些偏差。风狼浑身沾满了鲜血，左后腿像是被什么撕咬了一般，骨头都清晰可见。此时他正拖着残破不堪的躯体一瘸一瘸地朝洞口走来。看见这苏然面色一喜，没想到这风狼竟然没在山洞内，而且看样子还受伤了。好机会！第8章击杀风狼，开宝箱。自己正愁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想到这风狼竟然还自己送上门来了。这重伤的样子，威胁还不足赤羽鸡高。不过还是不能大意，面对一个战力是自己2倍的风狼，即使受伤了，说不定也保存着一份实力。在真正的生死关头，风狼和赤羽鸡不同，风狼再怎么说也是一只狼，身上有一股狼性，这伤势说不定就是去捕猎或者和另一头凶兽厮杀所留下的。即使现在伤势十分严重，但战力就摆在那，再怎么也不是目前的苏然能够正面对抗的。看着风狼越走越近，苏然屏住呼吸，右手握紧武器，只要风狼从洞口经过，那苏然就会直接给予他致命一击。时间1分1秒过去，风狼拖着伤势缓缓走上台阶。到洞口时，他停下来，犹豫片刻，警惕地看向四周，确认没有什么问题时，强忍疼痛，快速朝山洞内跑去。苏然死死盯着风狼，在他距离自己不到5米的时候，不再犹豫，直接冲出灌木丛，一击直取要害。嗷！苏然突然暴起，让风狼瞬间警觉起来。看着越来越近的武器，风狼拼尽全力朝一旁跳开。嗷！风狼惨叫一声，直接倒在一旁。属性的提升让苏然的整体实力都上升不少，操控武器起来也更得心应手。这波风狼的极限反应打了苏然一个措手不及，但好在最后还是伤到了这风狼1分。他本就伤痕累累的左后腿直接被苏然斩下，顿时血流不止。风狼凶狠地盯着这个偷袭自己的人类，要不是现在自己身受重伤，肯定一口直接把他咬死。看着想要继续靠近的人类，风狼心中充满愤怒。看准一个时机，不服气的风狼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直直地朝苏然扑去。哪怕不能杀死眼前这个人类，也得从他身上撕下一块肉。一刀斩下，风狼尸首分离，重重落在地上。击杀1级风狼，获得经验值加2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击杀风狼之后，系统提示也跟着弹了出来，经验值直接加了20，现在的只差一只赤羽鸡，自己的等级就能升到2级。至于这经验值的多少，则是根据怪物的战力以及危险程度来划分的。就比如赤羽鸡，说白了就是一个经验怪，高攻低防，只要小心一点，一个人单刷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而风狼不同，风狼的危险程度比赤羽鸡高上许多，同战力情况下，人类对上风狼也只能落于下风，只有一个小队才能勉强能击杀掉它。要不是这次苏然捡了个漏，说不定这里面的宝箱就得等到自己升级之后才能来取了。自己并不熟悉山洞里面的构造，万一在里面施展不开，那自己不就成了案板上待宰的鱼肉。不过好在自己刚好遇见风狼外出捕猎，并且还是重伤回来，这才让自己捡了个便宜。没有先查看爆出来的东西，苏然已经迫不及待来到山洞内查看宝箱的所在地。进入山洞不久后，视线就渐渐暗了下来。哪怕是有着视力增强，苏然现在的能见度也只有差不多1米左右，再远就是一片模糊。在黑暗中，苏然继续往里走了几米不到，就看见了一个箱子。箱子很普通，就一个铁皮箱子，但苏然知道这就是自己要寻找的那个黑铁宝箱。果然，上一世那人分享的信息都是真的，希望接下来几个地方都是一样，那自己的战力一定会有质一般的提升。黑铁宝箱是不能移动的，只有在击杀了守护兽之后，宝箱才可以打开或者随意移动。山洞内黑漆漆一片，苏然拿着宝箱就来到洞口处。看着宝箱，苏然搓了搓小手，让我试试这满级幸运值到底有多变态。说着，苏然直接打开宝箱。打开宝箱的瞬间，五彩的亮光一闪而过，只留下几件东西还在宝箱中。神话币 X200， F 级特殊道具饮用水 1L， 鱼鳞甲精英绿色品质，体质加10，敏捷加10，随机技能书1本。一共4件东西，前2样都无关紧要，主要是后面这2样东西。鱼鳞甲又是1件装备，而且还是精英级绿色品质装备，这可是精英装备啊！要知道上一世自己都快10级了，身上也没几件精英装备，现在才1级就有了，足足20点属性值的增加，这1件装备就给自己提供了40点战力。一个字，爽！看见最后一个东西，苏然手上的动作一愣，技能书，卧槽，
技能书，第一个宝箱竟然就开出了这种东西。要知道，每一本技能书在神话世界中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哪怕是上一世的自己3年下来，也才只爆出过一本技能书。那低的要死的爆率，上一世可没少被人吐槽，甚至有些人直到死也没拥有过一本技能书。如果说装备的爆率是1%的话，那技能书的爆率就是几1%，甚至1/1000。也只有在等级达到10级，进入主城之后，大家经过转职才会获得几个职业基础技能，除此之外，另外的技能就很难获取了。到了后期，能活下来的人不是实力非凡，就是狗出天际。像技能书这种珍贵的东西，更是死死地攥在自己手里，哪怕不能使用，也绝不会轻易卖出去。没想到满级幸运值竟然这么给力，这才第一个箱子就开出了技能书，而且还是最低级的黑铁宝箱。苏然先把其他3样东西收进背包中，鱼鳞甲直接装备上，最后他的目光才重新回到技能书上。随机技能书，也不知道这技能书会不会受到满级幸运值的影响。抽取成功，获得技能书火球术绿色品质。火球术 LV1， 使用后可召唤一个火球，火球大小以及威力是精神力而变，攻击距离3米，冷却时间10分钟。火球术法师，绿色品质的技能书，黑铁宝箱的开出来的东西最高等级就是绿色品质吗？见这技能书没有限制，苏然毫不犹豫直接使用，这简直就是一个白给的攻击手段，不要白不要，而且还没有任何限制。第9章暴涨的战力值。说到技能书，苏然还想起一个神话世界 bug 般的设定，那就是每个人可拥有的技能无上限，想学多少就学多少。乍一看或许会觉得这个设定很离谱，但真当大家兴致勃勃的想要学上几十上百个技能时，他们这才发现一本技能书的爆率比装备还要难上10倍之多。这一下就给最开始激动的那一群人泼了一盆冷水，随后也就没人再提这个事情了。这一个黑铁宝箱带来的收益超乎苏然想象，这开出来的东西都快抵得上一个青铜宝箱了。要知道，上一世在那个小队击杀风狼之后开出来的东西也不过只是一把普通白色品质的武器，但这还是引起了许多人的羡慕，其中就包括自己。而这一世拥有满级幸运值的自己提前把这机缘收入囊中，这一开就是足足2件绿色品质的物品，其中更是有一本珍贵无比的技能书。这才过去多久？其他人或许都还没走出新手村吧，自己这就马上快升到2级，并且拥有2件装备和1个技能，战力更是来到了182。182啊！上一世哪怕自己等级提升到了3级，战力也不过才接近200，使用天赋后可以短暂来到600战力，足以和一些3级精英怪厮杀片刻。而现在自己降临神话世界不过短短几小时，就已经达到了上一世努力好几天的成果。虽说这一世没有了 B 级天赋属性增幅，但唯一神级天赋的潜力更大，掠夺的属性点全都是永久加点，而且还能掠夺天赋。一个天赋算什么？假如我有成百上千个天赋，阁下如何应对？开完宝箱后，苏然打开背包看了一眼，风狼爆出了什么东西？神话币 X20， 1级魂珠 X1， 又是一颗魂珠。苏然再次使用成功，精神加1 5/10。查看完所有收获后，苏然来到风狼尸体旁，伸出手触摸，发动天赋，掠夺成功，精神加3。盘点完这一次的收获之后，苏然打开属性面板，与最开始的一片空白不同，这次的属性面板中已经多出来许多东西。姓名苏然，等级1级90-100，力量30左元括号20+10右元括号，敏捷23左元括号13+10右元括号，体质25左元括号12+13右元括号，精神17，幸运值隐藏 max， 天赋神级天赋掠夺者， D 级天赋能量护盾， F 级天赋视觉增强， F 级天赋听觉增强，技能火球术 LV1 绿色品质，战力190，装备赤羽狂刀加2普通白色品质，力量加10，体质加3，鱼鳞甲精英绿色品质，体质加10，敏捷加10，背包赤羽毛 X7 神话币 X290，新手铁剑 X1 F 级特殊道具饮用水 1L。 赤羽毛，看见这个东西，苏然这才想起自己还接了个任务，任务要求的是10根赤羽毛，看来自己到时候还得找几只赤羽鸡拿到任务物品。想了想，赤羽鸡最多的地方就是靠北方向的一处高坡十里坡，那里的环境条件十分适合这种动物的生长，除了有赤羽鸡之外，还有灰原兔、池沼巨鼠等等小怪。上一世那里就被很多人当作刷怪圣地，毕竟那里的怪物无非大多都是一些200多战力不到300的1级怪物，就连上一世的自己也没少在其中沾光，更是在十里坡待了好几天。十里坡，若是自己记得没错的话，十里坡附近刚好同样也有一个宝箱，而且那个宝箱还是王强分享出来的。
同样一个黑铁宝箱，在王强一小队最开始来到十里坡时，就发现了一棵大树下的宝箱，距离十里坡大概200米左右。这目标范围倒不大，应该很容易就能看见。确定下一个目的地后，苏然并没有着急离开，看着地上风狼的尸体，苏然生起了一个心思。看着被烧焦的风狼，苏然撇撇嘴，没想到以目前的精神力召唤出来的火球，竟只有篮球大小，威力更是弱的一批。这一击之下，风狼没有任何反抗，也只是烧焦了一层皮，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威力还是弱了些。不过随着自己的精神属性点增加，火球的威力也会跟着增加，但3米的攻击距离还是近了些。好在这火球术现在只是 LV1， 如果之后进行升级的话，攻击距离应该会增加一些。不再多想，苏然收拾了一下，直接朝十里坡赶去。现在的每分每秒都至关重要，前世的那些大机缘自己必须全部拿到手，这样才有机会在进入主城之后拿下7大金榜第一，获得唯一奖励。至于风狼的尸体，原本沾满了鲜血，就有些嫌弃，现在更是被自己一顿糟蹋烧焦了，那就更没必要收起来了。而且背包空间有限，只有20个格子，放不下那么多东西。值得一提的是，背包虽然只有20个格子，但同类物品可以无限叠加，不会多占用一个格子。而且装备只要装备上之后就不会占用格子空间，如果背包满了之后还可以用神话币进行扩展，但这价格嘛就不好说了。赶路的途中，苏然还是和之前一样仔细观察着四周，只要身边有任何风吹草动就直接绕路，这不叫狗，这叫紧急避险。要知道，只要离开新手村之后，下一秒你遇见的是什么凶手根本无法预料，有可能只是和新手村外一样高攻低防的赤羽鸡，也有可能是高敏低防的灰原兔，但也有可能是2级甚至是3级实力强悍的凶手。若是遇见前2者那还好，一个精力磨合的小队能够轻松应对2-3只，再多就会有些压力而不得不退。但要是遇见最后一种情况，如果没有及时避开正面遭遇，那一整个小队估计都得全军覆灭，运气好或许还能跑掉1-2个，但要是更高等级的，那干脆直接站着等死吧，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还垂死挣扎干嘛？第10章宝箱升级。所以能活到进入主城的，其实一个比一个阴，全都是一群老阴逼。时刻保持谨慎，这是在神话世界中活下去的基本法则之一。至于不遵守的，苏然也见过，不过全都是尸体罢了。哪怕是拥有 A 级天赋的王强，要是自大一些，恐怕也早已成为了一具尸体。这片世界下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最后能活着进入主城的，估计都10不足1。就目前现在这个新手村1000人而言，最后能活下去1/10就已经很不错了。大多数新手村最后甚至只有几十人存活下去，并不是每一个新手村都有一个王强。有些新手村的人在经历过有人死亡后，直到新手屏障消失，也没人想杀出去，随后就被蜂拥而上的小怪们分食。虽然速度很快，哪怕是有几次绕路的情况下，也很快来到了上一世的刷怪圣地十里坡。放眼望去，此时的十里坡因为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猎杀，所以现在整个十里坡上随便一瞅都能看见几只小怪。看着几只人畜无害的兔子，苏然甚至有种自己回到了蓝星的感觉。不过他知道，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假象罢了。你要是真觉得这灰原兔看起来很可爱，那很好，你已经半步迈入了死亡。别看现在看起来人畜无害，你但凡走上前去试试，就知道这兔子到底有多残暴了。一口直接咬到你脖子上，可不是开玩笑的。每一只灰原兔的战力至少也是200以上，高敏捷加上不俗的力量，等你反应过来不对劲的时候，那时估计你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了。这个事情还是上一世一个小队用生命的代价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在野外不能小觑任何小怪，哪怕只是一只兔子、一只老鼠，这些前世你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存在，在这里可能随时都要了你的命。苏然现在并不急着去刷怪，这地方至少也得等自己有10足把握之后才能来单刷，不然自己一个人再怎么也斗不过这满坡的小怪。回到正题，苏然躲在一棵大树后，寻找着上一世王强所发现的宝箱。这十里坡上本就没有几棵树，如果是在附近的，那就更容易找到了。巡视着十里坡附近的几棵大树，很快苏然就眼睛一亮，找到了。那是距离自己100多米的另一棵树下，一个黑乎乎的宝箱正安静地等着自己的光顾。宝箱旁边是3只赤羽鸡，走来走去的，也不知道是在巡逻还是什么。看到这的苏然心中舒了一口气，还好只是几只赤羽鸡，还在自己应对范围之内，要是个2级怪物，那就只能遗憾了。因为宝箱的位置距离十里坡很近，苏然也不敢大摇大摆地直接冲过去，不然到时候一群小怪蜂拥而上，自己跑都跑不赢。苏然心中计划着，以自己现在的力量，一刀直接秒杀一只赤羽鸡应该不成问题，只要快速解决掉这3只赤羽鸡，马上打开箱子直接跑就完了。敲定主意后，苏然从另一边绕过十里坡，来到宝箱的另一侧。全程苏然都小心翼翼的，要是被那些经验宝宝给发现了，那宝箱就只有下次再来了。好在
这其中并没有出现任何差错，苏然有惊无险地来到宝箱另一侧。属性翻倍之后，苏然的爆发力自然比刚降临要高上不少。看着距离不到10米左右的赤羽鸡，苏然握紧了手中的赤羽狂刀，他在等一个机会。2只赤羽鸡同时转过头，苏然知道机会来了，抓住时机，一个箭步，苏然直接冲向那头面朝自己的赤羽鸡，一刀毫不犹豫直接斩下。这头赤羽鸡连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就直接被苏然斩杀，鲜血差点就溅了苏然一脸。击杀1级赤羽鸡，获得经验值加1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恭喜求生者苏然等级提升至2级。提示音响起，来不及多想，趁另外2只赤羽鸡没有反应过来，苏然再是一刀斩下，第2头赤羽鸡也跟着倒地。击杀1级赤羽鸡，获得经验值加10。此次击杀获得。等到第2只赤羽鸡被一刀斩杀时，最后一只赤羽鸡再怎么迟钝，也终于反应了过来。咕咕咕！赤羽鸡大叫着朝苏然攻击而来。他用力挥动着翅膀，短暂的滑翔后，用力朝苏然的脑袋攻击而去。眼前的这个人类，刚才竟然趁自己不注意杀死了自己的2个兄弟。这件事叔可忍，婶不可忍。赤羽鸡想着自己这一击直接把这人类的脑袋弄出一个大洞，给自己兄弟报仇。可惜想象很美好，现实很残酷。没等赤羽鸡这一击落在苏然身上，一团火球就直接冲着他砸来。这一下顿时让还在半空中的赤羽鸡慌了神，身上的羽毛燃烧起来，自己却扑不灭。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把大刀出现在自己眼前，随后就是两眼一黑，身子一倒，就这么安详的离开了。击杀1级赤羽鸡，获得经验值加1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苏然没有管提示音，在击杀最后一头赤羽鸡之后，急忙在3具尸体上摸了一下尸，随后开启宝箱，拿上里面的物品，直接往背包一塞就跑路。敏捷加2，体质加2，体质加2。第11章技能石火球术 LV2。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一下子吸引了10里坡的小怪们。苏然前脚刚离开，后脚就有一群小怪蜂拥而上。神话世界中，无论是什么凶兽，对于血腥味都十分敏感，就好似血液能够引起他们内心深处的狂野，能够不顾一切的朝你扑来。所以在野外，如果受伤了，第一时间就是要止血，防止身上血腥味过重，引来一些隐藏在暗处的凶兽。如果伤势过重，那第一时间就得放弃一切东西，毫不犹豫地回到新手村养伤，等伤势恢复一些后才能继续行动。不过好在，只要众人等级提升上来，带来的变化可不仅仅只是力量速度上的变强。狂奔数百米的苏然找了个硬币的地方停了下来，仔细观察四周，并没有发现任何危险后，这才感觉自己的身体从刚才就暖乎乎的。原本因为长期不锻炼的身体变得有力，久久归一的肚子似乎也重新变成了8块腹肌。这升级和所谓的网游还是有些差别，并不是说升级之后只是单纯的面板上的数据变得更好看，力量强了几分。这升级之后更多的是身体上的变化。苏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身体中的那股热流在改造着自己的身体，从根本上进行改变。而且不仅如此，等级高了之后，就连受伤恢复速度也更快。一个小伤说不定1晚上过去就能结疤，1周之内就能蜕皮，在之后就根本看不出来受伤的痕迹。也有人猜测过，说这很有可能就是刚降临神话世界时那道声音所说的永生。上一世3年来，除了和这些怪物进行厮杀会受伤和会因为外力中毒以外，似乎大家根本就不会轻易生病了。就像前世时不时就会得1-2次的感冒，这3年来几乎没有听说过谁因为自身原因感冒了或者有个其他的毛病。大家似乎都因为升级之后身体进行的改造，不对，不应该说是改造，说是进化更符合一些。大家每升级一次都会经历一次进化，直到10级前往主城转职后，那时候大家的身体素质都堪称特种兵，一个比一个强。提升到2级之后，属性点将会有一波大幅提升。苏然打开了属性面板进行查看，姓名苏然，等级2级2200，力量40左元括号30加10右元括号，敏捷35左元括号25加10右元括号，体质39左元括号26加13右元括号，精神27，自由属性点5，幸运值隐藏 max， 天赋神级天赋掠夺者，地级天赋能量护盾省略，技能火球术 LV1， 绿色品质，战力282，装备赤羽狂刀加2，普通白色品质，力量加10，体质加3，鱼鳞甲精英绿色品质，体质加10，敏捷加10，背包赤羽毛 X10， 神话币 X420， 新手铁剑 X1， F 级特殊道具饮用水 EL， F 级特殊道具打火机，1级魂珠 X3， 技能石 X1。等级提升到2级之后，
战力直接暴涨小100，马上来到300左右。每升1级，4个属性就会全部提升10点，增加足足80战力，其中更是还有5点自由属性点，也就是说升1级就能暴涨90战力。没有任何迟疑，苏然直接把5点属性点加到了精神上。火球术一个远程攻击，再怎么说也比近战要好得多。反正自己的掠夺者天赋，只要击杀小怪就能获得属性点，这么多次精神属性出现的几率似乎要低一点，所以全加精神没什么问题吧。精神力32，战力292，两颗魂珠，苏然同样直接使用，使用成功，敏捷加2，7%，敏捷37，战力296。3只赤羽鸡一共爆出来30神话币，3个赤羽毛以及3颗1级魂珠。只能说满级幸运值不愧是满级，哪怕随便击杀一个小怪也能爆出许多东西。就单1级魂珠说，这可是能够永久增加属性点的特殊物品，无论放在哪里都是十分吃香的存在。这在后期更是有许多人高价收购，只是为了这1级魂珠能够带来的10点属性点。但魂珠的爆率和装备相当，杀100多头可能才会爆出2-3颗，所以这即使放在以后的交易行上，那也是能令人争抢的东西。而就是这么珍贵的魂珠，自己只是随便击杀几头小怪就能轻轻松松爆出好几个，爽，太爽了。不过可惜每级魂珠的使用都有限制，只能使用10颗，不然只要自己一直爆魂珠，再加上神级天赋掠夺者，那到时候自己的面板到底有多豪华，根本不敢想象。看完赤羽鸡爆出来的东西后，苏然看向了宝箱所开出的东西，首先就是100神话币，加上赤羽鸡爆出来的30，直接让自己的神话币来到了420。而下一件物品则是一个 F 级特殊道具打火机。打火机这玩意要是早一点来，说不定自己还会开心一下。毕竟刚降临神话世界，失去了蓝星上科技的便利，生火都是一个麻烦。而这里的食物来源，除了在森林中的一些特殊野果之外，唯一的来源就是各类小怪的尸体。但这就要考虑一个问题，火从哪来？不可能让大家钻木取火吧？没有火就代表没有熟食，生吃这种东西，除了某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会这样吃以外，大多数人还是不能接受。要是这打火机但凡早点来，苏然觉得这比任何一个奖励都要好。但现在自己有了火球术，不好意思，打火机是什么东西？不过虽然现在打火机对自己来说没什么用，但在交易行开启之后，这绝对是一个抢手货，甚至能换到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东西。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它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并成为了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在蓝星上，每个人的生活基本都离不开火，现在突然降临神话世界，一下子失去科技的便利，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钻木取火啥的根本就不要想了，不是专业人士学过的话，即使你用尽全力搁那钻一天，也不见半点火星子。所以打火机暂时可以收起来，之后应该能卖个好价钱。至于这最后一个技能石，技能石可用于升级任何技能。卧槽！苏然忍不住惊呼一声，但随即反应过来，控制住自己的激动，竟然是技能石。之前就说过，技能后续还可以继续升级，而升级所需要的东西正是技能石。而这技能石是比装备、魂珠更难爆出来的东西，正常情况下杀几百头怪物都不一定能够爆出一枚。而现在在满级幸运值的加持下，一个最垃圾的黑铁宝箱竟然开出了一枚技能石。原本还在担心火球术的攻击距离是不是短了点，这技能石不就来了吗？升级火球术，升级成功，火球术提升至 LV2。第12章触发强制性任务。火球术 LV2， 绿色品质，使用后可召唤2个火球，火球大小以及威力是精神力而变，攻击距离5米，冷却时间10分钟。只增加了2米距离吗？等等，2个火球，卧槽！苏然又被这升级后的火球术给惊到了。上一世苟活3年，有幸用全身大半的神话币换来一块技能石，但之前升级的那个技能却只是一个白色品质的普通技能，哪怕是升级之后也没有很大的提升。但这火球术不仅召唤的火球数量增加了1倍，就连攻击距离也增加到了5米。2个火球同时攻击，这效果肯定不是1+1这么简单。甚至苏然在想，要是这火球术继续升级下去，那火球的数量是不是还会继续增加？到时候随便一发火球术就不是单攻，直接就变成群攻技能了。苏然这次没有尝试试一下升级后的火球术，刚才击杀3只赤羽鸡，又爆出3根赤羽毛，加上之前的7根赤羽毛，苏然现在已经凑齐了10根，已经满足了村长的任务需求。现在是时候回去提交一下任务，看看这任务的奖励到底是什么，顺带瞧一眼和自己一同传送过来的人都咋样了。苏然打开地图，确认好新手村的位置后，就开始行动。升级之后，4大属性都有质的提升，连带着苏然奔跑的速度都快了许多。原本需要接近半小时的路程，
苏然只用了10分钟就赶回了新手村。几个小时的时间过去，陆陆续续的有好几批人已经离开新手村，进入森林中开始猎杀。如果在30天内没到达10级，那可是会被抹杀的。虽然真假不确定，但没有人会用自己的命去赌这件事。10级，从刚才联合击杀赤羽姬的经验值来看，这10级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任重而道远了。30天，很悬。所以王强小队在收拾好赤羽姬的尸体后，就直接离开出去打怪升级。其中也有几个小队看得透彻一些，同样跟着出去寻找猎物。但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多人都苟活在新手村中，觉得能活一天是一天，总比出去被一群凶兽吃了强。上一世苏然也是这样的想法，后果就是几天后才想着出去猎杀，但是在那时就已经掉队，这种差距越到后面越是严重。但苏然也没想着劝说这群人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节，说不定现在他上去劝几句，一群人一口一个唾沫能给自己淹死，他们在这里苟活就苟呗，只要他们愿意，不后悔就行。反正最后自己是后悔了，不过好在还有重来一次的机会，这些人有没有这机会自己就不知道。无视一群人好奇的目光，苏然来到躲在角落的村长面前。村长，你的任务我完成了，这是10根赤羽毛。说着，苏然从背包中取出赤羽毛递到村长手上，随后静静等着他回话。这一套流程下来行云流水，一时间还把村长给整不会了。不对啊，按理来说赤羽姬的爆率也不高啊，这才过去多久，眼前这个冒险者就收集到了？村长有些惊讶，本来他还以为苏然完成这次任务至少也是3天以上才能完成。毕竟虽然赤羽毛的爆率没有武器装备这么低，但再怎么也不是和神话币一样烂大街，随随便便就爆出来了。可这半天时间都还没过去呢，眼前这人就已经收集完了。惊讶归惊讶，职业的操守还是让村长暂时把惊讶压下去，随后说出自己的台词：冒险者，恭喜你完成任务，这是给你的奖励。恭喜求生者苏然完成任务，村长的请求，获得奖励技能鉴定术5品阶。还没完，在拿出奖励之后，村长继续说道：勇敢的冒险者，你已经成功证明了你的实力，我还要再交给你一个任务。3天后会有一次兽潮进攻这里，希望你能够替我守护住这个地方，我会给你相应的奖励，请问你愿意接受任务吗？恭喜求生者苏然触发任务抵御兽潮。抵御兽潮介绍：3天后10086新手村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兽潮，村长希望你能替他守住新手村并击败最终 BOSS。 任务需求：击退来犯的凶兽并击杀最终 BOSS 完成任务。任务奖励：等级+1，贡献值 x2。 任务失败，全属性10。是否接取任务？强制性任务，拒绝之后兽潮依然会降临，奖励作废，失败惩罚照旧。抵御兽潮。看见这个任务，苏然顿时一懵，这任务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没错，这个抵御兽潮的任务在上一世也同样触发了，不过那都是在降临神话世界好久之后的事情，并且是整个新手村的全体任务，而且这还是强制任务，任何人不得拒绝，只要失败全属性就会减10，相当于掉一个等级，而且还是无法恢复的那种。不过要是自己没记错的话，这个任务也是降临好几天之后，这怎么会突然就触发了？等等，这是个连环任务。苏然似乎抓住了什么重点，这个强制任务是在村长任务之后，而上一世这个强制任务似乎也是在村长消失之后就触发了，所以这是个连环任务。因为自己提前完成任务，所以兽潮也同样提前来临，3天后就会进攻新手村。难怪上一世那个完成任务的家伙，在众人拼死抵御凶兽击杀最终 BOSS 后获得的收益却仅次于王强，而那家伙因为这次的收获，最后似乎也同样顺利进入了主城，之后牢牢跟在第一梯队之中。原来如此，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苏然懂了，他全都懂了。接受任务，反正都是强制性任务，接受了还有好处拿。苏然不同意，那就真的是傻子了。在苏然接受的同时，一道提示音在所有10086新手村的人耳边响起：恭喜10086新手村触发任务抵御兽潮。抵御兽潮介绍：3天后10086新手村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兽潮，村长希望你们能替他守住新手村并击败最终 BOSS。 任务需求：击退来犯的凶兽并击杀最终 BOSS 完成任务。任务奖励：根据贡献值自行兑换奖励。任务失败，全属性10。该任务属于强制性任务，无法拒绝。第13章技能鉴定术。这提示一出现，在新手村的所有人皆是一愣，随后疑惑地看向四周，发现其他人同样疑惑地看着旁边时，众人意识到了不对劲。卧槽，什么鬼？什么强制任务？这抵御兽潮是什么玩意？怪物工程还有最终 BOSS， 真尼玛玩游戏呢？啊！任务失败，全属性扣除10点，我力量都没10点呢，这扣除了我还能活吗？什么鬼啊？还是强制任务，我连拒绝都不行吗？
我还想多活几天啊。这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就触发任务了呀？我们也没干啥呀，击退凶兽还要打 BOSS， 你让我杀鸡都是个问题，更别说什么受潮了。嘤，人家好害怕，有哪位哥哥能保护我吗？你能不能别整那死出，掏出来比我还大，搁这装嫩呢？触发任务之后，还留在新手村里的人都是一脸懵逼。这才刚降临到神话世界没多久，连这个世界都还没摸清楚，就已经准备开始打 BOSS 了。这几个小时的研究下，大家也发现了，这神话世界确实就像是一个大型网游一般，无论是属性面板还是地图啥的都有些相似。而这其中的 BOSS 大家都不陌生，但是现在都才1级呢，你就直接让我们开始打 BOSS 了？最终 BOSS 这玩意不应该是大后期的事情吗？这怎么才刚来几小时，你就告诉我马上要打 BOSS 了？同样在回来路上的王强听见提示音，眉头也是微微皱起。这个任务的突然出现让他丝毫摸不清头脑。按理来说，现在大家刚到一个新世界，对周围的一切以及整个世界都不熟悉，而像什么抵御兽潮这种任务，在目前情况下根本就不会发生。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那些存在只想把人类全都拉进来，然后折磨致死？这不应该啊！老大，我们现在咋办？一旁小队中的江启询问道。王强小队现在一共6个人，除了王强之外，另外的5个人分别是江启、许文辉、顾晨、江棠以及韩晨。除了江棠以外，其余4个人都是男生。闻言，其余4人也是把目光放在王强身上。在刚才的战斗中，他们这才发现王强的实力是真的强，哪怕没有天赋的加持下，也几乎完虐在场的所有人。所以这让他们想跟着王强的心也更重了一分。毕竟之前的情况大家都看见了，如果没有实力，在这世界上死了，那可就是真的死了，绝不是开玩笑什么的。而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中，有一个可靠的小队和一个大腿，那自然是再好不过，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王强皱着眉头，也不知道说什么，干脆先回去看看有没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走，先回去再说。他们一行人出来没多久，猎杀了几头其他的小怪，收集一些附近的信息，就退了回来。这一趟出去，王强的等级原本马上就要升到2级，但在他们准备找下一个目标的时候，发现了一头3级怪物，只是远远的看见，一眼几人就赶紧溜走了。受惊回过神的几人相视一眼，随后还是决定先回新手村再做打算。结果这才走到一半，突如其来的强制任务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兽潮光听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任务失败还会直接扣除10点属性点。更要命的是，这还是一个强制性任务，这真是逼着所有人不能拒绝，又不能找个地方躲起来，必须面对兽潮击退凶兽以及击杀那最终 BOSS。 你要想躲起来也没关系，任务失败全属性扣除10点。本来所有人的基础属性点平均下来每个属性有10点就已经很不错了，结果这一下子直接就要扣完，之前那个战五渣更是要被扣成负数。没有人知道属性点变成负数会怎样，也没有人会想去尝试，所以这个强制任务绝对会让许多人被迫开始打怪升级，原本30天的死期直接提前到3天，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坐不住的。很快，王强一行人就回到了新手村，此时的苏然还并未离开。刚接受任务的苏然心中已经开始规划接下来的行动，突然提前的任务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一些规划也得赶紧提前。原本在计划中，这任务至少也得是3天后甚至更久才会触发的事情，结果这才降临第1天就因为被自己提前完成任务触发了。不过任务完成的奖励也很不错，比别人要好上太多，等级+1，这不用多说，对于目前的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奖励。而贡献值翻倍则更不用说，上一世自己可是眼馋死了那兑换商店里面的东西，可惜就凭上一世自己的那微乎其微的贡献值，根本就兑换不了什么。可这一世在第1天自己就已经把等级提升至2级，并且战力马上就快突破300，身上还有2件装备、数个天赋以及1个技能，完美开局，再加上双倍贡献。这一次商店里面的好东西自己全都要收入囊中。随后苏然的视线看向背包中自己刚获得的新技能鉴定术。鉴定术5品阶，可鉴定任何物品，等级越高，能够鉴定的东西也就越多，内容也更加详细。是否学习技能？第14章王强的惊讶。是否学习技能？苏然一时间有些愣神，刚才因为村长给完奖励，就继续来了个连环奖励，自己只听见奖励是一个技能，但他也不知道这技能居然是鉴定术啊！鉴定术这东西可是神技，无论是在前期还是后期都是至关重要的技能。神话世界中，无论是动物亦或者灵草灵果之类的，都和蓝星上完全不同。就比如动物，众人眼中的小鸡赤羽鸡，表现上看起来就和普通的小鸡没什么区别，无非就是体型要大一些，其他的就没什么太大的差别。这也是为何最开始那人冲出去看见赤羽鸡却丝毫不避，直接杀上去，然后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代价。
而之后，虽然众人能通过系统的基础面板得知赤羽姬的战力，但除了战力之外，却一无所获。而鉴定术就不同，具体苏然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上一世自己根本就没有获得过这个技能，大多数也都是听说。自己记得没错的话，发动鉴定术之后，能够鉴定一些小怪的基础信息，比如力量的高低、敏捷的高低。而升级之后的鉴定术则更强，除了能鉴定一些基础信息外，一些小怪的致命弱点都会直接标记清楚，自己只需要朝弱点攻击就行了。而往后，鉴定术还可以鉴定野外的各种果子、灵草等。没错，这个世界其实还有炼丹师以及炼器师这种副职业，不过这些副职业也只有等级达到10级，进入主城之后才会开通，所有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副职业。而在进入主城之前，除非有什么大机遇，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炼丹师或者炼器师。神话世界中的各种果子有时候也会有特殊功效，有些能够直接增加力量，有些则能够增加敏捷。可以这么说，神话世界中的各种东西森罗万象，要是没人尝试，你根本不知道在野外那不起眼的果子到底会有什么效果。而拥有鉴定术就不一样了，只要有鉴定术，路边的果子、树木，甚至是不起眼的杂草，苏然都知道它们的具体信息。学，必须学！这技能可是神技，自己要是没记错的话，在后期那些势力甚至为了这个技能特地放出一个招收条件，只要拥有这个技能，进入公会后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只需要跟着一个队伍在后面进行鉴定就行了。上一世甚至有人通过这个技能直接从末流梯队登上了第一梯队，引得无数人羡慕。学习成功，恭喜获得技能鉴定术 LV1。鉴定术 LV1 可对凶兽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是等级2变。果然如此，目前 LV1 的鉴定术只能鉴定一些小怪，看来之后得多留意一下技能时，升级之后的鉴定术才能称之为神技。现在顶多算得上一个不错的技能，至少能让自己知道一些凶兽的基础信息。苏然做完这一切之后，知道自己也是时候准备离开了。现在每分每秒都十分珍贵，自己还要准备应对3天后的兽潮。上一世的兽潮中，一眼望去尽是2级、3级小怪，其中甚至还混进几头3级精英怪，而那其中的最终 BOSS 是一头5级 BOSS 怪物。3天时间，哪怕是这些人全部都出去猎杀小怪，3天时间最多也不过升到3级左右，而像王强顶多也就4级。上一世大家还是靠着好几个5级，再加上王强的天赋，最后才勉强度过这次危机。但这一世可没有5级来帮忙了。自己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头 BOSS 还关乎到一个全世界通告奖励，第一个击杀 BOSS 的人会获得一个奖励。上一世还没过去1个星期，就有人击杀了 BOSS 并进行全球通告，并且获得了一个奖励。既然是全球通告，那奖励自然不可能太垃圾。上一世获得这个通告的人，看名字应该还是樱花国的人。你的机缘很好，不过归为了3天之后的兽潮之战，自己必须有100%的把握，所以现在开始刷怪。正当苏然这么想着，准备离开新手村时，正巧迎面碰上了赶回来的王强。王强刚看见苏然时就有些惊讶，没想到这人居然活着回来了。要知道他可是第一个进入这森林之中的，这里面到底有多凶险，他们已经知道了。没想到这人单枪匹马进去，竟然活下来了。等等他手中的那把武器，王强惊讶之余，目光看见了他手中的武器，这一眼就知道肯定不是自己手中的新手铁剑，所以这是装备。在击杀赤羽姬后，王强也发现了自己的背包中多出了一些东西，除了最基本的神话币之外，还有一些从未见过的，例如赤羽毛，还有爆出了特殊道具一斤烤肉。除了这些以外，就没有更多的东西了。赤羽毛特殊物品，王强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只好收起了，以后能用得上就用。至于烤肉，那更不用说，肯定是重中之重。但一共上百头赤羽鸡，王强却没有发现有任何人爆出来装备什么的。从新手铁剑就能看出，这个世界应该还是有武器装备这一类的东西，而且还能直接增加属性点，这可是好东西。而赤羽鸡能爆出东西，这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所以按照以往的套路而言，这武器装备应该都是从这些小怪身上爆出来。但近100只小怪，王强就没见有任何一个人爆出来武器或者装备，一度让他怀疑自己的猜测是不是错了。但现在他心中有了答案，难怪这家伙会拒绝自己的招揽，原来是有这么一件武器，并且看样子属性还不错，说不定现在比自己还强上几分。外面的那些小怪他可是亲身体会了，赤羽鸡不过是里面最菜的存在，相当于一个新手福利。自己不启动天赋的情况下，对付一个小怪甚至都需要和队友配合才能拿下，单挑根本没胜算。不过王强也并不觉得苏然是靠武器才敢单打独斗，他自身的实力一定也不容小觑，之前一个人就连杀好几只赤羽鸡的战绩还摆在那里。自己是因为拥有 A 级天赋，那他呢？第15章聊天频道。自己不确定，但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眼前这人的战力应该和自己差不多，甚至更强也有可能。想到这，
王强主动上前一步，来到苏然面前招呼道：“兄弟，又见面了，我能问问你这手上的武器是怎么来的吗？”王强没有过多客套，直入主题。苏然闻言看向面前的王强，在他靠近的同时，自己甚至能闻见他身上淡淡的血腥味，新手铁剑上也有丝丝血迹。对于王强，苏然对他整个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上一世也是因为有他的领导，才让许多人活了下来，不然光是1天后的新手屏障消失，一群赤羽鸡冲进来就能把他们这些人打得手足无措，哪怕最后打过能活下来的人也寥寥无几。并且王强还会时不时在聊天频道中分享各种心得攻略，这些最后也确确实实的帮助到了上一世的自己。不过是一些信息罢了，告诉他们也无妨，毕竟自己还需要3天后这些人替自己挡住一些凶兽，仅凭自己一个人双拳难敌4手。想到这，苏然淡然开口回道：“击杀怪物爆出来的不只是武器，击杀怪物之后还能爆出各种东西，装备以及特殊道具都有可能。3天后就是兽潮，我还得去继续刷怪了，保重。”说罢，苏然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侧身离开。兄弟，你叫啥名字？我叫王强。看着苏然的背影，王强询问道。苏然，苏然的苏，苏然的然。话音落下，视线中已经没了苏然的身影，只剩下一群人望着苏然离开的方向。这小子，这逼装的，我一辈子都装不出来，牛，大写的牛。顾晨看着苏然离开的方向，不禁吐槽道：“不知道的还以为搁着演电视剧呢，这么高冷，不要命了。要知道，这世界危险重重，唯有团队协作才有活下去的一丝希望。刚才他们就已经体会过了，如果没有一个团队，没有王强这么一个大腿，光凭自己进入森林早就已经不知道死多少次了。所以他对自己最初选择加入王强队伍的这个决定感到十分庆幸，并且对苏然这种独自行动的行为感到可惜。能让老大这么多次主动搭话，这人的实力肯定也不错，要是之前加入了队伍之中，又是一员大将。可惜单打独斗终归不是这个世界的玩法，唯有团队才是最优解。确实，不过人家也有装逼的资本，看见他手里那把和我们不一样的武器了吗？我敢肯定他手中的那把刀比我们这新手铁剑好上无数倍。江启分析到了重点，语气肯定道。不过即使这样也没必要这样子吧，大家来到这陌生的世界，互相照顾一下没啥问题吧。他那个样子，队伍中唯一的妹子江棠也站出来发言。行了行了，你们就别管人家干啥了，人家有实力，想干什么都行，这可不是蓝星，是随时都会死人的神话世界。许文辉插嘴点评道。王强闻言同样点点头，赞同道：“说得对，人家有实力想干嘛，我们就别多管闲事，能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就已经很不错了。行了，赶紧去问问这任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光看兽潮这2个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说完，王强一行人来到新手村广场，一大群人已经围在这里讨论突然出现的强制任务以及3天后的兽潮来临。完蛋，3天后兽潮就要来了，居然还让我们击退什么凶兽还要打 BOSS， 真以为这是玩游戏呢？这可是真的会死人啊！别说3天后了，今天过去这屏障就会消失，鬼知道我们在睡梦中会不会就有一头怪物冲进来给我杀了。要不我们还是出去击杀怪物升级吧，反正这横竖都是死，还不如拼一把呢。他娘的，有没有组队的？待会我们就出去升级，我还年轻，不想死。死，全都得死！哈哈，世界末日到了，我们所有人都得死。4缺1，小队马上满人，我们一起在这操蛋的世界中活下去。还有没有来？杀杀杀，杀就完了。新手村广场上挤满了没有勇气踏出保护屏障的人，这说是新手村，实则就是除了一个新手广场之外啥也没有的地方。保护新手村，这唯一能保护的估计也就这广场了。众人在担心兽潮即将来临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今天之后保护屏障就会消失，也就是说周围的那些凶兽怪物会主动朝他们进攻。目前他们还能靠着保护屏障苟活半天，但在这屏障消失之后，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个世界，再加上3天后即将到来的兽潮。得了，要组队的组队，想躺平的就继续躺平吧。在知道3天后会有兽潮进攻后，那些想要继续苟活的人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近找到一些石头木头之后，开始搭建临时庇护所。看见一些人忙起来之后，其余人也有样学样，很快大部分的人都动了起来。而组队的此时也组好队，准备向外探索。王强小队回来之后，就和那些准备组好队伍的人分享一些经验，比如一些怪物的弱点或者特性。那些人听见后急忙感谢王强大佬，知道这些信息对他们来说也有很大帮助，这可是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的事情，马虎不得。练习2年半，喂，有人吗？这是干啥的？一条消息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一个个都好奇这是怎么回事。离开新手村的苏然也看见了这条信息，果然又是这个家伙最先发现了聊天频道吗？随后苏然也不再多想，
把聊天频道的信息进行免打扰之后，就继续朝下一个地方赶去。第16章第3个宝箱。与此同时，因为突然出现的聊天频道，一时间众人全都在研究这东西到底是啥。直到人群中有人解释这是聊天频道之后，大家都纷纷点开聊天频道聊起天来。在现实中，大家都素不相识，不好说什么，但要是换到网上，那大家可都纷纷化作好兄弟，畅所欲言了。王强，这个是什么东西？聊天频道，类似聊天软件吗？练习2年半，对的大佬，我也是才发现有这么一个聊天频道，好奇发了一条消息，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聊天频道啊！季伯达，哎呦我去，一个人不认识，真是憋死我了！原来有聊天频道啊，终于到了我的主场了。季伯达，练习2年半，不对，你为什么是这个名字？我为啥是真名？这能改名吗？在哪改？练习2年半，只有最开始进入聊天频道时能改名，现在估计不能改了吧？哥们，你这名字挺不错的，还是别改了。张伟，卧槽，都换了个世界，还有小黑子是吧？真瞎头。聊天频道的出现让大家像是发现什么好东西一般，在其中聊个不停，里面的热闹和现实中的安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聊天频道出现后，似乎现实中刚才的冷清根本就没发生过一样，大家在里面各种分析这神话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后王强出现，给大家分享了一些他目前所知道的一些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多注意一下。顺带他还给大家分析了一下目前的局势，劝说那些不愿出去打怪升级的人，要想活下去就赶紧行动起来。现在大家面临3大危机，第一就是今天之后的保护屏障消失，这势必会有一些凶兽怪物趁着屏障消失之后想过来偷袭一波，大家根本防不胜防。第二就是3天后面临的受潮问题，这是一个强制性任务，所有人强制接受，赢了那还好说，皆大欢喜，但要是输了，那可是全属性扣除10点，这谁能受得了？而且大家都不知道，万一某一个属性点被扣成0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好奇，也没有人想要去尝试，大家内心还是想好好活下去的。而第3就是最开始面临的最大问题，在30天内把等级提升到10级。升级的方式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单纯的打怪升级，每合作击杀一只1级小怪的经验大概在2至5点左右。光是从1级升到2级，他们就发现一个小队至少也得杀50头小怪以上，才能至少全员到达2级。而这仅仅只是升级到2级的难度，足足50头小怪，不说杀了，就是找到50头都不是一件容易事，更别提还要击杀。而在这之后，升级到底会有多难，大家不得而知。但是以目前这个难度而言，越往后升级难度也会跟着直线上升。所以原以为的30天时间很充足，其实这30天根本就不够，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努力。王强的一番话让一部分人若有所思，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因为最开始的血腥和冲出去之后死了一群人的尸体感到害怕，心中想着能活一天算一天，反正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一部分人在经过劝说之后，拿出新手铁剑开始组队。如果在死亡和活下去之中做一个选择，大家还是宁愿活下去。这个世界很陌生，但同样也很精彩。全球所有人同时降临神话世界，在这里没有什么加班996，没有什么资本家的剥削，在这里人人平等。换了一个世界，大家都是从头开始，都是一条命和一把新手铁剑，大家都是血肉之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哪怕你在蓝星上身价1000亿，那又有什么用？在这里，现在是实力为尊，蓝星上的名誉、身份、金钱，狗屁不是。这里的增加属性点，那可是真正的增加属性，连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的那种。装备上新手铁剑之后，大家都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力量似乎强了许多，有些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也感觉自己挥舞起铁剑来居然丝毫不吃力。再一看属性值，因为新手铁剑力量+1的缘故，一些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力量跟上了平均值，而一些本就经常锻炼的人力量更是来到了11，甚至是12。装备上铁剑之后，大家也知道为何最初那人就那么傻乎乎的直接朝外面冲去了。换作是现在的他们，装备上铁剑之后都感觉浑身力量无限，很想大干一场。但因为有人已经探过路，他们只能压抑住这力量突然上涨的快感，但心中的坚定也多了一分。有装备在，这怪物也不咋吓人，只要多注意王强大佬给出的攻略，小心一些高敏捷的怪物就行了。一道寒芒闪过，又一头风狼失手分离。风狼的身边同样有着一个黑铁宝箱，这是苏然收获的第3个宝箱。不过这次并不着急，苏然先是来到风狼的尸体上发动天赋掠夺，掠夺成功，敏捷+3。不错，这次掠夺之后，自己的敏捷也来到了40，战力也终于突破300，来到了302，战力302。随后苏然的目光来到宝箱上，又是一个黑铁宝箱，不知道能给自己开出什么东西。打开宝箱，五彩的亮光再次一闪而过，留下了几样东西还在宝箱之中。首先就是最常见不过的神话币，神话币 X100，力量戒指，精英，绿色品质，
装备后力量加10，技能10x1。这次只有3件物品，但这个宝箱却是苏然3个宝箱中收获最大的一个。一个绿色品质精英装备就算了，竟然还有一枚技能10，2个极其珍贵的物品，竟然一个宝箱就开出来了。这在之前是自己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啊！能开出好东西的几率就已经百不足一，而像这种一次性开出2件宝贝的情况更是不可能，几率比中彩票还要低。看来这满级幸运值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强一些，毕竟似乎就连唯一神级天赋也是因为满级幸运值才抽取到的。第17章，技能10，鉴定术 LV2。力量戒指和自己手上的武器并不冲突，就像鱼鳞甲一样，可以同时增加多个装备的属性值。苏然在看完介绍后，直接就把力量戒指装备上，这可是足足10点力量，20的战力。要知道，刚才在新手村那群人只是装备上新手铁剑的力量，加一就让他们感觉浑身力量无限，而苏然这一加直接就是10点起步，这又是何等的酸爽！不过前世早已战力值上千甚至过万的他，对这一切就像是一点一点的拿回属于自己的力量，反应倒不是很大。装备上力量戒指后，苏然的力量直接来到了50，战力更是来到了322，这可是自己上一世3级都未达到的战力，而现在还不过短短1天，竟然就已经和上一世过去1周的自己已然没了差距。原来这就是开挂的感觉吗？爽，太爽了！技能10，苏然犹豫了一下，这枚技能10应该给哪个技能？原本只有一个选择还好，自己肯定就无脑投喂火球术，期待有一天一发火球术召唤出来，结果是几百上千个一起攻击，那场面想想都壮观。但现在除了火球术以外，还有了另一个选择，神技鉴定术。这无论是前中后期都非常有用的一个技能，升级之后无论是鉴定凶兽亦或者是灵草丹药之类的东西都非常有用。神话世界中除了有各种地图以外，还有数值不清各种各样的秘境，秘境中危险的同时又伴随着各种机遇，里面的怪物每个都强悍无比。不仅如此，就连进入秘境的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说不定就会因为不小心走错一步而葬送生命。但同等，秘境有多危险，就代表了通过秘境之后的奖励有多丰富。无数种秘境中，其中也不缺少有一些福利秘境，没有任何危险也就算了，奖励却十分丰厚。但也并不是全无代价，有些可能需要你完成一个任务，或者指定你完成一件什么事情，完成之后就会获得丰厚的奖励。当然也有那种直接白拿的秘境，但遇见的几率等同于没有，至少在目前这个新手村，上一世还没听过谁遇见这么一个秘境。犹豫片刻，苏然最后还是把技能10用在了鉴定术上。LV1 的鉴定术目前对自己的帮助并不大，新手村大部分凶兽的特点自己早就铭记于心，倒背如流了。苏然需要的是各类小怪的弱点，不是基础信息，那玩意在进入主城之后根本没啥用，大家靠着这么多次经验早就总结出来了，甚至还有人专门出书卖给别人，自己就曾经买过一份，好歹100神话币呢。升级成功，鉴定术提升至 LV2。 鉴定术 LV2 可对凶兽、灵草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是等级2变。 LV2 之后，介绍中从只能对凶兽进行鉴定多出了一个灵草，后面的介绍倒是没有什么变化，鉴定结果是等级2变。而这具体的鉴定结果苏然也不知道，看着身边风狼的尸体，苏然突发奇想，一个鉴定术鉴定风狼的信息。风狼，普通怪物，等级1，战力289。介绍：高攻击、高敏捷、中等防御，具有群居意识，务必小心谨慎。威胁程度：危险、无威胁、普通、一般、危险、非常危险、跑。鉴定术这信息给的比面板好多了，还会根据实力判断危险程度。威胁程度能达到危险级别，这估计应该是介绍中的群居意识。真要是一群风狼，不说很多，哪怕3只以上自己就不可力敌，只有暗中找机会，还有几分胜算。但自己的实力也不差，现在战力也是直接碾压，更别说现在自己拥有3年的战斗经验，还有前世未曾拥有的技能以及其他天赋。对付一只，威胁程度顶多普通或者一般，但要是群居，那威胁程度就得危险起步了。看来这鉴定术比自己想象中还要给力，居然还会根据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定义威胁程度，很大程度下还能帮助到自己一些。既然如此，现在300战力，是时候进行下一步计划了。秘境，我来了。在苏然朝着一个地方离开之后，一个小队刚才听见这边的打斗声，正准备过来支援时，却发现现场只剩下一具尸体。卧槽，人呢？刚才不还在打斗吗？这么快就结束了？赶来的其中一个人看着一片狼藉的现场，惊讶道：“你看那边尸体都还在那呢，这是谁？杀了怪物都不收尸体的吗？这么豪横！我去，这是风狼，战力足足有280多呢。这到底是谁？竟然把这头凶兽杀了，而且杀了就直接走了。”小队匆匆来迟，距离苏然离开原地已经有1分钟左右。他们听见动静后也没敢大意，因为队伍中有一人觉醒了，听觉增强，
在几百米围就听见了这边传来的动静。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小队最后还是决定过来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如果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毕竟大家都出来这个世界，多个人多个照应，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结果，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并没有看见什么想象中激烈的战斗，只空留一具疯狼尸体留在原地，旁边还有一个用过的空箱子。仔细一看疯狼的战力，卧槽，289！大家都才刚降临这个世界不久，这是谁竟然能杀掉一只近300战力的疯狼？这可是他们看见都要绕道走的凶兽。于是迟疑片刻，小队中实力最高的人拿出聊天频道自带的拍照功能，给疯狼拍了个照往聊天频道一发。练习2年半，疯狼图片点 JPG。练习2年半，王强大佬，这个疯狼是你杀的吗？我们刚才听见这边有打斗声，过来一看就剩下一具尸体了，没有看见其他的。练习2年半，对了，这疯狼的战力足足有289呢，这一看就是大佬杀的吧？这尸体你还要吗？第18章，还有高手。疯狼的图片一出现在聊天频道中，顿时炸出了一群潜水的人，一个个直呼卧槽，这可是狼啊，货真价实的狼，不是之前的赤羽鸡能够相比的。而且听这人所描述，这疯狼的战力足足高达289，比赤羽鸡不知道强了多少。这么一想，大家也都觉得这疯狼估计就是王强大佬他们小队击杀的了。一时间，整个聊天频道都是一片夸赞。张伟，不愧是王强大佬，我们现在都还没遇见一只凶兽呢，王强大佬就已经开始猎杀疯狼这种凶残的凶兽了，羡慕大佬的队友们。季伯达，大佬就是大佬，这击杀了疯狼之后，居然连尸体都看不上，直接就去找下一只凶兽了。什么时候我也能像大佬这么强就好了。赵刚，王强大佬，这疯狼有什么特点吗？快接近300的战力，能分享一下战斗经验吗？到时候如果我们遇见，也能想办法对付一下。黄万，王强，对呀大佬，我们小队这才刚出发，万一要是遇见这疯狼，恐怕都有些难以对付，能不能告诉我们这疯狼有没有什么弱点什么的呀？此时正解决完2只灰原兔的王强收到系统的疯狂提示，聊天频道中有许多人正在艾特自己。有些奇怪的王强点开聊天频道，在看见众人的询问，他把聊天记录往上面翻了翻，很快就看见了练习2年半发的图片。疯狼点 JPG， 死！王强倒吸一口冷气，这头疯狼他们遇见过，当时只是远远的看了一眼，发现疯狼的战力足足有289的时候，就直接选择绕路而行。虽然自己开启天赋之后和其余几个队友联合起来应该能够击杀疯狼，但这样的代价太大，自己的天赋也会陷入冷却，并且这疯狼带来的收益是未知的，自己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天赋在关键的时候甚至能保命。所以在看见疯狼的战力思考片刻，王强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那个地方，转头来击杀灰原兔这些战力并不高的小怪。灰原兔普通怪物，等级1，战力220。灰原兔普通怪物，等级1，战力229。一共2只灰原兔，战力都不过是200出头，在几人的配合之下，很快就把2只灰原兔给击杀了。但现在聊天频道中居然有人发现刚才那头疯狼被击杀，并且尸体还留在原地没有拿走。看着收入背包中的2只灰原兔，王强苦涩一笑，自己怎么可能看不上凶兽尸体？自己这2只灰原兔还比不上疯狼1半肉多，除非自己是傻逼，不然绝不会任由疯狼的尸体留在原地。不过现阶段除了自己，到底还有谁有这能耐击杀疯狼？这可是连自己看见了都要绕道走的怪物，竟然直接被人杀了。而且看这尸体，这疯狼似乎是最后直接被一刀斩首分离，疯狼连反抗都来不及。尸首分离，仅凭现在众人手上的新手铁剑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么暴力，顶多也就割个喉什么的，所以击杀这头疯狼的人一定有更强的武器。等等，武器！不知为何，王强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苏然的身影。就在不久前，他就亲眼看见了那家伙手上与众不同的武器，看起来比他们手上的这新手铁剑好上不知道多少。除此之外，王强想不出任何一个其他的人选，似乎除了他之外，不可能再有第2个人有这份实力。想到这，王强也就释然了，一切问题也都想通了。难怪那家伙最开始就拒绝了自己的邀请，而且一直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大家都以为他这是送死，一个人迟早也会出事，但其实不然，他的实力比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强上不少，一个人就能解决疯狼，换做自己肯定是做不到的，除非开启天赋。但天赋效果时间一旦过去，那迎接自己的就是死亡。所以除非是要拼命，一般情况下自己是不会轻易动用天赋，毕竟这天赋强是强，但冷却时间也是够久的。要是一个不注意，天赋一旦进入冷却，再遇上什么危险，那可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得知真相后的王强此时看着还在疯狂讨论的消息，于是主动解释：王强，大家都不要乱猜了，这疯狼并不是我杀的，现阶段能够与疯狼厮杀的人并不多，
我虽然算一个，但也不敢去招惹这种凶兽。要知道，这狼可是群居动物，万一遇见一个狼群，那即使我有天大的本事，估计也得命丧狼口了。不过大家说了这么久，也没人出来认领，想必那位隐藏的大佬一定很低调，所以大家都不要乱猜了，该干啥干啥去吧。还有那位捡到尸体的兄弟，既然大佬看不上，你就收下吧，不能白白浪费了。对了，我刚才又发现一个怪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待会我发出来的攻略。这怪物和蓝星上的兔子差不多，叫灰原兔。王强出面之后，见苏然没有在其中发送消息，考虑一下后就没有暴露他的身份。王强一说话，整个聊天频道顿时安静下来，大家都等待着大佬的发言。结果这不说话还好，一说话直接把在聊天频道的所有人都惊住了。什么鬼？这疯狼竟然不是王强大佬杀的吗？是另一个大佬杀的。而且这疯狼竟然连王强大佬都不敢招惹，那击杀这个疯狼的人到底有多厉害？竟然比王强大佬还强。要知道，从降临神话世界直到现在，大家已知最厉害的人就是王强大佬。A 级天赋狂战士一开启，对上他们几十个人也绰绰有余。面对数百只赤羽鸡，他们小队更是有击杀了20只左右的凶悍成绩。在他们眼中，王强已经能称得上10086新手村第一人。但现在，就是他们眼中的第一人竟然亲口承认他不如别人，而这个别人他们却连是谁都不知道，这怎能不让他们惊讶？第19章猜测，高手是苏然。而且看这疯狼尸首分离，一看击杀者实力就十分不凡。除了王强之外，他们新手村之中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尊巨老。在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一大群人震惊不已，甚至还有一部分人都觉得大佬肯定是在谦虚，毕竟在场的各位除了王强以外，还有谁有这份实力呢？要知道，现在距离大家降临神话世界也才过去半天左右，能够进入森林进行探索的小队都屈指可数，王强小队更是第一个出发。到底是谁能在短时间内就有这么大的提升，甚至还直接超越了拥有 A 级天赋的王强大佬？这么快的提升速度，他们简直想都不敢想。练习2年半啊，这不是王强大佬击杀的吗？那到底是哪位大佬在聊天频道吗？不然我也不好把人家的战利品给拿走啊。张伟，卧槽，你小子真是捡到便宜了，大佬看不上的尸体被你小子给捡漏，羡慕嫉妒。季伯达，这疯狼竟然是连王强大佬都不敢招惹的存在，所以击杀疯狼的这位隐藏大佬究竟是谁？有人知道吗？赵刚，恐怖如斯，看这疯狼的伤势，这大佬应该是直接一剑或者一刀把疯狼砍成2半，仅凭我们现在的力量根本做不到。黄万，原来这看似普通的新手村中竟然如此卧虎藏龙，看来我神话第一剑仙的身份也瞒不住了。季伯达，都让开，让我来咨询他。原本还在讨论隐藏大佬到底是谁的话题，一下子就被带歪，一个个都开始吹牛，剑仙、神王，最后就连在另一个世界的千古一帝秦始皇都被人给搬了出来。王强见大家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也就退出了聊天频道，现在还需要继续提升实力，打怪升级刻不容缓。见王强退出聊天频道之后，只见他身边的几个队友神色复杂的看着自己，顾晨神色最为复杂，他们都已经隐隐猜测出这个隐藏的大佬到底是谁了。除了之前那位他们自认为迟早会死在凶兽口下的苏然，除此之外，他们想不出还有谁现在能有这般实力。仅仅只是他手上的武器就已经甩开了他们不知道多少，甚至比自己的老大还强，这其中巨大的转变让他们有些难以接受。老大，那个人你说会不会是那家伙？顾晨不确定的开口问道，语气中还带有一丝不相信。那家伙，在场的几人都知道说的是谁，毕竟能符合这些条件的人也就只有之前在新手村遇见的那个家伙了。苏然，苏然的苏，苏然的然。原本顾晨最开始还觉得这小子都到这个世界了还这么装逼，一个人单打独斗迟早也会死在凶兽口中，但现在没想到人家之所以选择单打独斗，那是人家有这个本事，一个人也能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中存活下去，甚至比他们还要更轻松一些。所以之前苏然拒绝他们的邀请并不是什么不知好歹，而是人家压根就看不上他们。想到这，他们心中皆是一番苦涩，这哪是什么自大狂，这是一尊巨老啊！单杀一头战力接近300的疯狼，这哪怕是现在他们的老大也做不到啊！击杀这么多头小怪，虽然他们没有爆出想象中的武器装备，但还是有一颗什么魂珠，只要使用后就能永久增加属性值。不过击杀了这么多头怪物才爆出一个魂珠，大家自然是选择把魂珠交给王强服用，毕竟只有王强的实力强大了，他们才能过得更舒服。直到现在，王强原本就不俗的属性点加上魂珠和武器的增幅，战力这才勉强来到100左右，和疯狼的战力足足差了3倍。要知道他们连一点力量属性的变化都感觉自身实力得到了增强，而这也只不过是增加了2点战力而已。200战力的差距，想想他们就知道这其中巨大的差距。而就是这么一个巨大的差距，之前他们看不起的一个人竟然轻松就杀死了疯狼，
那他本身的实力到底有多强？不过，要是让他们知道现在苏然的战力就已经300多的话，估计他们现在的表情又得换一换了。大家战力还没过100，你就已经300了，人比人，气死人！好在他们并不知道苏然的具体实力，都在猜想苏然是不是也有一个 A 级天赋，凭借着天赋才轻松杀死了风狼。要是让他们知道苏然现在的裸战力的话，估计会被直接打击的连升级的心态都没了。不过好在他们不知道苏然也不会主动去说，让他们还留有一层幻想，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超过他。江启闻言没有犹豫的跟着点了点头，我也感觉有可能是苏然，在现阶段之中唯一能有这个实力击杀风狼的人就只有他。至于其他人，如果不是我们主动进入森林中探索，他们甚至都不敢出屏障，所以直接就排除。没怎么说过话的韩晨此时也附和道，没错，除了苏然外，应该没有其他人有这个实力，而他的依仗应该就是之前注意到的那件武器。说这话时，韩晨眼底有一丝欲望闪过，但很快他又和一个没事人一样站在队伍边缘。王强听着队伍里其他人的分析，也感觉就是如此。我也认为击杀风狼的人就是苏然，不过我们现在都还只是猜测，具体情况没亲眼看见，谁也不知道。不过是谁杀的，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3天后兽潮来临，答案自会见分晓。那时候即使想隐藏，也隐藏不了。走吧，继续找其他凶兽。我们要赶在兽潮来临前多提升实力，这样才能在这危机四伏的世界中活下去。说罢，几人也没再纠结这件事，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四周的环境中。万一这里面藏着一个什么厉害的凶兽，那到时候真就跑都来不及了。唯有韩晨走在队伍末尾的一侧，眼珠子滴溜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事件的主人公苏然此时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第20章秘境世界奖励。一个爬满了藤蔓的山坡前，苏然看了一眼，随后仔细地打量着四周。位置肯定没记错，这可是新手村中第一个发现的秘境。当时整个聊天频道都在讨论秘境的事情，而秘境位置更是人人皆知。秘境是一个小队意外发现的，一群人以为里面有什么机缘，就这么愣愣地进去，但最后一个小队却只有2人活着出来。出来后他们也没办法，最后干脆直接公布了秘境的位置以及里面的情况。听那2人描述，这秘境中有一群风狼，而那群风狼似乎在守护着一个什么东西。当他们小队小心翼翼地靠近30米范围内后，原本对他们置之不理的风狼突然暴起，一窝蜂朝他们厮杀而来。因为事发突然，连给几人反应的时间都没有，风狼直接冲上来就扑倒了一个队友，随后一声惨叫才把他们拉回现实。再一看，队友已经没了气息，而剩下的4人，他们就全速朝秘境出口跑去。不过在风狼的追杀下，最后只有2人逃出升天，而剩下的3人就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至于这秘境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表示也不知道，因为还没等他们看见就被抱走的风狼追杀，根本没有心思去看被风狼守护的东西是什么。这2人活着出来后，就想着反正他们也不可能对付得了那群风狼，还不如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让人过来杀了那群风狼，为其他几个队友报仇。这件事情最后也是王强过来处理的，击杀风狼之后获得的东西，他没告诉任何人。现在苏然就是为了这份机缘而来。除了秘境里面的收获之外，苏然真实的目的却比这里面的收获更重要一些。以前玩游戏的时候，只要跟第一站上面的东西都有可能触发全服通告，神话世界亦是如此。上一世就有一个来自鹰将国的高手，第一个通过秘境触发了世界通报，并且获得了来自神话世界的奖赏。这里面的奖励除了他本人以外，并没有人知道，但每个人都清楚，能让神话全世界通告并奖励的东西，那必不可能差。再怎么也绝对比这一个秘境的收获要强很多。一群风狼，按照上一世情报来说，应该是5至7只左右。之前自己遇见一只风狼鉴定术给出的提示是危险，而且很大可能就是因为群居的原因。既然连严重危险都算不上，那自己还是可以试一试，一旦风险提升，自己就马上撤退。世界奖励固然重要，但比起小命而言，还是自己的命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自己能活下去，那迟早也会走上世界之巅，没必要在前期冒太大的风险。一刀砍开面前的藤蔓后，一个破败的山洞出现在苏然面前。情报没错的话，这山洞里面就是秘境入口，这也是够隐蔽的。也不知道上一世那个小队是怎么发现这么隐蔽的山洞。本就破败的山洞，再加上藤蔓的遮掩，若不是苏然有确切的信息，恐怕都不会注意这藤蔓的后面竟隐藏着一个秘境。砍开藤蔓后，苏然小心翼翼地来到山洞入口处。虽然情报中这附近没有什么怪物，但现在毕竟时间线不同，自己还是小心为妙。看着漆黑的山洞，苏然犹豫片刻，就弓着身子沿着山洞边缘慢慢向前走，时刻小心着附近的动静，一旦发现不对，就立马掉头走人。好在这一路几十米过来，苏然没有听见任何一点动静，很快就来到了描述中秘境的入口处。
幽幽的蓝光在黑暗中带来了一丝光亮，蓝光绕着边缘绘制成一个门的形状，等待着有缘人进入。苏然知道，这就是自己此行的目的。现在才降临神话世界第一天，全世界现在都人心惶惶，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快自己一步通关秘境，拿到世界奖励。要知道，上一世哪怕是鹰将国未来的白榜高手，也不过才堪堪在降临的第3天才通关秘境，触发世界通告，从而得到奖励。而现在第一天自己的战力就来到300多，已经领先别人好几天，已经有资格来单刷秘境。毕竟那个探索秘境的小队当时也不过才100多战力，最高的也不过才200出头的战力，这样都还有2个人能从秘境中逃出来，自己即使不敌，那直接跑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打定主意后，苏然直接进入了那道幽蓝色的门。进入的瞬间，苏然眼前一黑，在恢复视野时，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异空间内。秘境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另类的空间，类似于平行空间这种说法。秘境一般都不会很大，特别是像这种只有几只风狼存在的秘境，自己走上几分钟应该就能看见那群风狼。打量了一下四周，这秘境像是在一个山谷内，自己身处山谷最低处，而往前走就是朝山谷上面走去。山谷中长满了鲜花绿草，时不时有几棵高大的树木耸立在路面上。不过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属于整个山谷的最低处，要想找到那群群聚的风狼，应该得去最顶上。时间还很充足，苏然也并不急，一路上走走停停，欣赏着这片刻的宁静舒适。这种感觉自从上一世降临神话世界之后，自己3年来从未再体会过这种放松，每天都活在紧绷之中，时刻提防着四周。呼长出一口气后，苏然快速朝山谷之巅跑去。自己重生之后，蝴蝶效应可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万一自己重生之后一些事情被改变，自己这世界奖励可就会被人给夺走了。到嘴的肥肉岂有不要的道理？速战速决。第21章风狼群击杀。很快，一路狂奔的苏然就来到了秘境最高处。这看似很远的地方，其实也就不过几百米的距离而已。来到山谷最高处，苏然发现这秘境确实不大，一头到另一头顶多也就几公里的距离，更别说这山谷很多地方都是一片平原，树木又不是很多，所以苏然一眼就看见了山谷另一边的风狼们。这里从上往下看视野很好，苏然能清晰地看见下面躺着的风狼。细数一下，一共有6只风狼，和情报所说大差不差。风狼群躲在一棵大树下乘凉。这秘境虽然不大，但天上却同样有一个和太阳一样的东西照亮整个秘境，说实话甚至还感觉有些炎热。而苏然此时也依稀地看见了那小队口中所谓守护的东西，一株不知名植物上结着几个果子，金色的，但由于太远而且还有树木的遮挡，苏然一时半会还不知道这果子到底是什么。既然如此，6只风狼自己应该勉强能对付一下，正好试试目前的实力到底如何。想着，苏然直接动身，悄悄往风狼方向靠拢，一路上借着地势隐藏着身躯，几头风狼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来到近100米处，苏然躲在一棵树后，静静地看着6头风狼。鉴定术此时也给出了风狼的信息：风狼，普通怪物，等级1，战力298。介绍：高攻击、高敏捷、中等防御，具有群居意识，务必小心谨慎。威胁程度：危险。风狼，普通怪物，等级1，战力302。介绍：高攻击、高敏捷、中等防御，具有群居意识，务必小心谨慎。威胁程度：危险。风狼，普通怪物，战力295。一共6只风狼，每头风狼的战力全都在290以上，甚至还有一头超过300，来到了302。不过即使如此，鉴定术给出的威胁程度依旧还是危险，看样子自己还有机会。火球术升级之后，自己还没试过威力，正巧这次有足足6只，这倒是可以试一试威力如何了。看见鉴定术的威胁程度没有变化，苏然稍稍放下心，这次的世界奖励自己势必要拿到手。100米，这距离自然不在火球术的攻击范围之内，可5米的话就相当于和风狼正面硬刚，这四周又没有什么可以隐蔽的地方，看来这次得正面交锋了。苏然右手紧握赤羽狂刀，自己必须先发制人，杀死1只风狼，不然之后面对6只风狼的同时进攻，自己肯定吃不消。别忘了，自己现在的天赋可不是属性增强，而是一个中后期神技掠夺者。虽然前期没有那么猛，但在之后他可是能掠夺天赋，只要谁招惹自己，你的天赋是 S 级。不好意思，归我了。自己击杀的人不知道能不能100%掠夺天赋，自己还没试过，有机会肯定得试一试。不过既然这凶兽都能100%掠夺，这天赋肯定也可以吧，只是不是自己击杀的人无法100%掠夺而已。希望自己的猜测没错。苏然躲在树后等待时机，只要第一击能秒杀一个，那之后就能更轻松1分。时间1分1秒过去，苏然突然眼神一凛，机会来了。此时
6头风狼的视线全都没有在自己方向，现在就是偷袭的最佳时期。杀！苏然没有犹豫，见时机成熟，直接从树下冲出，朝风狼杀去。100米距离，苏然疾步如风，短短几秒时间，苏然就已经来到了风狼身边。6头风狼的位置很分散，每头的间隔应该有3-5米左右，而距离苏然最近的这头，在苏然距离他30米左右时，突然好像感应到什么一样，扭头朝后面一看，一把大刀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他面前，一刀挥下，噗呲，鲜血四溅。这突如其来的动静让其他几头风狼顿时察觉到危险，纷纷站起身，死盯着苏然。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让他们知道，刚才的一瞬间他们就少了一个同伴，而凶手就是眼前的这个人类。其余几头狼反应过来的同时，苏然也没闲着，一发火球术径直的朝距离最近的那头风狼袭去。嗷呜！风狼被2个突然出现的火球打得措手不及，虽然在火球出现的瞬间已经全力躲避，但还是被2颗火球重重砸中。顿时，风狼虽然没被秒杀，但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倒地不起，躺在地上苦苦哀嚎着。另外4头风狼见此情况，眼神中闪过一丝愤怒，这可是他们的同伴，这个突然出现的外来者一上来就杀了他们2个同伴，今天他必须死。知道眼前这个外来者手段奇怪之后，4头风狼心有灵犀般，同时朝苏然攻击而来。一头负责站在正前方吸引苏然的注意力，另外2头负责侧面攻击，而最后一头此时已经绕到了苏然身后，准备偷袭。风狼这点小动作自然瞒不过苏然，在身后进行的瞬间，苏然一个侧身就轻易躲过。侧身的2头风狼也在此时发动攻击，苏然直接就是发动天赋能量护盾。没怎么用这天赋，苏然差点都忘了自己还有这个天赋，现在这种情况自然最适合拿出来用了。使用天赋后，苏然四周有一个淡淡的防护罩瞬间包裹全身，在2头风狼攻击过来的同时，苏然没有退避，选择直接硬刚。选择一头风狼作为目标后，苏然直接一刀朝风狼脖子砍去。自己杀了几头风狼，感觉他们全身上下也就脖子防御最薄弱，想来脖子应该就是他们的弱点。全力应对一头风狼，苏然这一击足足300多战力的实力，一刀斩杀风狼自然不在话下。又是噗呲一声，风狼再次溅起一层血，不过被苏然完美躲开。自己可没有新衣服能够进行更换，要是不小心染上血，那就得染上一丝血腥味，那味道可不好受。再次击杀一头风狼后，苏然脚步一顿，防护罩也跟着消失。这防护罩替自己挡下了另一头风狼的致命攻击，现在也该轮到他了。回手掏，一刀深深砍进风狼血肉之中，痛得他不停大声嚎叫。抽出大刀，剩下2头风狼再次同时攻击而来，但气势已经没有最初那么强硬。苏然连续击伤他们好几个兄弟，他们的心中已经隐隐升起退意，若不是现在愤怒远远超过了恐惧，恐怕他们现在早已跑路。第22章心术果实。2头风狼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攻击手段，只是一个朝苏然的脖子，一个朝手臂咬去。以他们300多的战力，只要任何一头咬上那么一口，苏然就会直接重伤。到那时，眼前这个外来者就是他们的盘中餐，随意宰杀。不过想象很美好，现实却给他们一记迎头重击。苏然在一个回手掏再次干倒一头风狼后，就急速后退，面对剩下2头风狼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没必要冒这个风险继续硬刚。能量护盾有1小时的冷却时间，而火球术也同样有10分钟的冷却时间，所以接下来自己应对剩下2头风狼就只能用自身的实力或者智取。原本如果自己要应对6头风狼的话，那给自己10个胆子也不敢直接硬刚，也就是有火球术和能量护盾的存在，可以用天赋和技能的优势先解决几头风狼，剩下的也就不足为惧了。见一击没得逞，剩下2头风狼也没有了最初的那股狠劲，看着身边自己同伴的尸体，他们一时对前方这个外来者充满恐惧，也不敢主动攻击，双方就这么对视着。苏然见此心中暗喜，这么对峙只需要几分钟，自己体力就能恢复的差不多，到时候对付这2头风狼还不是轻轻松松。是的，在刚才瞬间做出这么多应对措施，苏然的体力也被消耗一些。虽然2头风狼对苏然的威胁已经不大，但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自己也不敢轻举妄动。就这么对峙了约2分钟左右，苏然感觉自己的消耗的体力已经恢复完整，而那2头风狼还是不敢有所动作。既然他们不主动，那就没必要再耗下去了。杀！苏然提着大刀直接朝左边那头风狼杀去。见苏然一动，最后剩下的2头风狼也终于开始行动。不过这次并不是一同进攻苏然，而是2头风狼同时向后退一步，眼中已然没有了战意。但在退后的途中，他们无意看见了守护的果子马上就要成熟，一股浓郁的果香已经弥漫在空气中。于是乎，2头风狼嗷呜交流2声，苏然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在这之后，被盯上的那头风狼没再退缩，反而还主动朝苏然攻击而来。
而另一头风狼却是方向一变，直直的朝果子冲去。他的潜意识告诉他，只要吃下这个果子，就能让自己有很大的变化，甚至打败眼前这个外来者。苏然本还有些疑惑这一个送死一个逃命的选择，但在看见另一头风狼方向的果子之后，他就明白了。该死，绝不能让这风狼得逞。明白一切后，苏然果断放弃击杀面前这头风狼的想法，脚步一转，直接朝另一头风狼追去。这里距离果子不过50米的距离，风狼的速度很快，但苏然的武器更快。眼见着2条腿追不上4条腿，苏然一咬牙，直接把手上的武器扔向风狼，不求能直接命中，只要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就行。风狼跑得再快，也快不过在空中飞翔的武器，一把大刀赫然插在了他的必经之路上。这突如其来的大刀给风狼吓了一跳，身子一顿，向前的步子也顿时停下。苏然抓住时机，一个箭步来到风狼身前，趁他还在愣神之际，趁他并要他命，一把拿起插在地上的大刀，随后毫不犹豫地朝他脖子处砍去。连一声惨叫都没传出来，又一头风狼倒下。接下来只剩下最后一头风狼。当苏然把目光放在最后一头风狼时，明显感觉他的动作一顿，身后的尾巴更是直直地竖起。啊嗷！风狼低吼警告着这个外来者，吼声中更是掺杂了无数愤怒。剩下最后一头风狼，局面已经完全被苏然掌握，接下来只需要把这最后一头风狼解决就行了。鲜血此时已经染红了大刀，刀尖上时不时还滴落几滴鲜红的血液在脚下的草地上。最后一头风狼没有丝毫悬念，在一声惨叫之后被苏然砍死。接下来苏然一个接一个结束了那些重伤还没死透的风狼，每触碰一具尸体的同时发动天赋，掠夺成功，力量加3，掠夺成功，体质加3，掠夺成功，精神加3。连续6道提示音，苏然每个尸体都掠夺了3点属性点，6头一共就是18点，一共获得了6点力量，3点体质，3点敏捷，6点精神，战力358，一共18点属性点。这6头风狼直接让苏然的战力来到358，这其中还不算其他的奖励。这掠夺者果然不愧是唯一神级天赋，这还没到中后期就已经这么猛，要是再掠夺一些天赋，那岂不是更逆天？随后苏然再看向另外一道提示音，击杀1级风狼，经验值加2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击杀1级风狼，经验值加2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击杀，同样连续6道提示，这6头风狼直接给自己贡献了120点经验，自己的经验条直接就从原本的20涨到了140，现在只差60经验值就能升到3级。这升级速度，哪怕是换作前世白榜第一来了，也得说一句牛逼。至于接下来就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清点收获。还没来得及查看6头风狼的掉落物，苏然马不停蹄地来到那株接着神秘国字的植物旁。鉴定术发动， B 级特殊物品心术果实。作用：心术经过长时间吸收日月精华后结出的果实，3年一熟，一株心术一生只会结1次果，吞服后精神力加10。B 级特殊物品心术。介绍：前面的介绍苏然还没来得及看，他只看见了最后那句精神力加10。卧槽！苏然忍不住惊呼出声，一个果子就能直接加10点精神力，这就是20点战力，一个果子就能如此，要是自己有数百个，岂不是直接无敌？第23章疯狂收获世界通告。数了一下，这果子一共有3颗，这就是足足30点精神属性点，60战力。精神点啊，要知道自己的火球术威力就和精神相关，要是自己刚才有这增加的30点精神，一发火球就直接能秒杀一头风狼，而不会像现在这样还留有一口气。高兴之后的苏然看向果实的介绍，可惜这一株植物是一次性用品，结完果之后就会枯死，自己只能收获3颗果实。既然知道这株植物没了用处，3颗果实也已经全部成熟，苏然干脆直接把3颗果实全部摘了下来，随便从其中拿出1颗，苏然一口咬下去，果实的汁水瞬间让味蕾得到满足，酸甜酸甜的口感让苏然眼前一亮。一口一口吃着的同时，提示音也跟着传来：服用心术果实，精神加10。注：除第1口有效外，剩下的果肉只能用来充饥。连续行动这么久，苏然肚子早就已经有些饿了，这果子正好能用来填饱一下肚子。咔嚓咔嚓，一连几大口，3颗果实很快就被苏然吃得一干二净。服用心术果实，精神加10。服用心术果实，精神加10。3颗果实一共增加了30精神点，原本只有38的精神，经过这一波增幅，更是直接来到了68点。战力418。精神点增加的瞬间，苏然感觉浑身一阵飘飘然，舒服的想要当场原地升天。400战力，这才降临神话世界第1天，
自己的战力竟然就已经来到了400，这简直恐怖如斯。要知道，上一世的自己3级战力也不过才200多，接近300，而现在不过2级，战力就已经来到了400，而且这还不是极限。这一次秘境果然来对了。星树在被苏然摘掉果实后，短短数秒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死，最后化作灰尘被一阵风吹散。秘境中最大的收获已经被自己收入囊中，接下来就是这6头风狼所爆出来的东西。神话币 X120，6头风狼每头爆出20神话币，一共120，加上之前的现在一共有540神话币，这放在前世都算是一笔巨款了。自己是满级幸运值，所以爆出来的神话币每次都是固定的20枚，这应该就是1级小怪能爆出的最大额度。正常人击杀一头1级小怪也只能爆出来1-10枚神话币不等，运气稍差一点的每次都是5枚以下，也只有自己是个例外，次次都是稳定的20枚神话币。这要是让别人知道，那估计得羡慕死。神话币这可是神话世界中唯一的货币，虽然目前大家不知道这神话币有啥其他的作用，但也知道这肯定是个好东西，相当于前世的货币。神话币目前作用并不大，不过谁也不嫌自己手里的东西多，别忘了还有个财富榜第一，苏然也要争取一下。1级魂珠 X3， 技能石 X2， 技能书速度增幅，绿色品质。 F 级特殊道具衣物一套，魂珠、技能石、技能书。这风狼能爆的东西比赤羽鸡也强太多了吧？自己杀了7只赤羽鸡，一共爆出来的东西还不足现在的一半，只是6头风狼竟然就能爆出这么多东西，即使是知道自己拥有满级幸运值的苏然也忍不住咂舌。3颗魂珠，若是上一世的自己获得这3颗魂珠，肯定高兴的要死，但现在嘛，蚊子再小也是肉。使用成功，敏捷加3，8%。技能石，苏然看见新爆出的技能，决定先等一会，先看完新技能再考虑用在哪个技能上也不迟。速度增幅，绿色品质，使用后1分钟内敏捷提升2倍，无副作用，冷却时间1小时。是否学习技能？没有犹豫，苏然直接学习。这速度增幅也是一个不错的技能，若是刚才在另一头风狼朝星树果实冲过去的时候，自己就能用这技能瞬间提速，一刀斩杀他，而不是把自己的武器扔出去阻拦风狼的必经之路。虽然最后确实有用，但风险也同样有，而且很高。但有了这技能就不一样了，无论是刚才的情况追杀还是跑路，都能称得上一个好技能。正好自己现在空有攻击技能，却没有跑路保命的技能，这速度增幅也是来得及时。升级鉴定术和速度增幅。鉴定术 LV3， 可对凶兽、灵草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是等级2变。速度增幅 LV2， 使用后1分钟内敏捷提升3倍，无副作用，冷却时间1小时。1分钟内提升3倍敏捷，足够了。战斗中每秒都是瞬息万变，更别说这技能足足有1分钟的时间，在关键时候这技能就能让自己反败为胜。不错，这一次的秘境之旅收获已经超乎自己想象，不仅把战力提升到了400，更是获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技能。最后一个，衣物一套。正愁不知道换洗衣物怎么搞，这还来得挺及时，不过这才第1天，倒也不急着换新的。6头风狼尸体，这次苏然倒不会浪费，直接全部收入背包中，作为一个口粮也蛮不错的。上辈子自己也吃过风狼肉，烤熟了之后没有调料光吃也是非常香的。整理好这一切，苏然确定这秘境中没有其他东西后，回到了最初传送进来的地方。这一行大概就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左右。从传送门出来之后，苏然重新来到了一片黑暗的山洞里，而原本在自己面前的那幽蓝色的门，此时已消失不见。随之而来的是一道响彻全世界的通告：恭喜10086新手村求生者苏然首次通关秘境，普天同庆，特此进行世界通报奖励。恭喜10086新手村求生者苏然首次通关秘境，普天同庆，特此进行世界通报奖励。恭喜！连续3道提示音出现在所有人面前，引得整个神话世界所有人为之震撼。第24章，各国震惊。此时10086新手村的聊天频道更是直接炸锅，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位触发世界通告的大佬竟然就是他们新手村的人。练习2年半，卧槽卧槽卧槽，苏然大佬竟然是我们10086新手村的人，为什么从来没见过这位大佬冒泡？这可是世界通告啊！季伯达，牛逼！这苏然大佬到底是谁？有谁认识这位大佬吗？这可是世界通告啊！全世界所有人都能收到这条消息，包括小樱花和鹰酱的人。赵刚，尼玛，我们新手村竟然还有这么一位隐藏大佬，苏然大佬腿上还缺挂件吗？黄万，卧槽！我就随口一说，结果这新手村真就卧虎藏龙啊！秘境，这秘境又是个啥东西？我连一头凶兽都还没碰见呢，这怎么就已经开始通关秘境了？张三苏然，这就是那位大佬吧？卧槽，这不就是之前那位拒绝王强大佬邀请的人吗？原来人家这么强啊！
聊天频道中，每个人的名字最开始有一次更改的机会，但除了那个练习2年半以外，大家都没有改掉名字，头像也是每个人的真实大头照。很快就已经有人在聊天频道成员中找到苏然的名字，往头像上一看，这不正是之前拒绝了王强小队的邀请，选择独自进入森林的人吗？我去，难怪人家敢拒绝王强大佬，原来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大佬，亏自己之前还觉得这人是傻子呢。知道了苏然的身份后，聊天频道中也从讨论身份变成了猜测苏然的实力如何。而此时的王强小队、世界通告他们自然也收到了。苏然，王强神色复杂，脸上表情一阵变换，就连刚刚升级的喜悦此时也化作一声长叹。降临神话世界第1天还没过去，原以为自己在短短1天内升到2级已经算是很强了，但没想到这新手村中还有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不只是强，是强的有些变态了。秘境这玩意光听名字就知道是什么东西，这几乎是每个网游必备的东西，换个名字就是副本。不过副本是用来刷经验升级的，这秘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而这种地方哪怕是用来刷经验里面的怪物应该也不少，也就是说苏然一人就应对了秘境中所有的怪物，并且成功通关。虽然不知道里面的怪物实力如何，但能获得世界通告，想必这其中的含金量完全超乎自己的想象，这可是世界通告。自己为什么会遇上这么一个变态？一时间王强感觉自己的信心都有被打击到，但很快又调整过来，既然比不上，那就把他当作对手，当作目标，一直朝他前进，直至彻底超越他。想到这，王强重拾信心，充满激情。与此同时，他身边的几位队友此刻也是神色极其复杂，根本想不到触发世界通告的人竟然是苏然。原本他们还在猜测那风狼到底是不是苏然的杰作，毕竟万一除了苏然之外还有隐藏的高手呢，这些大家都不知道。但现在他们确认，那头风狼的击杀者肯定是苏然，连世界通告都触发了，一头风狼而已，这不是很合理吗？顾晨现在是彻底尴尬住了，他是真没想到苏然竟然是10086新手村中隐藏的大佬，原本还以为是个装逼犯，没想到他是真牛逼啊！世界通告，他们连个秘境的影子都没看见一个，更别提什么通关秘境了。最为关键的是，那苏然是一个人单独行动，在这危机四伏的神话世界中，独行者还能有如此壮举，这足以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当与所有人不同的是，队伍角落的韩晨听见这连续3道的提示音，他的眼底闪过的是无尽的贪婪。现在在他眼中，苏然不过就是靠着一把好武器通关那什么秘境，然后触发世界通告而已。这武器既然这么强，要是到自己手里的话，一定能发挥出最大作用。苏然，不过是一个靠外力的家伙罢了，我要是有这么一把武器，我上我也行。韩晨心中对此不屑一顾，这家伙不过就是运气好了一些，能拥有一把好武器而已。要是给自己，那这世界通告不也是属于自己的吗？不过这才降临没多久，这苏然的实力应该不是很强吧？这世界通告不仅仅是他们震惊，就连其他新手村乃至其他国家的人也为此震惊不已。樱花国某新手村聊天频道中，没穿内裤，8嘎牙路，这个苏然到底是谁？这是我樱花国才能获得的荣誉，怎么被一个华夏人抢过去了？松岛菜子，什么情况？这个华夏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能获得世界通告？那秘境又是什么东西？坂田二郎，竟然是该死的华夏人，他们凭什么获得奖励？这苏然到底是谁？只有我们樱花国才能配得上这个荣誉。山下智也，可恶的华夏人，竟然夺走了属于我大樱花帝国原本的荣誉，罪该万死。泡菜国聊天频道中，赵真恩，阿西吧，这苏然又是何人？为何能获得如此荣誉？这是华夏人。朴恩心，这苏然一定是我泡菜国遗落在外的血脉，他有我泡菜国的血脉，这就是我泡菜国的一份子，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泡菜国。金智真，可恶的华夏人，竟然抢走了属于我泡菜国的荣誉，这苏然一定是我泡菜国的人，看在你获得如此荣誉的情况下，就勉强同意你认祖归宗。韩月熙，华夏人偷走我们的东西也不是1次2次了，没想到换了个世界还要偷走我们的荣誉，卑鄙无耻下流。鹰将国聊天频道，鲍勃，这应该是属于我鹰将国的至高荣誉，其他人干什么吃的，竟然让一个华夏人给抢走了第一。汤尼，法克，怎么会是该死的华夏人拿走了世界第一？法克，麦克阿瑟，身为5星上将，我想我有必要在此发言，希望英国的各位都努力，绝不能让华夏人踩在我们的头上。第25章黄金宝箱收获。苏然的一个世界通告直接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无数人都在猜测这苏然是谁，实力又是如何。虽然嘴上骂个不停，但大家都知道苏然能在所有人还未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触发世界通告，这绝对是一个高手中的高手。没看见世界上这么多人，但最后这份世界级荣誉还是落在华夏身上，这苏然肯定不简单。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说法，
华夏就是一头沉睡的巨龙，所以这就是巨龙苏醒的契机吗？其他国家的疯狂议论，华夏的各个聊天频道中也在肆意欢呼。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是他们华夏迈出了这世界的第一步，引领无数人前进。世界通告，也就是说，不仅是他们，只要是降临到神话世界的所有人，包括什么狗屁樱花、鹰将，都收到了这条提示。这份荣誉属于他们华夏。作为一切讨论的源头，苏然此时正愣愣地看着这次世界通告的奖励。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就只有一个宝箱，一个金闪闪的黄金宝箱。要知道，宝箱一共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传奇、神话8个等级。而上一世自己苟活3年，见过等级最高的宝箱也不过才白银级宝箱，还是跟着别人一起，自己只是旁边的一个见证者。3年，自己开过等级最高的宝箱，不过也就是一个青铜宝箱。幸运玉佩就是在这里面开出来的。除了一个幸运玉佩外，那宝箱中空无一物，还引得自己吐槽许久。一想到自己重生以及满级幸运值可能和玉佩有关，苏然有的只是庆幸，上一世自己差点就把那玉佩给拍卖出去了。要是没猜错的话，自己一辈子的运气都用在那青铜宝箱上了。但就是一个青铜宝箱就能看出这种东西，那白银宝箱当时也开出好几件装备，可以说是大爆特爆。但现在一个黄金宝箱再加上自己的满级幸运值，这两者相加，到底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强忍激动，苏然把黄金宝箱从背包中提取出来，不过四周十分黑暗，看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拿着宝箱，苏然快步走出山洞。此时外面已经日落，余晖洒在宝箱上，一闪一闪，无不是在吸引着苏然打开它。来到一处空地后，苏然放下宝箱，心中默念：来个金，来个金。随后，苏然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打开宝箱。不同于之前的五彩、七彩的亮光出现在苏然面前，只是一瞬，又忽然消失不见。再次看向宝箱中，没有想象中的大爆特爆，只有寥寥几件东西。但这里面的每件东西，苏然看见一个就惊呼一次，足足惊呼2、3次才有所缓解。首先，神话币直接有1000枚神话币已经收入背包中。3级法术卷轴使用后可形成一片10乘以10米范围的雷海，范围内所有敌人都将遭受雷电攻击，每击攻击力等同于3级战力全力一击，有效时间1分钟，一次性用品。2阶聚气丹单方，2阶丹药，初级炼丹师可炼制，学习后可炼制聚气丹。护心项链，稀有，蓝色品质，佩戴后体质加10，精神加10，额外效果，可抵挡10次致命伤害，检测到致命伤害时自动抵挡10%。东西不多，算上神话币一共4件。黄金宝箱，东西再精不在多。3级法术卷轴，这可是个大杀器，没想到自己这一世这么快就开出卷轴，而且还是3级卷轴。玩过网游的人都知道，卷轴这东西堪称刷怪神器，最适合用在团战或者刷怪上。虽然现在无怪可刷，但别忘了3天后即将到来的兽潮，具体有多少凶兽苏然不知道，但这么一个卷轴，到时候往里面一扔，经验和装备不就直接哗啦啦的进入背包中？这每一击都是3级战力全力一击，兽潮中大部分小怪也不过1、2级，每一击就能击杀一头凶兽，这不就是妥妥的刷怪神器？原本还在担心兽潮仅凭自己一个人能不能守得住，但现在不怕了，有卷轴在，一个卷轴下去估计就能杀掉一半的凶兽，这还怕个屁啊！卷轴到手，苏然已经隐隐开始期待3天后的兽潮，这一个卷轴下去，自己等级不得直接飙升。卷轴收好后，苏然看向下一件东西，丹方。苏然是万万没想到，这黄金宝箱中居然能开出丹方来，而且还是2阶中稀有的聚气丹单方。神话世界中能够提升实力的方法有很多种，丹药就是其中之一。之前所说过的副职业炼丹师就是专门炼制丹药的，而这炼器师就是炼制武器的存在。这丹方是每一个炼丹师梦寐以求的存在。想要炼制聚气丹，那就得学习对应的丹方，如果没有丹方，即使再怎么折腾也不可能炼制出对应的丹药。成为炼丹师说难，其实也不难，但要说容易，也肯定不容易。成为炼丹师的第一步，首先得有一个炼丹炉，然后就可以尝试炼制一些面板中自带的丹药进行炼制。这种丹药被人称之为不入品丹药，只要炼制成功，那就能成为一个炼丹师，从而学习丹方。炼丹师和炼器师等级分为不入流炼丹、炼器师、初级炼丹、炼器师、中级炼丹、炼器师、高级炼丹、炼器师、顶级炼丹、炼器师，以及最后的神级炼丹、炼器师。晋升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不停地炼制丹药或者炼制武器，从而获得经验，晋升下一个等级，直至最后的神级。上一世苏然知道的最高等级也不过才高级炼丹师，在网上的顶级根本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提最后的神级。这里面的原因苏然也知道，因为等级越高的丹药炼制成功率也就越低，从而获得的经验也就越少。
而越往后，这2个副职业所需要的经验越多，到了高级炼丹师之后，大家也都停留在这里，很难再有进步。先不说炼丹成功率如何，光是高等阶丹药所需要的稀有灵草和其他东西就很难采集，更别说还要凑齐一副丹药的所需。但丹药带来的效果也和难度成正比，就比如这具气丹，上一世就有人得到丹方并炼制成功，一枚丹药的效果简直逆天。聚气丹2阶丹药，服用后全属性加100。第26章，哥布林，全属性增加100，也就是足400属性点，800战力。这要是现在来上一颗不说直接无敌，至少也是荒芜起飞。可惜这聚气丹只是一个丹方，并不是成品丹药。要想学习丹方，自己还要成为一个炼丹师，还得把炼丹师等级提升到初级炼丹师。这么一看，看来短时间内这丹方都只能放在背包里吃灰了。可惜，效果这么强的丹药，如果现在给自己来上一颗，3天后的受潮还算个屁，一刀一个小朋友 ，BOSS 直接见面秒。至于这最后一件物品，护心项链，稀有蓝色品质装备，佩戴后体质加10，精神加10，属性增幅不错，但让苏然眼前一亮的还是这条项链的额外效果。额外效果可抵挡10次致命伤害，检测到致命伤害时自动抵挡10%，抵挡致命伤害和自己的地级天赋能量护盾的效果大差不差，但这条项链的触发方式却是被动触发，天赋则是需要自己主动发动。要是像之前那种情况还好，能预知到下一次攻击马上到来，但万一自己遇见那种老六凶兽，又或者刺杀偷袭之类的事情，这额外效果就能发挥出天大的作用。而且在这世界同样也有时间概念，天同样会黑，人同样也需要休息。但这荒郊野外的，谁知道你找个地方刚睡着，下一秒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个凶兽，在你睡梦中时就瞬间结束了你的生命。而有了这个就不一样，无论什么时候都能随时抵挡致命伤害，也就是说即使在睡着的情况下，有人想要偷袭自己，那就会自动触发抵挡伤害。而这么大的动静肯定能让自己瞬间惊醒。不仅如此，这额外效果哪怕是用来之后对付 BOSS 级怪物也是非常有用的，足抵挡10次致命伤害，也就相当于额外多出10条命，也相当于10次机会。这项链哪怕是放在前世的拍卖行上，估计也能拍出一个天价了。先不说它本身就是一件精英级蓝色品质装备，光是这逆天的额外效果就已经能让许多人为之争抢。就是这么一件前世连想都不敢想的装备，此时竟然就在自己眼前触手可得。黄金宝箱果然名不虚传，这里面任何一件东西放出去都是能引得众人争抢的存在。也就那个3级法术卷轴，这应该是3个之中最差的东西。放在中后期或许根本不起眼，但在目前而言，这卷轴却是对苏然最有用的东西。自己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3天后的受潮做足准备。除了第一个通关秘境之外，第一个击杀 BOSS 同样也有一个世界通告。一个秘境第一就给我带来了一个黄金宝箱，那第一个击杀 BOSS 又会有什么东西？想到这，苏然已经开始期待3天后击杀 BOSS 所获得的奖励。苏然把所有东西都收了起来，随后把护心项链装备上，体质和精神也随之增加10点。体质52，精神78，战力464。因为星术果实的原因，苏然现在的精神属性已经遥遥领先，是4维属性中最高的存在。而战力现在也已经来到464，很快就能突破到500。火球术的威力和精神有关，而现在精神提升了快接近2倍，火球术的威力还没试过。于是乎，走出山洞后，苏然一路朝新手村赶回去。路上如果能碰见一个小怪，倒是可以试试火球术的威力。日落之下，天色已经渐暗，一些白天不喜欢出门的凶兽此时也开始了活动。苏然这一路赶过来，也不知道是说运气好还是运气差，竟然连一头凶兽也没遇见。不过这倒也无所谓，反正火球术什么时候释放都一样，自己也不急那一时半会。但就在快要回到新手村时，苏然突然听见了远处的一阵打斗声。原本这打斗声距离自己有一段距离，但由于获得的 F 级天赋听觉增强，让苏然听见了远处微弱的声音。苏然站在原地皱了皱眉，这破事自己也不想管，但为了测试一下火球术的威力，算是便宜他们了。运气不错，苏然低语一声，随后全速朝打斗的地方赶去。根据声音目测距离并不远，100-200米左右，苏然短短几秒就来到了战斗现场。快，挡住他们的进攻，阵型不要乱，我的天赋马上就好了，再坚持一会儿。王强大声地吩咐着几个队友，一个人独占一头哥布林。哥布林，普通怪物，等级2，战力402。介绍：哥布林，身材矮小，具有一定智慧，群居生物，攻击力和敏捷较高，防御较弱，请小心对待。弱点：头部、胸口。威胁程度：危险。哥布林，普通怪物，等级2，战力412。当苏然赶到时，就看见了王强小队正在和2只哥布林激战。王强作为队长，单独对付一只哥布林，而其余5个人负责对付另一只。
但即使是5个人对付一只哥布林，却还是被一只哥布林打得落入下风，5人身上多少都挂了点彩。王强和另一只哥布林势均力敌，不分伯仲，一时半会应该也分不出个胜负。5个人的情况苏然倒是不奇怪，但王强居然能撑这么久，倒是让苏然有些惊讶。但很快他就知道了这是为什么。好家伙，王强手上居然有一把武器，同样一把大刀，但看起来居然比自己的还大一些。可惜就是鉴定术不能鉴定人类，不然苏然还真想看看王强的战力有多少了。听刚才王强说的话，似乎他现在并没有开启天赋，天赋还在冷却之中，不然他们小队也不会被2只哥布林搞得这么狼狈。嗨，谁让我这么心善呢？这2头哥布林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吧。正当苏然准备出手抢怪时，异变突起。韩琛，你在干什么？江启大声呵责道。一时间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韩琛。第27章背叛，蝴蝶效应。只见韩琛心一狠，直接把身边的姜糖往前一推。姜糖根本来不及反应，他作为一个辅助，一直都把重心放在怪物和其他队友身上，对于身边的韩琛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备。这一推，姜糖踉跄向前2步，随后直接跌倒在地上。这突然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原本还勉强能打平手的局面瞬间变成哥布林占据上风。而韩琛在被人发现自己的行为后，面对所有人的视线，缓缓向后退2步，随后直接转身跑路。你们想死别带上我，我们都才1级，你就让我们对付2级哥布林，400多的战力，要是不跑，我们全都得死在这。留下一句话后，韩琛已经跑出数十米。这件事发生的很突然，突然到谁也没反应过来。哥布林反应很快，面对送上门来的食物，他毫不客气地拿着棒子就朝姜糖的脑袋砸去。姜糖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大棒，整个人已经呆住，就这么愣愣地看着大棒落下。快躲开！王强最先反应过来，一边和哥布林战斗，同时还分心提醒道。这一声躲开，直接让其余几人反应过来，但眼见大棒已经快要落下，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没有丝毫办法。关键时刻，2颗巨大的火球凭空出现，足有一个瑜伽球那么大，随后就见这2颗火球狠狠朝哥布林砸去。当时那个大棒距离我还有1公分之后，2颗突然出现的火球却救了我。火球狠狠砸在哥布林身上，由于姜糖是处于倒地状态，这火球直接从他头上掠过，哥布林也被火球吞噬，随后砸倒在10米远的一棵大树下，奄奄一息。只是一击，400多战力的哥布林直接重伤倒地，靠在大树下不知死活。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再次令在场所有人震惊，这火球是哪来的？只是一击，这让他们头疼，甚至能让他们丧命的哥布林就这么没了。这出手之人到底是谁？看见这火球救下了姜糖，他们就知道这是暗中有人出手了，不然这火球就不是砸向哥布林，而是瞄准他们了。可这么大2个火球，到底是谁出手了？就在他们几人猜测时，苏然从一棵大树下走了出来。苏然兄弟，竟然是你！王强看见苏然脸上一喜，有救了。原本因为韩琛的突然背叛，几人都以为自己这次在劫难逃，结果没想到这里的动静竟然吸引来苏然，一击直接就秒杀了1头哥布林。你先退远点，避免误伤了。苏然没有时间和他多说，先把危险解决了再说。这哥布林和普通的小怪不同，他们拥有智慧，并且还是群居生物，一般一群哥布林都在数十只左右。而这里出现2只哥布林，也就是说附近有一个哥布林老巢，这2只哥布林只是开胃小菜而已。所以现在必须速战速决，以防哥布林呼叫支援。王强闻言也收起了脸上的喜悦，向后退的同时提醒道：你小心一些，这哥布林战力足足有400多，你要是对付不了，就再撑5分钟，我的天赋还有。话还没说完，眼前的一幕直接就把他惊住，整个人瞪大了眼睛看着苏然。苏然见王强退开之后，直接使用技能速度增幅，1分钟内敏捷提升3倍，暴涨的速度让苏然一个箭步就来到另一头哥布林面前，早已准备好的大刀直接朝哥布林脖子砍去。在王强眼中犹如铜墙铁壁的防御，此刻在苏然攻击下显得如豆腐般脆弱，一刀直接就斩下了哥布林的头颅。一刀，400多战力的哥布林只用了1刀就被苏然斩杀。王强以及顾晨将其几人就像是看见鬼一样，不敢置信地看着苏然。他们怎么也无法想象，明明大家都是刚降临神话世界没多久，为什么你就能1刀秒杀怪物？要知道刚才一只哥布林就压着他们5个人打，而且他们5个人还落入下风，哪怕是趁机会拿着铁剑攻击到哥布林身上，他们却连一道伤口都斩不出来。这还怎么打？武器根本造不成伤害，王强的天赋又在冷却之中，眼见着他们5人越打越吃力，结果这时候韩琛还反水了，直接推倒一个人跑路。不过好在关键时刻竟然有救星登场，还是他们之前看不起的苏然。苏然斩杀哥布林的同时也在疑惑，这是怎么回事？上一世明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而寒沉反水队伍解散，更是大家都已经升到3级之后的事情，为何这一事会提前上演？但很快，苏然就想明白了，蝴蝶效应，因为自己这只蝴蝶重生，从而改变了一些事情的发展，也会导致一些事情会偏离原本的轨迹，这也解释了为何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看来有些事情也有可能和上一世有所不同，但固定会发生的事情不会改变，就比如第一个击杀 BOSS 以及进入主城之后的7大金榜。寒沉，你还敢回来？江启愤怒的声音让苏然的思绪回到现实，朝江启的视线望去，寒沉此时正蹑手蹑脚地朝刚才倒在大树下的哥布林走去，手中的铁剑已经随时准备好一击致命。找死！苏然看见这家伙的瞬间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竟然还有人敢抢自己的怪，背叛队友之后还敢回来抢怪，这家伙也算是奇葩中的奇葩了。不过还不等苏然动手，身旁的王强倒是先动了。只见一把武器呈现一道完美的抛物线朝寒沉攻击而去，刀尖穿透手臂插入地里，寒沉也跟着倒在地上。啊！惨叫声也随之传来，寒沉的右手被大刀插在地上，钻心的疼痛让他忍不住大叫。随后他就看见其他几人一步一步朝自己走来，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愤怒，他心中的恐惧终于在此刻爆发。我错了，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做，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都是人类，你们不能杀我，不能杀我。手臂上传来的疼痛让他知道几人是动真格了，仅仅只是刚才的背叛就已经足以让几人将自己千刀万剐。此时他只能疯狂求饶，心中却不停咒骂：该死的苏然，你让他们死不行吗？你为什么要帮他们？你不帮他们，我就不会回来，我不回来就不会这样，全都是因为你。王强没有未来3年的记忆，大家前一天都还是存在于法律社会的文明人，此时面对寒沉的求饶，有些拿不定主意。就连最开始被推向哥布林的姜糖，此时也有些不忍心，虽然被自己人背刺，但最终自己不是没什么事吗？而且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要不姜糖正准备询问一下其他几人的意见，余光却突然看见苏然手起刀落，人头落地，世界瞬间安静。第28章晋升3级，开启等级排行榜交易行。姜糖捂着嘴，像是看见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连连后退几步，一时重心不稳，险些摔倒在地。他没想到眼前这个救下他们的苏然下手竟然如此果断，在所有人都还在犹豫不决时，他却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动手。要知道他这次杀的可不是怪物凶兽，这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条人命就这样在他们亲眼见证下没了。这短短数秒内发生的事情就打破了他们生活多年以来的世界观。要知道今天之前他们在场的每一位都还是一个苦逼的上班族，每天过着996还得时不时挨骂的生活，法律和道德的限制从未让他们升起一丝想要犯罪的心理，更别说杀人这种事情。所以在寒沉进行求饶时，他们在人类社会下仅存的良知还劝告着他们不能杀人，废了一条手臂给个教训就行了。当他们万万没想到，在他们都准备放过寒沉时，苏然却毫不犹豫地直接一刀斩下，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死在了他们面前。这一瞬间，姜糖几人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逐渐崩塌，这个世界远比想象中更危险。杀得好！就在其余几人还处于震惊的同时，王强反应过来，大声叫好：苏然兄弟，队伍里出了这么一个败类，我很抱歉，原本这件事也牵扯不到你身上，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还敢回来打你的主意，没能亲自清理这种败类，抱歉了。王强一开始就是一个聪明人，不然他也不会在上一世解散队伍后也混得风生水起，最后还登上了战力100榜中的一员。从寒沉的背叛开始，王强就已经在心中给他下了死刑，在降临到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后，蓝星上的什么法律道德就等于是屁话，什么也比不上活下去更重要。而寒沉的背叛就等同于把自己推入火坑之中，今天如果没有苏然的突然救场，那死在这里的人就肯定是自己。而现在寒沉没跑，居然还掉头回来了，被抓住后还求饶。或许有人会圣母，但自己可不会，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蓝星，当圣母就等于是在害自己。王强会留下这么一个隐患吗？他的答案当然是不会，但其他人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他能下狠手，但他的队友不一定能下手。不过好在这最后一切都被苏然解决，倒也省了一个麻烦。所以在苏然杀掉寒沉后，王强第一个就出来支持苏然。苏然无所谓的摇了摇头，语气淡漠道：我不想插手你们内部矛盾，但这家伙千不该万不该打我的主意，所以他死了。说着，苏然的视线转动，最后停留在姜糖身上，随后继续说道：提醒你们一句，这里已经不是蓝星，这里是人吃人的新世界，对他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动动你那个猪脑子，好好想想。苏然手指点点了脑袋，意思已经不言而喻，提醒到这一步已经是他最后的善良，至于听不听，那就不关我的事了，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节。随后苏然没有和他们有过多的交流，转身几步来到另一只哥布林身旁，
又是一刀下去解决了最后一头哥布林，击杀2级哥布林，经验值加4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击杀2级哥布林，经验值加4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恭喜求生者苏然等级提升至3级，等级3级2400。2只哥布林直接为苏然提供了80点经验值，这也让他的等级从2级提升到3级。升至3级之后，苏然的全属性再次加10，一下子又增加了80战力。原本苏然的战力就已经有464，这再加上80，直接让战力来到了544。战力突破500后，之前那暖洋洋的感觉再次从身上传来，同样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些污垢出现在身上，还带有一股难闻的气息。苏然对此倒没什么意外，只要突破500战力后，就会有一次洗精法水，体内原本的一些杂质会被排除出来，而杂质就是身上的这些污垢。但再怎么说，这难闻的气味也多少有些影响人，还好背包中有一套衣物，不然还真有些麻烦了。在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后，还没等其余几人反应过来，苏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此地，临走前顺带摸了另一具尸体。掠夺成功，力量加5，掠夺成功，体质加5。原地只剩下终于反应过来，满脸气愤的姜糖看着苏然离去的地方。他再怎么想不明白，也知道刚才苏然就是在骂他呢。刚才自己竟然想给一个差点害死自己的人求情，这不就是猪脑子吗？但在苏然离开的下一刻，又一道提示音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检测到10086新手村已有人成功晋升3级，特此开启等级排行榜，开启交易行，请10086新手村的求生者自行探索。提示：等级排行榜和交易行目前仅限10086新手村范围，后续会开放更大范围区域。3级，短短1天时间内就有人提升到3级，顿时王强几人惊愕的目光齐刷刷看向苏然。除此之外，他们想不到10086新手村还有谁能在短时间内把等级提升至3级，而且刚好是在苏然击杀哥布林之后，这提示就来了。也就是说，苏然现在的等级已经3级了。让他们惊讶的不是苏然等级晋升3级了，而是苏然之前才2级就已经拥有这么恐怖的实力，一击秒杀哥布林。要知道哥布林可是足足有400多战力啊，那岂不是说苏然在2级时就已经拥有了400的战力？同样是2级的王强有些不敢相信苏然才2级。你告诉我，这才2级，为什么同样是2级，我只能被哥布林压着打，而人家却已经开始秒天秒地秒空气？不是，他凭什么啊？你哪怕跟我说他已经3级甚至是4级了，我都能接受，但你说他刚才和我同级，这就万万不能接受了，这让我的面子往哪放？第29章交易行，原味丝袜。最后王强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苏然的天赋可能比自己还强上许多，除此之外他也想不出自己和苏然有什么其他的差别。但事实却是他只猜对了一半，苏然有一部分确实是因为天赋，但别忘了苏然还有另外2大金手指，重生和满级幸运值。常人能拥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样，就足以在神话世界中混得风生水起，但苏然却是同时拥有这3样，这其中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自然一目了然。在公告结束后，一则榜单也出现在大家面前，第1名的名字没有任何意外，苏然。10086新手村等级排行榜，第1名苏然3级，第2名王强2级，第3名江启1级，第4名。公告和榜单一出，原本陷入冷清的聊天频道再次火热起来，一群人又继续开始讨论起来。练习2年半，卧槽，我这连2级的影子都没看见呢，就已经有大佬晋升3级了，原来是苏然大佬啊，那不奇怪了。季伯达，苏然大佬牛逼，这下我看谁还怀疑我大佬，我就说逆风狼肯定是大佬杀的吧，还有人不信？赵刚，连王强大佬现在都才2级，苏然大佬这也太强了吧，有这么2个大佬在，看来之后的受潮也不用我们操心了。黄万，看看排行榜上除了苏然大佬和王强大佬之外，其他人全都是1级，这下没人怀疑2位大佬的实力了吧？张三，王强大佬升级之后有什么变化，能给大伙分享一下吗？李四，王强，对呀大佬，这升级之后有什么变化吗？在一群人的艾特下，王强一脸猛地打开聊天频道，随后还是耐心地给大家说了升级之后的变化。这些人要不是以后可能会用到这些人，在这未知的世界中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不然王强才不会管这些人的死活。如果说等级排行榜只能让众人知道谁实力最强的话，那交易行这东西对大家来说还有点作用。不过在现在大多数人都还留在新手村的情况下，这交易行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全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小玩意，甚至其中还掺杂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王强得知交易行开启后，就第一时间点进去，准备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能购买的。但转了一圈后，王强默默退了出来。
进去第一眼，一个原味丝袜就给他整愣住了。再看一眼介绍，一手原味，刚脱下的，保证一手原味，只需要一点实物就能交易。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堆比如能解渴的特殊液体、石头一块、新手铁剑、猪腰子鞋一双等等一大堆千奇百怪的东西。这其中唯一能有用的，估计就是那新手铁剑。但现在这种情况，居然有人把自己唯一的装备拿出来交易了，这人到底是傻还是什么？王强本想出手购买，但一想到背包中还有一把自己换下的铁剑，想了想，还是算了。毕竟这家伙的交易条件是食物和水，这两样东西自己都紧缺，更别说拿去和别人换东西了。至于那里面的什么丝袜、特殊液体，正常人用脑子应该都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居然还真有人会上架这种东西。在坚持看了几秒之后，王强毫不犹豫地退出交易行，决定还是不污染自己的眼睛了。这前期大家手中都还没有好东西，这交易行暂时就不用看了。在王强解释完升级之后的好处后，所有人的目光又盯上了交易行。在交易行多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后，这也引得聊天频道中大家的吐槽。练习2年半，不是那什么原味丝袜还真有人买啊，我刚看见呢，结果下一秒居然就交易出去了，简直离谱。季伯达，首先我澄清一下，买丝袜的人绝对不是我。赵刚，尼玛，这里面石头都能上架，这上架的人脑子没病吧？谁会要你这一个破石头啊？满地都是。黄万，这又是哪位兄弟这么想不开，居然想要把自己唯一一件装备给卖了？你要是卖了，那可就真活不下去了。李娇，这都快1天过去了，我都要饿死了，有没有哪位哥哥能好心收留我呀？我自己送货上门，想干啥就干啥。张三，我去，楼上妹妹长得真不错，可惜了，现在大家自己都提心吊胆的，估计也就苏然大佬和王强大佬有这个实力收养人了。交易行的出现让大家吐槽了好一会，不过很快那些乱上架的人见上架大半天也没啥反应，最后还是下架了。毕竟这交易行都是实名交易，你挂一些奇怪的东西放在上面，要是真把别人坑了，那可就直接线下真实了。让人耐人寻味的是，这上面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竟然还真有人买了，不仅是那什么丝袜，就连那双鞋最后都有人买。我勒个乖乖，还是城里人会玩。回到苏然这里，此时他已经来到了一个小溪边，随意清洗了一下身子。这是一条小溪，小溪的尽头不知道通往何处，这也是上一世大家的水源补给处。不过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被发现，所以水源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生存的主要问题还是食物。冲洗干净后，苏然直接把那套新的衣物换上，这质量还别说，和蓝星上的一些名牌差不了多少，质感一绝。这一套穿搭再配上苏然现在俊俏的颜值，迷倒万千少女，简直轻轻松松。可惜这里不是蓝星，不然现在的苏然完全可以直接出道当一个练习2年半的个人练习生，喜欢唱跳 rap。 清洗完成后，苏然也先看了一眼等级排行榜和交易行。排行榜没什么好看的，打开交易行之后，不好意思打扰了。但原本还以为这一世会因为自己重生的原因能有些变化呢，结果这交易行怎么还是和上一世一样，不看了，再看脏眼睛。第30章盘点收获。很快苏然整理好衣物之后，打开面板查看起晋升3级之后的全新面板。姓名苏然，等级3级2400，力量71左元括号51加20右元括号，敏捷56左元括号46加10右元括号，体质67左元括号44加23右元括号，精神88左元括号78加10右元括号，自由属性点5，幸运值隐藏 max， 天赋神级天赋掠夺者，地级天赋能量护盾，技能火球术 LV2， 绿色品质，鉴定术 LV3， 5品阶，速度增幅 LV2， 绿色品质，战力564，装备赤羽狂刀加2，普通，白色品质，力量加10，体质加3，鱼鳞甲精英，绿色品质，体质加10，敏捷加10，力量戒指精英，绿色品质，力量加10，护心项链稀有，蓝色品质，佩戴后体质加10，精神加10，额外效果可抵挡10次致命伤害，检测到致命伤害时自动抵挡10%。背包神话币 X1540， 新手铁剑 X1 F 级特殊道具，饮用水 EL F 级特殊道具，打火机风狼尸体 X6 3级法术卷轴，聚气丹丹方。看见面板的信息之后，苏然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没想到距离降临神话世界过去才1天不到，自己的面板就已经提升到堪称豪华的程度。这才3级，自己就已经有了500多战力，算上还未使用的自由属性点，距离600战力也只有20-30的差距。这战力哪怕是上一世已经升到5级的自己也没有这战力啊，现在3级就已经拥有500多战力。
这放在上一世，那是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没想到这一世不过第一天就轻轻松松实现了。感受着身体因为洗精法水带来的变化，苏然脸上充满惊喜的神色。战力突破500之后，苏然的身体已经不能用肉体凡胎来形容，500多战力，足足是基础战力的5倍之多。现在的苏然一个打10个之前的自己不在话下，并且一些普通武器也很难对自己造成伤害。太阳此时已经快完全落下，黑幕缓缓降临。黑夜是各类凶兽最活跃的时间，即使是已经有500多战力的苏然也不敢在这里多待。查看完面板清点了一下后，苏然回到了新手村附近。此时的新手村在几百人一天的搭建下已经初见形状，一些简易的小房子也被搭建出来，晚上就在里面过夜。入夜，外出探索的队伍也都陆陆续续的回到了新手村，毕竟谁也不知道夜晚这平原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危险，一切还都是未知数。众人来到这个世界也才仅仅一天，所以眼看晚上就快到了，大家保守起见，还是都回到了新手村内抱团取暖。新手村里几百个人里，还是有人承担起管理的责任。此时新手村内大家一切都井然有序，分工明确。除了极少部分人选择搭建小房子在里面过夜外，大部分人都凑在一堆挤在广场上躺着入眠。现在的天气处于夏天时间，哪怕已经入夜，也还是有一些闷热，所以大家一点也不担心半夜着凉的原因。这其中也有人自告奋勇当起了守夜人，只需要有人能分一些食物给他们就行。很快王强小队也回到了新手村中，不过他们脸上的脸色并不好看，也有细心的人发现了他们队伍中少了一个人。至于苏然，他没想过回到新手村，因为等级排行榜的原因，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新手村中有苏然这么1号人物，自己要是回到新手村，那不直接得被围着当猴看了。但这种情况下，自己也不可能在外过夜，所以最后苏然找了一棵离新手村差不多100米处的大树，爬上去之后就这么靠着大树休息。大树的枝干很粗壮，完全能轻易容纳下苏然，哪怕是躺着一个翻身都还能在树上不会掉下去。而且3年以来的求生习惯已经让苏然不会睡死，只要身边但凡有一点动静都会直接惊醒，随后警惕地看向四周。到了夜晚之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足以让他们消化许久，大家暂时都睡不着，所以干脆直接在聊天频道中聊了起来。苏然也闲来无事，今天还没怎么看聊天记录，也不知道其他人进度咋样了。练习2年半，大家今天收获都咋样啊？我距离升到2级还差一半的经验，这升1级就这么难了，这到后面岂不是更难？季伯达，别说了，今天出去运气不好，连续遇见好几个怪物都是惹不起的存在，最强的一个足足有500多战力，看见的那一刻我恨不得长4条腿跑路。赵刚，大家出去收获都不咋样啊？我倒是有一些收获，杀了一头风狼，爆出来一个装备，足足加了好几点属性点呢，战力马上就要破100了。黄万，哎，大家的战力都不足100，这里面随便遇见一头凶兽怪物都是200以上的战力，要不是有队友，这还玩个屁啊！张三，你们说王强大佬和苏然大佬现在的战力有多少了？能升到2级，那肯定杀了不少凶兽，苏然大佬更是升到了3级，感觉我和他根本就不是玩的同一个游戏。无一例外，这聊天频道中大多数都是吐槽的话，至于那群根本就没有走出新手村的人，更是只能静静的看着，根本就没有发言的机会。在有人询问王强战力后，他很快现身聊天频道中为大家解惑。王强，大家不用猜测了，我现在的战力也不过才200左右，这还是在有武器装备上的加持，所以大家不用参考。但在升到2级之后，大家的战力也差不多快到200左右，有武器装备的话，那战力就能往200以上。不过大家也要注意，这2级怪物就不单单只是一些动物了，今天我们小队就遇见2只哥布林，战力更是高达400多，好在最后有苏然大佬救下我们，所以这里还要感谢一下苏然大佬。第31章前往十里坡。王强升到2级的战力只有200多，和苏然比起来就有明显的差距。要知道苏然2级的时候战力就已经来到了300-400，这还是没有算上任何天赋技能加成的。不过王强的实力当然也不只是表面上，他的 A 级天赋无论是在前期还是后期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天赋，力量和体质提升10倍，这增加的可不是一星半点，足足10倍的增加，就连苏然都有些眼馋。不过比起自己的成长型天赋来说，这 A 级天赋也就那样，自己可是唯一神级天赋，要是有哪天惹到自己，直接杀了掠夺过来也一样。不过苏然暂时不会对王强动手，这个未来的白榜高手可是一个可塑之才，之后的10大金榜之中还有一个势力榜，自己同样要拿下第一。所以在进入主城之后，自己同样也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到时候就可以把王强招揽进来。没错，这个世界最后始终是一个合作游戏，善打独斗中不可行，所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是必然的，但不是现在。进入主城之后，自己的实力也会迎来暴涨，到时候一切尽在掌握，才有建立势力的把握。一夜无话，聊到深夜，许多人抵不住困意，渐渐进入梦乡，只留下几个自愿守夜的人轮番交替充当护卫。好在
这一夜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这一觉睡得也相对安稳。清晨，天蒙蒙亮，广场上就已经有好几个小队整装待发，收拾好准备继续探索平原。昨天经过信息交换后，大家也基本了解了平原的一些基础信息，哪些怪物能杀，哪些打不过，也都有分析。昨天一天选择出去探索的人有200-300之多，回来的只有3/4左右。9051000，看见这个数字，大家早上想大干一场，心顿时凉了半分。降临来的时候有1000人，而现在一天过去，只剩下905人，也就是说，这才第一天过去，他们之中就死了近100人，这死亡率简直恐怖如斯。但他们很快想到，明天第3天就是兽潮来临的时间，即使他们现在什么也不做，明天兽潮来临毫无抵抗力，还是同样会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而且还因为王强分享的各种信息和昨晚聊天频道中一些人说的话，今天新手村内大部分人全都组好队，准备探索平原。这平原很大，大到900多人进入其中都掀不起什么浪花。而且越往平原内部深入，里面怪物的等级也就越高。经过提醒后，大家都统一选择在平原外围寻找凶兽。苏然在今天一大早更是早就醒来，精神提升后，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也就越短，所以苏然醒来的第一时间就是前往十里坡。现在自己的战力已经有500多，足以对付十里坡那群小怪，有多少杀多少。明天就是兽潮来临，所以自己必须在今天之内尽快把等级升上去，只有这样才能在明天的兽潮之中直取 BOSS 首级，不然也只能放弃任务，惩罚也就是全属性10罢了，没必要把命搭在那里。来到十里坡之后，坡上的几头灰原兔直接被苏然盯上，随后就是一场无尽的屠杀。击杀1级灰原兔，获得经验值加1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击杀1级齿爪巨鼠，获得经验值加2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苏然在十里坡疯狂屠杀的同时，其他几个小队也有了一些新发现。练习2年半，真名李森，作为一个21世纪新时代青年，精通各类游戏，对于网游这种游戏更是不在话下。虽然最初的开局并没有抽到一个好天赋，但是对于网游类游戏的玩法，他早已轻车熟路，所以凭借着对神话世界的独特了解，这家伙比起王强也没有多大差距。不过由于他聊天频道中的名字，大家都把这家伙看作一个乐子，但实际上他的实力也不容小觑。上一世苏然也同样被他骗住，这还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后，大家发现等级榜上竟然还有这么1号人，才发现他一直在扮猪吃虎。他最初找到几个人创建了小黑子队伍后，凭借着实力和独特的理解成为了其中的队长。事实也证明，在他的带领下，最后小黑子队里的其余几人都活着进入了主城。此时李森就带着4个队友围猎着一头疯狼，这是在他经过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根据地形的优势，他们几人只要不出什么问题，完全可以配合把他拿下。而且他的天赋也不错，是一个 C 级天赋，力量增幅。C 级天赋力量增幅，使用后1分钟内力量提升5倍，结束后无副作用，冷却时间3小时。天赋不错，唯一可惜的就是一次冷却时间有3小时，一天最多也就只能用上4-5次。对付这头疯狼，李森在关键时刻也是毫不犹豫地开启了天赋，一剑朝他的脖子狠狠斩下。突然暴增的力量让李森轻而易举的就斩下疯狼的头颅，击杀消息提示也随之而来。但还没等他查看这次爆出来的收获，小队所有人都欣喜地朝疯狼这边围了过来。他们貌似选择围猎疯狼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头疯狼的旁边有一个和他们之前捡到疯狼尸体旁边的箱子一样的东西。根据面板给出的信息提示，这是一个黑铁宝箱。想到上次他们捡到尸体的时候，那宝箱同样也被打开，而且这疯狼一看就像是在守护着这宝箱一样。李森看见这情况，当即就意识到这宝箱是个好东西，不然也绝不会有怪物在这里守着这个宝箱，而宝箱应该就是击杀这头疯狼的奖励。所以今天的第一次动用天赋，李森直接使用在这头疯狼上。他倒是要看看能让一头凶兽守护的宝箱，这里面到底能有什么东西。第32章，再次暴涨的战力。同样好奇的还有其他几个队友，面板给出的介绍已经很明确的表示，这宝箱里面能开出任何东西，完全随机，全凭运气。黑铁宝箱，击杀守护兽之后可开启，开启后可随机获得武器、装备、道具等等任何东西，一切全凭运气。武器、装备，难怪大佬连疯狼尸体都看不起，原来是这宝箱里面的东西才是大佬的目标吗？虽然大佬能通关秘境，也是因为在这宝箱中开出武器装备，所以才有这个实力。想到这，李森迫不及待地来到宝箱旁，在其余几人的注视下打开了宝箱。一道光芒闪过，宝箱中多出了几件东西。看见宝箱里东西的瞬间，李森脸上闪过一丝惊讶，这宝箱中竟然真的能开出武器来。剩下的900多人之中，
今天醒来后，足有700-800人，全都组成各个小队，以新手村为中心，朝四周探索而去。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小队一直在平原中厮杀，根本没有想过回到新手村。到了这个世界，任何人都不能轻易相信，哪怕是身边一起战斗的伙伴，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因为什么原因直接在背后给你一刀。如果不是因为突然触发了一个什么受潮的强制任务，大部分聪明人都会选择离开新手村自由行动。什么互帮互助、团结一心，这不过都是文明社会带来的假象罢了。等过一段时间，大家意识到永远都无法回到蓝星，并且物资紧缺，面临着各种困难时，人性的恶就会显现出来。抢砸打杀，这些都只是最基本的，在野外遇见其他队伍也要小心。有些人打不过凶兽，但还干不过同样身为同胞的人类吗？没了法律的限制，人类最原始的一面就会暴露出来，任何事情都是以实力为尊，谁的拳头大，谁的话就好使。十里坡虽然是个刷怪圣地，但再怎么也经不住苏然一刀一个小怪的刷法。很快，整个十里坡就被染上了一层暗红的鲜血，附近100米内都能闻到这浓厚的血腥味。因为苏然的屠杀，原本还朝十里坡赶来的小怪们转头就跑，哪怕是空气中如此浓厚的血腥味，也不能吸引他们。什么能惹，什么不能惹，这一点他们还是能分得清的。就这么大的血腥味，绝不是他们能招惹的存在，有多远就离多远。痛快地杀了一波后，苏然也发现了四周几乎已经看不见怪物的身影，其他的似乎都是被吓跑了一般。原本在他进入十里坡的时候，一群灰原兔赤羽鸡就好像看见什么食物一般，风一样的朝自己攻击而来。没有任何意外，这每来一头小怪，苏然都是直接一刀秒，喷溅出来的鲜血就更吸引了四周的小怪们，于是都风一般的朝苏然杀来。不过当死在苏然刀下的怪物越来越多，哪怕再迟钝的怪物也反应过来眼前这个人并不是他们能招惹的，所以在杀到20几头之后，苏然的四周一头怪物也没有了。这20几头怪物的收获可以说是大丰收，就连等级也是再升一级，来到了4级。姓名苏然，等级4级，40600，力量93左元括号73加20右元括号，敏捷74左元括号64加10右元括号，体质85左元括号62加23右元括号，精神100左元括号90加10右元括号，自由属性点0，幸运值隐藏 max， 天赋神级天赋掠夺者，地级天赋能量护盾，技能火球术 LV4， 绿色品质，鉴定术 LV5， 5品阶，速度增幅 LV4， 绿色品质，战力704，升级加上掠夺一共加的属性点，这短短几个小时的努力就让苏然的战力再次暴涨，甚至直接掠过600，直接突破700大关。这其中也爆出好几块技能时，苏然趁机好好的提升了一下自己的几个技能。火球术 LV4， 绿色品质，使用后可召唤6个火球，火球大小以及威力视精神力而变，攻击距离20米，冷却时间5分钟。鉴定术 LV5， 5品阶，可对凶兽、灵草、人类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是等级而变。速度增幅 LV4， 绿色品质，使用后1分钟内速度提升5倍，无副作用，冷却时间1小时。火球术升级之后的变化很大，从一次召唤2个火球变为了6个，并且攻击距离也增加到了20米。冷却时间也同样有缩减，从原来的10分钟一次缩减到5分钟一次。5分钟一次技能，那还要自己累死累活刷怪干嘛？等冷却时间一到，一个火球术砸下去，那不直接一死一大片？而且火球术在这之后还能继续升级，升到后面也不知道这技能到底有多逆天，一个绿色品质技能估计都能比得上一些蓝色甚至是紫色。看完火球术的变化后，苏然的视线又看向鉴定术。连升2级的鉴定术介绍并没有多大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除了能对凶兽灵草鉴定以外，这次还多出了一个人类。也就是说，现在苏然一个鉴定术就能直接鉴定别人的战力是多少，这样面对一个敌人至少还能知道一些底细。就是不知道这鉴定术会不会把天赋同样鉴定进去，不然这鉴定出来的战力真就仅供参考，还不如不鉴定。至于这最后一个技能速度增幅，这个技能的变化也不大，连升2级却只是从敏捷翻3倍变成了5倍，冷却时间也没有丝毫缩减，估计是这技能的上限就摆在那里了。毕竟是直接成倍数增长，这技能要是没有点限制，那到后期岂不是直接无敌？虽然有些失望，但好在这些提升苏然也能接受，总比什么都没有强。第33章寻找青铜宝箱。战力来到700多之后，苏然也就没那么着急准备提升实力了。虽说是等级越到后面就越难提升，但对于自己这个挂逼而言，那是越到后期提升就越快。仅仅只是700多的战力，就已经足以让自己能够和3级怪物一战，再加上天赋技能全力爆发状态下，甚至能和4级怪物一战。要知道
在上一世，许多人等级来到4级之后，都只能小心翼翼地挑战哥布林这种2级怪物，也不是谁在4级都能和苏然一样战力能够达到700多。不过现阶段自己也没必要主动去作死，去挑战一些高等级的怪物。马上兽潮就要来袭，到时候这么多凶兽，完全能够让自己的等级进行一个飞跃。现在最主要的事情还是要为明天的兽潮做好准备。现在的整体实力确实不错，但面对到时候无穷无尽的凶兽，还是有些困难。除了提升等级以外，苏然还有另一种途径，这个途径就是最开始的开宝箱。最初自己实力等级只有1级，战力更是只有寥寥数百，所以只能去寻找一些黑铁级宝箱，那也是唯一自己能够获得的宝箱。但要知道，在整个新手村当中，可并不只有黑铁宝箱这一个等级的宝箱，除了黑铁宝箱之外，新手村中还有不少青铜、白银，甚至黄金宝箱也有那么1、2个。当然，机遇和风险并存。如果说黑铁宝箱对应的守护兽是风狼这种级别的话，那青铜大概就是哥布林，白银就是一些4、5级的凶兽。而稀有无比的黄金宝箱，那每一个负责守护宝箱的守护兽都是 BOSS 级别的存在。只要称得上是 BOSS， 那就已经不能用等级来衡量了。BOSS 之所以能称之为 BOSS， 那就是每一个等级之中称王的存在，哪怕是一个1级 BOSS， 都是许多人不可招惹的存在。BOSS 可不止说说而已，在战力方面就能更加体现出他们的不同。如果有血条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每一个 BOSS 都会比普通怪物的血条厚上10倍，同时战斗力也是普通怪物的3至10倍不等，有些甚至能更高。就比如即将袭来的兽潮之中，就会有一头 BOSS 级别的怪物，那还是大家第一次见识到 BOSS 级别怪物的恐怖。最后在无数人付出性命的代价后，才勉强击杀了那头 BOSS， 而代价就是他们新手村的存活人数少了足足数百人。仅仅只是一头 BOSS 就让他们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记得没错的话，那头 BOSS 也不过才是3级而已。只是一头3级 BOSS， 他们这边有数十位3级高手，但在战斗中却是一直落于下风，甚至好几次被打得抱头鼠窜，好几次一度有人想要放弃这个任务。毕竟当初触发这个任务时，哪怕最差的人等级也差不多提升到2级了，有些人宁愿接受任务失败的处罚，也不愿自己的小命搭在这里。不过好在最后还是王强关键时刻爆种全力以赴，在大家的携手帮助下，成功抵御住了兽潮。BOSS 已死，兽潮不攻自破，没有领头人指挥后，跟随兽潮而来的凶兽们见势不对，也就一溜烟跑掉了，这也让他们得以喘息。虽然自己手里掌握着一个黄金宝箱的位置，但是没有十足把握时，自己是不会轻易前往的。现在自己的实力已经可以去寻找一些青铜，甚至是白银级别的宝箱，而在自己印象之中，也有好几个青铜宝箱等着自己去打开。既然明天兽潮就要来袭，自己必须得为世界 BOSS 首杀奖励提前做好准备，确保一切都万无一失。都已经重活1世了，并且还有这么多金手指傍身，最后要还是上一世的结局，那就真的是一言难尽了。现在短时间内，除了十里坡这种刷怪圣地以外，根本不可能再快速提升实力了，除非能直接找到一个凶兽族群，那还说不定。但很明显，现在的苏然还没有做好去送死的准备。你要说现在去欺负一下那些单打独斗的怪物凶兽还好，群居的凶兽，除非是拥有碾压性的战力，整个神话世界根本没有人想要去招惹这么一群凶兽。就比如之前的哥布林，很典型的群居生物，也就是上一次只有落单的2只哥布林，苏然会毫不犹豫的出手，但凡数量上多那么一点，哪怕是现在的自己也不敢轻易招惹。上一世大家在知道那一片地区有哥布林出没之后，平时都有意无意的远离那片地方，谁也不想去招惹这么一个未知的族群。也就是大家等级都上来之后，对于这些2级怪物也就没那么害怕了，由大部分人组成一个临时小队，把那一片地方的哥布林全部铲除。该说不说，这个哥布林族群也算是一个刷怪圣地，数量上来了也就不在意经验多少了，毕竟量变引起质变，蚊子再小也是肉。当然他们能够升级，这些凶兽同样是能够通过捕猎厮杀进行升级，只不过对比他们人类杀怪获得经验升级变强来说，肯定要困难许多。这或许也算是他们作为外来者的一个小优势。哥布林部落暂时可以当做一个副本，因为那里面除了有之前遇见过的2级哥布林以外，还有一些高等级的哥布林。以目前自己的实力来说，还是等实力差不多了再来把这个副本给刷掉，不出意外应该能够给自己提供1、2个等级的经验。不过目前而言，对自己最重要的还是先把前世记忆中的青铜宝箱全都拿到手。在记忆中回忆了一下之后，苏然很快就锁定了自己的第一个目的地，距离自己只有数十分钟的路程。说干就干，确定好大概位置后，苏然直接就启程前往目的地。在神话世界之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十分重要，因为这直接关乎到了自己的生命，一个不小心懈怠，说不定小命就因此不保。如果这只是个游戏，那说不定还会吸引许多人主动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但很可惜，这是现实，一旦死亡，那就是真正的死亡，谁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第34章，击杀狂暴野猪。很快，在苏然的全速赶路下，没过一会儿就来到了目的地附近。
随后就开始寻找起宝箱的踪迹。虽然有着大概位置，但大多数宝箱的位置一般都十分隐蔽，要是就这么明晃晃的放在空旷的地方，那可就得小心一点四周有没有什么埋伏。越看似风平浪静，其实这种在空旷地方的宝箱才是最难获取的，因为你不知道宝箱的守护兽到底会突然在哪出现，给你来上一个偷袭。要是就在宝箱旁边，那实力也是比大部分宝箱的守护兽都要强上不少，能这么光明正大的霸占这一片地方。苏然猫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来到指定位置后，开始向四周探索。没过一会，他就在一颗巨石后面看见了一个绿色铜制宝箱。顿时，苏然眼前一亮，这正是自己寻找的青铜宝箱。但随即苏然的目光突然一转，视线从宝箱上挪开，看向一旁的一头壮硕的野猪。狂暴野猪，普通怪物，等级2，战力399。介绍：狂暴野猪身形健硕，破坏力很强，一旦惹怒它，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料的情况。速度一般，防御力偏高，一旦进入濒死状态，会有几率触发狂暴模式，属性战力会大幅提升，请务必小心对待。天赋：狂暴 F 级。弱点：腹部、局部。威胁程度：普通。此时这头狂暴野猪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四周已经有个人类来到他的身边，在暗处悄然注视着。他的整个身体倒在地上，腹部随着平稳的呼吸一上一下。很显然，这头狂暴野猪此时还沉浸在梦乡之中。苏然自然注意到了这个情况，躲在巨石后面暗自咂舌。不愧是皮糙肉厚的野猪，现在还是白天都能这么明晃晃的躺在空地睡觉，根本不担心会有什么偷袭。狂暴野猪也算是完美继承了上一世野猪的特性，主打的就是一个皮糙肉厚，估计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才这么肆无忌惮的躺在这里睡觉。毕竟神话世界里大多数小怪都没有什么智慧，只有那些精英怪甚至是 BOSS 级的怪物才会有那么一点智慧。除此之外，神话世界中还有一些特殊生物会拥有智慧，就比如之前遇见的哥布林，他们每个人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和人类相比，他们成年哥布林的智商差不多只有人类幼童5、6岁的智商，如果是精英级甚至是 BOSS 级的话，说不定还能和正常人类比一下。但现在眼前的这头狂暴野猪，很显然它就并不属于高智商那一类的凶兽，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智商，做出的一些反应完全就是出于生物的本能，不然它也不会直接大白天就在这么空旷的地方呼呼大睡，甚至一点危机意识也没有了。要是碰见一些2级、3级的凶兽，偷袭状态下，除非一击致命，不然狂暴野猪凭借皮糙肉厚的优势也能瞬间惊醒进行反击。估计也正是这个原因，这头狂暴野猪的心才这么大。既然如此，这个青铜宝箱自己就收下了。狂暴野猪的睡姿正巧腹部就是正对着苏然这一边，只要一击能得手，苏然有把握一击必杀。不过这个过程得小心一下他突然惊醒，要是一个不小心触发了狂暴状态，那就麻烦了，尽量还是不要节外生枝。可以说，如果这头凶兽并不是狂暴野猪，换做任何一头2级怪物，苏然都没有任何顾虑，直接上去几下干死就完事。就比如哥布林这种小怪，自己随手一击都是能直接秒杀的存在。但狂暴野猪应该算得上2级怪物之中比较难缠的一个了，皮糙肉厚，防御力极强不说，一旦陷入狂暴状态，整体属性战力还会翻倍，到时候的战力恐怕是一些3级怪物都不敢硬刚。虽然只是几十秒真男人，但那突然爆发的战力早已在上一世就深深刻入了大部分人记忆中。在当初知道有这么一个凶兽时，大家在野外遇见狂暴野猪都是直接绕道走，哪怕是一批有着4级、5级大佬存在的队伍，也不愿去轻易招惹他们。因为一旦不小心触发了狂暴野猪的狂暴状态，在短时间内的拼杀下，虽然实力最强的那个人不会出什么事，但队伍里一些实力较弱的人恐怕连狂暴野猪的一击都抵挡不住。所以自从大家在知道了狂暴野猪的恐怖之后，前期一旦在野外遇见他，基本都是绕道走，不愿花费过多的精力去解决他。换作平时，苏然自然也不愿去招惹这种有些特殊的凶兽，但他是宝箱的守护兽，如果不能杀死他，那宝箱也不能打开，所以只能试一试了。苏然拿出武器，心中默念使用速度增幅，在确认已经开启技能的瞬间，苏然直接以最快速度冲向狂暴野猪。睡死的狂暴野猪根本就没有察觉到死亡即将来临，还沉浸在美梦之中不愿醒来。噗呲，一道武器刺入肉体的声音传来，随后就是一股响彻云霄的野猪惨叫声。哼哼，狂暴野猪在攻击下瞬间惊醒，随即而来的就是剧烈的挣扎。神话世界和游戏唯一的差别就是，这是完全一个真实的世界，和游戏那种虚拟程序化不同，哪怕是一瞬间的致命伤，也不会让狂暴野猪瞬间死亡，它还有短暂的时间能够让它挣扎片刻。不过，即便如此，也根本改变不了它死亡的事实。随着它突然惊醒，剧烈的挣扎，原本就已经从腹部刺入体内的赤羽狂刀在狂暴野猪的体内疯狂搅动，让原本就足以致命的伤口更是雪上加霜。
一时间，钻心的疼痛让狂暴野猪叫得几乎失声，哪怕是顽强的生命力也经不起这么折腾，更别提腹部原本就是他的弱点之一。短暂的几秒挣扎之后，狂暴野猪的叫声戛然而止，同时停止的还有他那挣扎的尸体。击杀2级狂暴野猪，经验值加4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第35章 F 级天赋狂暴，打开青铜宝箱。听见系统传来的提示音后，苏然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许多。幸好这次的行动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要是这唯一遇见的一头狂暴野猪偷袭就触发狂暴状态，那苏然还真得怀疑一下自己的幸运值 Max 是不是有点假了。杀死狂暴野猪后，苏然并没有去注意击杀狂暴野猪后获得的奖励，现在他的视线已经被尸体不远处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着光的青铜宝箱吸引。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宝箱而来，至于狂暴野猪不过是其中附带的一环罢了。苏然也没急着去打开宝箱，先是蹲下身对狂暴野猪使用掠夺之后，把尸体收入背包之中。掠夺成功，体质加5，掠夺成功，获得 F 级天赋狂暴。看见提示，苏然没有太过在意这个掠夺的天赋， F 级的天赋甚至还不如自己获得的一个技能，现在最重要的是眼前这个青铜宝箱。做完这一切，苏然这才来到青铜宝箱面前，仔细打量着这个宝箱的不同。青铜宝箱比起黑铁宝箱来说，大小确实没什么区别，就是一个正常宝箱的大小。要说唯一的差别，那就是外观上每一个级别的宝箱都大有不同，等级越高的宝箱看起来也就越花里胡哨。在前世，他所接触到的最高等级的宝箱也不过是白银级，而且那还是在整个小队一起行动的前提下，而那唯一一个白银宝箱也并不属于他。值得庆幸的是，这一世自己抢占先机，成为神话世界中第一个通关秘境的人，获得了神话世界的黄金宝箱奖励。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什么限制，那黄金宝箱开出的奖励与预想中差了许多，勉强能看下去的也就聚气丹丹方和护心项链。一个是能够直接增强自身实力的东西，另一个则是保命的东西。虽然两件东西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可在黄金宝箱的名头下就显得逊色许多。更别说还有一个奖励只是3级法术卷轴，这种东西哪怕是放在不久之后就没那么稀有了，毕竟只是一个3级法术卷轴，上限就在那里。如果是按照进入主城后的黄金宝箱，这里面能开出的好东西能够引起无数人觊觎，就例如护心项链这种装备。不过这宝箱中开出的东西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目前最适合的。3级法术卷轴看似是最差的，其实是目前情况下最适合的东西。兽潮来临，到时候大部分凶兽都是一些1级2级的小怪，一个法术卷轴下去比其他任何一个东西都要有用许多。所以这一次青铜宝箱之中能够开出什么东西呢？在击杀守护兽之前，每个宝箱似乎都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限制着，无法打开也无法挪动位置。击杀守护兽之后，这个限制就消失了，虽然没有任何阻碍，轻松打开了青铜宝箱。背包扩展卷 X1， 一阶丹炉 X1， 神话币 X1000。除去神话币，这青铜宝箱中总共开出了2件物品，虽然数量有些少，但苏然看见这2件物品时却是脸上一喜。背包扩展卷使用后可为背包额外永久增加10个空间，不计入神话币扩展。特殊道具一阶丹炉，物如其名，它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炼丹炉，使用普通火焰即可开始炼丹，最高可炼制1阶丹药。神话币，神话世界货币。3件物品的介绍映入眼帘，最后一件神话币可以无视，但前2件东西对苏然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先说背包扩展卷，使用后就可以直接获得10格额外物品栏，并且不会计入神话币扩展，就相当于它比别人凭空多出10格物品栏，而且之后就算要扩展也是同样的神话币费用，这可是个好东西。要知道他们来到神话世界后根本就居无定所，不是在流浪就是在流浪的路上，唯一能存放东西的地方就是背包了。而随着在神话世界生活的越久，物品自然也是越来越多，20个物品栏根本就不够用。背包可以使用神话币进行扩展，并且随着每一次扩展需要的神话币也就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变成一个天价。这么说的话，也就大概能明白这个背包扩展卷有多有用了。看完介绍后，苏然没有犹豫，直接就选择使用扩展卷。这种东西哪怕是放在前世也是十分稀有的特殊道具。而接下来这个1阶丹炉更不用多说，光从名字上就能看出这是用来炼制丹药的东西。上一世虽然有副职业的存在，但却和他这个透明人没什么关系。别说丹方了，就连最差的1阶炼丹炉自己都没摸过一次。越到后期，像这种炼丹师、炼器师的副职业也就越香，毕竟要生活这么久，谁能保证出去狩猎时不会遇见紧急情况，或者武器不会损坏呢？而炼丹师和炼器师的门槛同样很高，初级炼丹师或许用资源堆一下，轻轻松松的就堆上去了，但一旦脱离初级炼丹师这个范围，往上就需要用到更厉害的火焰，而这正是门槛之一——火焰天赋。
哪怕是最低级的火焰天赋，也好过用普通柴火。如果换作是以前，苏然肯定没有丝毫犹豫，就会打消成为炼丹师这个念头。但现在不同，自己拥有掠夺者天赋，火焰天赋对于自己而言只不过是时间问题。除了人类身上，一些凶兽小怪也同样拥有火焰天赋，自己只需要花费点心思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自己现在手上还有一张聚气丹的丹方，一旦服下之后，就可以全属性增加100，这对还处于新手村的自己非常重要。打定主意后，苏然收下了丹炉，放入背包中。看来自己除了需要多找几个宝箱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找到足够炼制丹药的灵草。先让自己提升为初级炼丹师之后，再着手开始寻找聚气丹所需要的灵草。找齐之后，还得看能不能开出一个2阶丹炉。这玩意在整个新手村可不好找，唯一能寄托的就是看看之后开宝箱能不能开出2阶丹炉。不行的话，就只能等区域融合了。第36章2级魂珠。查看完青铜宝箱的所有物品后，苏然打开了系统面板查看。姓名：苏然，等级4级，80600，力量93左元括号73加20右元括号，敏捷74左元括号64加10右元括号，体质90左元括号67加23右元括号，精神100左元括号90加10右元括号，自由属性点0，幸运值隐藏 max， 天赋神级天赋掠夺者， D 级天赋能量护盾， F 级天赋狂暴，技能火球术 LV4， 绿色品质，鉴定术 LV5， 5品阶，速度增幅 LV4， 绿色品质，战力714，装备赤羽狂刀加2，普通，白色品质，力量加10，体质加3，鱼鳞甲精英，绿色品质，体质加10，敏捷加10，力量戒指精英，绿色品质，力量加10，护心项链稀有，蓝色品质，佩戴后体质加10，精神加10，额外效果可抵挡10次致命伤害，检测到致命伤害时自动抵挡10%。背包神话币 X2700， 风狼尸体 X6， 狂暴野猪尸体 X13级法术卷轴，聚气丹丹方，1阶丹炉，2级魂珠。面板中大部分数据都没什么好看的，主要吸引苏然的就是刚才击杀狂暴野猪之后掠夺的天赋以及击杀奖励。之前是急着打开青铜宝箱，现在宝箱开完之后，苏然也是仔细看起了对于狂暴天赋的介绍。狂暴 F 级天赋，主动技能，使用后会陷入狂暴状态，30秒内全属性提升1倍。狂暴状态结束后会陷入虚弱状态，虚弱状态时全属性下降9%，虚弱时间持续1小时。2级魂珠，使用后随机属性永久加5，每人限制使用0、10。看完整个狂暴天赋的介绍后，苏然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在当初看见是 F 级天赋时，苏然就知道这个天赋虽然看似有用，实则有些鸡肋。使用后30秒内全属性提升1倍，光看后面的提升确实不错，可惜就是30秒真男人模式。如果单单只是这个情况的话，那这狂暴天赋都算是很不错的天赋。不过最致命的是，狂暴状态结束之后就会陷入虚弱状态，全属性下降9%，就剩下1/10。就这虚弱状态，要是30秒真男人没有击杀敌人，或者说杀完陷入虚弱状态后又遇见敌人，那苏然可真就是待宰的羔羊，一点办法也没有。在看完天赋介绍后，苏然心中就已经给这天赋判了死刑，除非是特殊情况下自己或许才会使用这个天赋。既然天赋暂时用不到，但这魂珠可是个硬通货，随机属性永久加5，这东西要是放在交易行上，一定能引起不少人的震惊吧。使用成功，敏捷加5，1/10，战力724。查看完所有奖励后，苏然继续回忆着下一个青铜宝箱的所在地。这个地方，下一个地方已经有些接近跃马平原的深处，在那里3、4级的凶兽随处可见，运气不好，有时甚至能碰见5级甚至6级的凶兽。苏然看着这个地点有些犹豫，以自己现在的情况，只需要稳住正常发育就行，根本没必要去冒那个风险。操！都重活一世，手握3大金手指，就这么一个小困难，自己还畏畏缩缩，一旦遇见更大的困难，那岂不是直接怂了？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哪怕是遇见5、6级的凶兽小怪，也能全身而退，根本就没必要这么怂，干就完了。想到这，苏然心一横，确认好地图的大概位置后，直接头也不回地离开原地，前往下一个青铜宝箱的地点。聊天频道中，现在距离大家离开新手村开始猎杀已经过去了3、4个小时之久，只要是愿意去探索的小队，或多或少都有了一些收获。原本第一天晚上就没休息好，再加上早上醒来后大家根本没有进食，直接就一头扎进森林里面开始探索，而且还经过几场战斗。现在的时间差不多已经是中午，太阳烈日高照，没睡好加上没吃好，大部分小队都出现了疲惫的情况。直至此时，他们的等级因为小队分配经验的原因，现在还是1级，根本就没有强化过身体，
所幸一部分小队直接找了一个空旷点的地方进行临时歇息。这一闲下来，在野外大家又不敢直接拿出刚才猎杀的尸体开始烤肉，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打开聊天频道，互相询问一下进展如何，顺便互相交流一下获得的信息。王强看着身边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4人，眉头微皱一下后，果断选择了原地找个地方进行休息。先休息一下吧，大家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争取今天之内全员升到2级，明天就是受潮了。王强招手示意大家停下休息后，从背包拿出一块压缩饼干，直接吃了起来。从昨天到现在，他们整个队伍作为最先一批离开新手村开始打怪升级的小队，还有王强这么一个大腿的存在，等级经验早就直逼2级了。而王强身为队长，则是早就升到了2级，体验到升级之后的强大后，他现在只想赶紧升级，升级还是特么的升级。只有自己更强大了，才能在这个新的世界更好的活下去。自己最开始更是幸运爆棚，直接抽中了 A 级天赋，命不该绝。现在他手中吃着的压缩饼干，就是之前击杀的小怪里爆出来的。好东西没怎么见着，破烂倒是一大堆，唯一值得入眼的就是自己手上的这把大刀，几十头怪物中才爆出这么一把装备。好，原本就已经有些累的顾晨4人闻言也是对四周进行探查一番后，才放心的原地一屁股坐下休息，同样从背包中取出压缩饼干吃了起来。这压缩饼干是真难吃，你说我们为什么会突然来到这个破地方啊？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现在感觉还不如996呢，至少那是慢性死亡，还能活个几十年。顾晨吃着压缩饼干，嘴唇干涩吐槽道：鬼知道啊，反正既来之则安之，我倒无所谓，这种生活挺好的，大家都是重新开始。江启没有任何思考，直接回道：对他来说，他在蓝星上就是一个天天加班的社畜，未来一眼就能看见尽头，房子、车子，各种压力紧随而来。与其被这么多烦恼困住，还不如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自己的生命由自己掌握。王强没有参与到他们的聊天之中，背靠在一棵大树下刷起了聊天频道中的记录。第37章，人比人，气死人。点开聊天频道，瞬间就有一连串的消息飞速刷新，过了1-2秒之后才缓缓停下。季伯达，卧槽，兄弟们，刚才我这真是死里逃生了。我们小队在寻找落单的小怪途中，居然遇见了一头3级怪物，我们就那么远远的看了一眼，魂都差点给我吓出来了。赵刚，别说了，刚鼓起勇气走出新手村，想着好好配合应该能打过这些凶兽，结果遇见一头风狼，差点一个配合不到位就死人了。而且今天又累又渴，谁有没有水啊？能不能交易一点？练习2年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苏然大佬竟然连风狼的尸体都看不上了。要是换做我，估计也不会搭理尸体。是宝箱不香吗？练习2年半，宝箱图片点 JPG。黄万，卧槽，大佬这宝箱里面都有啥东西啊？竟然连风狼的尸体都看不上，能分享一下吗？我也想去找找哪有宝箱了。李娇，2年半，哥哥能收留人家吗？可遇可甜，只需要给个坐标，人家主动来找你。王强大致扫了一眼这些聊天记录后，很快就发现了重要信息。点开练习2年半发的图片后，仔细观察片刻，里面的东西已经被人收了起来，图片上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宝箱。这就是苏然会放弃一具风狼尸体的原因。王强好奇地打量着图片里的宝箱，从外观上看像是一个铁质宝箱，不过由于里面并没有东西，所以王强不能判断这个宝箱到底有什么用。可听这个人所描述的样子，很显然这宝箱里面的东西比一具风狼尸体好上许多，这就让王强更加好奇了。一个宝箱能比一具尸体带来的狼肉更好？莫非……王强突然想到一个可能，难道苏然在同等级比他们强这么多，就是因为这个宝箱？随着这个念头一旦产生，王强越想越感觉很有可能。毕竟在以往的任何一个游戏中，宝箱的存在肯定十分稀有，并且里面的东西都十分稀有宝贵，这也验证了为何发出图片的这人把宝箱中的物品已经收了起来。但这也有点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了。在想明白之后，王强也没期待练习2年半会把宝箱里面的东西说出来，只是在心中默默记下宝箱这一重要线索。之后如果碰见，哪怕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必须把宝箱拿到手。在吐槽完神话世界的危险后，聊天频道中的主题开始朝着受潮讨论。毕竟原本30天的死期突然就被提前到了3天，大家心里不想吐槽那都是假的。而且当时的一群小鸡都快给他们干死，更别提这个受潮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受潮，现在才会有大部分人都组成小队外出探索，不然等到明天的受潮来临，大家还是同样死。在生死的抉择下，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咬咬牙拼一下，极少部分人还是选择了继续待在新手村里面混吃等死。新手村当初在被肃清一遍后，周围就基本没什么凶兽了，而且各个小队都是从不同的方向探索，这途中更是帮新手村解决了一些麻烦，这才让这部分人安心的躲在新手村等死。赵刚，明天就是受潮了，大家现在的升级进度都咋样？我现在的经验条已经破了1半，
估计在明天兽潮来临之前，应该能突破2级。黄万，卧槽，你们这进度也太恐怖了吧！我们小队运气有点差，直到现在大家的进度条也才不过1/4，恐怕到明天兽潮的时候都还升不到2级，羡慕。季伯达，说到这个，我可就有兴趣了。从昨天熟悉了一下环境之后，今天我们小队的狩猎情况就更快了。我现在距离2级也就差几头小怪了，今天努力看能不能升到2级，看看有什么变化。练习2年半，其实吧，我觉得大家没必要对兽潮如此害怕，咱们就把兽潮当做一个踏脚板，快速提升等级后就不用担心30天后等级没提升到10级会被抹杀了。看见最后一条，王强对此表示深刻的认同。从始至终，他都没感觉兽潮是一个灾难，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毕竟在野外，除了需要找到对应的小怪进行击杀，还得躲避一些来自高等级怪物的捕猎，复杂的地貌环境还会增添更多的危险。但如果是兽潮的情况下，兽潮里面的怪物除了那头最大 BOSS 以外，其余的应该都是给他们送经验来的，对于大多数人应该都能招架得住，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数量问题。所以在看见最后那一条消息后，王强也发了一条消息。王强，对的，我也赞同上面这位兄弟说的，其实大家对兽潮没必要这么害怕，毕竟我们还有这么多人，一人一下都能给那 BOSS 干死了，那些小怪其实也不用怕，现在大家猎杀起来不就挺轻松的吗？练习2年半，卧槽，捉大佬！练习2年半，看吧，就连王强大佬都和我一样的想法，大家都振作起来，没必要担心兽潮的问题。别忘了，我们除了王强大佬以外，还有苏然大佬呢。季伯达，哎呦卧槽，你不说我都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苏然大佬了。大佬不水频道又不怎么露面，都快忘了咱新手村还有这么一位巨佬。赵刚，没想到王强大佬竟然会来水频道，大佬昨天就已经2级了，不出意外，今天应该就能升到3级吧？能问一下，大佬升到2级之后，面对这些凶兽是不是更轻松了？黄万，你们说到等级，我刚才去翻了一下等级排行榜，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苏然大佬已经4级了。张三、李四、路人甲。黄万的消息一出，满屏的问号瞬间铺满整个聊天频道，很快就有人退出，查看完排行榜跑回来确认事情的真实性。季伯达，卧槽，苏然大佬竟然真的已经升到4级了，王强大佬下面甚至还多出了好几个2级，怎么大家都偷偷瞒着我升级了？练习2年半，巨佬不愧是巨佬，拿过世界通告的巨佬就是不一样，我们连2级都还没升，人家就已经4级了，人比人，气死人！靠在大树下休息的王强看见这条消息，瞬间就坐直了身体，表情震惊，似乎有些不可置信。但随后他亲自打开了等级排行榜，查验了真实后，整个人也是愣在了原地。离谱，离谱至极！自己一个 A 级天赋，并且从最初就一直在努力升级，不过到现在也才升到2级，距离3级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而苏然现在就已经4级了。虽然自己知道苏然强的离谱，但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吧？这才短短不到2天，他就升到了4级。到底是谁说的30天10级很难？按照这升级速度，恐怕不到10天，苏然就能升到10级吧。第38章回春丹，柳叶剑。季伯达，卧槽，苏然大佬竟然真的已经升到4级了，不是吧？我现在累死累活也才1级啊，距离2级都还差2、3头小怪，果然人与人真的不能做对比。李娇，啊呀，苏然哥哥好强啊，真的不考虑收留人家吗？人家身娇体柔一推倒，平时还会嘤嘤嘤，哥哥能不能看看我？赵刚，我一拳一个嘤嘤怪。黄万，楼上妹妹能不能收敛一点，不然我真怕自己哪一天顶不住了。黑丝大长腿，要不是没实力，我就真收留一个了。练习2年半，话说今天我遇见了一头4级凶兽，我远远的看了一眼，好像是一头熊，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看，只看见那高达5、600的战力，直接就掉头跑路了。也不知道苏然大佬和那头凶兽两者谁更强一些。季伯达，这还用谁？那肯定是苏然大佬强一些啊！如果连苏然大佬都比不上，那估计整个神话世界都打不过了。聊天频道中还在继续讨论，大家都趁着现在是停下来休息吃东西恢复体力的时间聊会天，互相交流一下信息。在结束上面的几个话题之后，大家就开始分享在探索这一片地方的发现。基本大部分的1级小怪大家都碰见了，一些特性和弱点都被分享了出来。在得知这些信息后，后续大家在面对这些小怪时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速度也快上不少了。虽然并没有注意频道中都在交流些什么，因为现在聊天频道中并不能给自己提供重要的消息，所以自己还不如把所有精力放在提升实力上，这样才能更好的在神话世界中活下去。此时距离他找到第1个宝箱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开门红之后，苏然又紧随其后找到了第2个、第3个青铜宝箱。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然这次在找寻的过程中，前往一处宝箱地，竟然发现那一片地方空空如也，宝箱的影子都没看见一个。好吧，看来有时候前世的那些记忆也并不能全信，谁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掺杂一些假消息。
这次没有宝箱倒还好，就怕来了宝箱的影子没看见一个，回头一看，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头 BOSS 或者精英怪就站在你面前了。看来以后有关前世的记忆，自己都要小心谨慎一点。只是被骗了都还好，如果是陷阱，那就得不偿失了。这2个青铜宝箱开出的东西倒不怎么稀有，其中有一个宝箱直接给自己开出了一个1阶丹药单方以及配套灵草，直接安排一步到位。1阶回春丹单方，1阶丹药，初级炼丹师可炼制，学习后可炼制回春丹。回春丹1阶丹药，服用后可快速恢复使用者体力伤势，是出门在外的不二之选，具有治疗伤势的效果，非致命伤可缓慢治愈，对毒无效。回春草1阶灵草，可用于炼制丹药。回春花1阶灵草，可用于炼制丹药。碧云莲1阶灵草，可用于炼制丹药，可直接服用抑制伤势。一共5种灵草，这就是回春丹所需要的全部灵草，只要苏然愿意，随时随地就可以炼制出回春丹。不过这回春丹只是恢复体力和治疗伤势的效果，对于苏然而言并没有这么急，所以这件事就暂且搁置，等晚上找个机会再炼制出来。而且炼制回春丹还需要把炼丹师等级提升到初级，所以自己还需要沿途寻找一些不入级的灵草，为自己的炼丹大业做准备。不入级以上的灵草不好找，可这不入级的灵草满地都是。苏然每路过一个地方，发现不同的草花之后就收起来一些，在别人眼中随处可见没什么用的东西，在苏然的鉴定术面前就成了各种不入级的灵草。除了第一个青铜宝箱之外，另一个宝箱开出的东西就更加常见了。另一个青铜宝箱除了开出了大量的食物以外，还有一个不错的东西，就是一个新装备，一柄崭新的精英武器。柳叶剑精英绿色品质装备，装备后力量加20，敏捷加5，佩戴要求3级，力量体质均在50以上。精英武器，原本自己还没怎么在意自己手上的武器，赤羽狂刀用着也顺手了，毕竟再怎么说也是加2的武器，比普通的白色武器要好上许多。佩戴要求是3级和力量体质均在50以上，这2个条件自己完全满足，看来赤羽狂刀也可以正式下线了。柳叶剑各项属性加成完爆赤羽狂刀，更别说这还是精英绿色品质的武器，从品质上来说就比普通白色武器要好上许多。哪怕是同样的属性加成，正常人几乎都会直接无脑选择精英绿色品质。换下赤羽狂刀后，现在苏然的属性面板就变成了这样：姓名苏然，等级4级80600，力量103左圆括号73加30右圆括号，敏捷79左圆括号69加10右圆括号，体质87左圆括号67加20右圆括号，精神100左圆括号90加10右圆括号，自由属性点0，幸运值隐藏 max， 天赋神级天赋掠夺者，地级天赋能量护盾，技能火球术 LV4 绿色品质，鉴定术 LV5 5品阶，速度增幅 LV4 绿色品质，战力738，装备柳叶剑精英绿色品质，力量加20，敏捷加5，背包神话币 X2700， 风狼尸体 X6， 狂暴野猪尸体 X13级法术卷轴，聚气丹丹方回春丹丹方1阶丹炉2级魂珠。换上柳叶剑后，苏然迎来了第2个属性破百大关，力量破百来到了103。之前的星术果实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不知不觉精神不知何时早已破百，这还是力量破百后苏然才发现。在发现已经有2个属性破百之后，苏然看着另外2个属性思考了起来。如果自己记得没错的话，当一个人所有属性都突破100时，都会有一次洗精法髓，这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而在往后的了解中，他这才知道，如果一个人能在5级之前就全属性突破100，那洗精法髓的效果才会最大化，等进入主城进行转职时，转职职业也就越强。这个传言具体真假并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当时转职出很强职业的人都透露过自己当时在几级全属性破百。而苏然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有一个 SSS 级天赋的人在6、7级时全属性就已经破百，这个进度已经超越了整个神话世界 99.99% 的人。要知道，如果不算其他任何加成，只算上装备加成和裸属性一起的话，一般大家都是在9级甚至是10级才会全属性破百，战力勉强来到小1000。而如果能在8级全属性就破百，那至少在主城里就有一定的名声。如果是7级的话，那前100名战力排行榜必定有一席之地。而据说那位 SSS 级天赋的人，就是在6级时全属性就破百，转职的职业也强得离谱，更是登上了职业排行榜的前10名。注意，这个计算结果里面并不算上技能以及天赋的限定加持，主角的掠夺者是个例外，永久掠夺增加。而在前10的那些人之中，听一些小道消息，似乎全都是在6级全属性破百的，有些甚至只是7级，但还是觉醒了强大的职业。根据规律推算，至少职业前100名之中最差的也是7级全属性就破百，
大家也根据这个规律摸索出可能觉醒的天赋就与这个息息相关。那些人只是6级全属性破百就已经觉醒出这么强大的职业，但如果自己是5级甚至是4级就全属性破百呢？上一世就有着不少人猜测，如果有人能够5级甚至5级之前就全属性破百，那进入主城之后转职的职业会有多恐怖。不过可惜上一世并没有传出谁在5级或者5级之前就全属性破百，当时就有不少人猜测，如果能在5级之前就全属性破百，那转职的职业会不会直接毫无悬念的成为职业榜1？这个猜测在上一世没法实现，但现在不同，有自己这么一个挂壁在，说不定还真能试试。第39章爆裂熊控火天赋。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太阳已经开始逐渐下落，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来到晚上。这一共才没找到几个宝箱，途中休息片刻，吃了点东西，还浪费了一些时间，还有一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赶路过程中了。苏然想着这天马上就黑下去了，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可还没有在黑夜中行动的打算。既然如此，自己最后再去寻找一个白银宝箱就收手，正好早点回到新手村做打算。受潮虽然现在来看似乎并不那么可怕了，但不怕万一就怕一万。这次受潮比上一世提前好几天，万一这其中出现一些自己都掌控不了的变数，就麻烦了。想到这，苏然快速收拾了一下获得的东西，就朝着记忆中最后一处白银宝箱地点前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就是自己最后一次寻找宝箱。新手村就这么大，自己上一世知道宝箱的位置也没几个，这个白银宝箱还是有幸在和别人一次交易过程中意外得知，除此之外就没怎么听说过了。如果只是黑铁宝箱，大家后面差不多都知道了宝箱的等级，这种黑铁宝箱也没必要藏着掖着，反正已经被自己拿了，总不可能宝箱还会刷新吧。所以即使黑铁宝箱的位置泄露出去也并无大碍，有心寻找的话，不出几日就能找到一个。可有时候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在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大家也就没把心思放在宝箱上了，一切随缘就好。但继续往上，哪怕只是青铜宝箱，大家都开始有些小心思，除了抱着想要炫耀一番的心理，其他人都是憋着绝不透露。青铜宝箱都是如此，白银宝箱就更不用多说了，一个个嘴巴严的要死，连一个模糊坐标都不愿意提供。这唯一一个白银宝箱还是误打误撞，苏然才偶然得知，不然再让自己找上的3-5天，恐怕也找不到一个白银宝箱。毕竟是新手村，一个黑铁宝箱都能让人高兴不已，一个白银宝箱那完全就是泼天的财富。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人命一点不值钱的神话世界，大家有好东西几乎都闷声发大财，只有实力和资源才是在这个世界立足的根本。不过这一次和之前的小打小闹不同，每一个白银级宝箱的守护兽至少都是3-4级的存在，如果运气差一点，说不定还有5级的凶兽在那守护。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对付4级就已经有些吃力，要是碰上5级，恐怕就得费上好一番功夫了。确定没什么差错后，苏然直接朝着白银宝箱的所在地全速前进，争取在太阳落山之前拿到白银宝箱，并赶回新手村。这2天这么努力，主要就是为了明天的受潮。如果任务失败全属性时，哪怕是现在到的，自己也有些心疼，更别说如果完成之后自己能够获得的额外奖励。除了等级能直接加1以外，贡献值还能直接乘以2倍，那贡献商店里面还有好多自己上一世眼馋不已的东西呢。苏然赶路途中碰见几头凶兽，也是来者不拒，直接一剑秒杀后就直接继续赶路，经验值也从80提升到了120，距离升到5级的600经验值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途中苏然也没忘记掠夺尸体，增加几点属性点，一共击杀了3头小怪，2个1级，1个2级。3头尸体一共给苏然提供了6点敏捷和3点体质，现在战力已经来到756。也不知道是不是神话世界在从中作鬼，人类如果在同等级的情况下，裸战力没有任何外力加持，永远也不可能比同等级的凶兽战力高。就好比现在的苏然，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发展如此之快，装备更是才降临神话世界没多久就有了好几件。但即使是如此，苏然现在4级道的战力也才不过和一些4级、5级的凶兽战力持平。要是换作人类，恐怕有些人6、7级的战力都还没有苏然高，可换作凶兽就差那么一点，就完全能和苏然持平。这一点从最初的众人战力还不如一只鸡就能看出来，真是操蛋。苏然口中嘀咕2声，随后就继续朝着白银宝箱的地方赶去了。很快，在苏然的全速前进下，没多久就来到了白银宝箱的所在地。来到大致位置后，苏然还是和往常一样，开始在附近小心翼翼地搜索起来。这一次和往常不同，现在自己的位置已经位于跃马平原的外围，之前新手村那附近一片地方连外围都算不上。从进入外围这一片范围后，苏然赶路的途中就遇见了不下3只3级以上的凶兽，为了防止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苏然遇见这些凶兽之后都是绕道走，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把白银宝箱拿到手。跃马平原一共分为3个区域，第一个就是新手村那一片地方，就属于新手区。第二个就是目前苏然所在的地方，跃马平原的外围，
最高甚至有一些5、6级的凶兽在里面走动。而第3个区域就是内围，属于跃马平原深处。进入跃马平原深处后，碰见的大部分凶兽至少都是5级以上的凶兽，再往上就是7级、8级，甚至是最强的10级。而一直没有出现过的精英怪也只存在于内围之中。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内围的凶兽一般都不会离开那一片区域，来到外围甚至新手区。苏然进入外围后就一直小心翼翼，这可比不得新手区那些随手就能秒杀的凶兽。万一同时被好几头凶兽盯上，那自己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了。在极致的小心搜索下，苏然没一会就找到了那个白银宝箱。此时苏然躲在一处灌木丛之后，小心地观察着白银宝箱的四周。当看见白银宝箱一旁的守护兽时，苏然心中突然打起了退堂鼓。随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守护兽的详细数据也出现在苏然眼前。爆裂熊，普通怪物，等级5，战力740。介绍：爆裂熊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爆裂熊的脾气十分差劲，如果招惹到它，请一定尽快远离，否则后果十分严重。它的速度、防御以及攻击全都很强，在属性上几乎没有什么弱点，对付它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特别小心它的另一个攻击手段——火焰攻击。天赋：控火 C 级，技能：火球术 LV1，弱点：眼睛、局部，威胁程度：危险。第40章偷袭，战斗一触即发。看完爆裂熊的介绍，苏然却是突然眼睛一亮，好家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法。自己正愁不知道去哪寻找火焰天赋呢，没想到这头爆裂熊身上就有 C 级的控火天赋，这不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原本苏然看见爆裂熊的那一刻，心中就已经准备放弃这个白银宝箱了，毕竟在各方面来看，这头爆裂熊完全能和自己打个平手，甚至因为它强健的身躯还会让自己陷入劣势。虽然战力上看起来相差不了多少，但肉身强度可不是说战力就能衡量的，哪怕是苏然火力全开，估计也不能在这爆裂熊身上讨到一些优势。如果没有装备，就这么赤手空拳上去和这爆裂熊对打，恐怕根本用不到几回合，只是第一次交手就足以让手掌骨折。人类和这些凶兽怪物的唯一区别，那就是我们能够应用大脑思考，利用各种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创造优势，这是其他动物凶兽所不拥有的。如果没有这个白银宝箱以及这头爆裂熊身上的控火天赋，苏然一定会毫不犹豫的直接扭头就走。因为这爆裂熊哪怕是在5级的凶兽之中都是十分难缠的对手，甚至连一些6级凶兽都不如爆裂熊难缠。这样的对手是苏白不愿意招惹的，更何况他现在的等级还只是4级。可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苏然的前进道路上出现这么一头拦路熊，哪怕是付出一些代价，也必须拿下这头爆裂熊。既然已经下决定，苏然直接开始观察四周的地形，开始分析战斗开始后对自己有利的地方，说不定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石头，就能直接决定这场战斗的胜利。再扫视一圈，把附近所有的地形环境全都记在脑海里之后，苏然就开始分析起自己和爆裂熊打起来之后能最大程度发挥出自己实力的方法。待一切准备就绪后，苏然心中已经有了方法。原本平静的脸上突然闪过一丝狠厉，苏然直接拿出刚换不久的柳叶剑，准备迎接战斗。这头爆裂熊即使在外围已经算是一霸之主，可也没有大意直接在这里睡觉，但一直守在宝箱旁边也不可能四处游荡，所以他就这么侧身靠在一块石头上休息。反正自己的任务是守护这个不知道有啥用的盒子，守护的时间越久，自己得到的好处就越多。饿了就在附近随便捕猎几头食物，吃饱后就继续回到宝箱这里守护。保护这个怪盒子可比他自己外出厮杀升级快多了，几乎每一天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实力正在上涨，这种躺着升级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所以面对这个突然出现在脑子里的任务，爆裂熊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苏然看着侧躺在石头上的爆裂熊，弓着身子蹑手蹑脚地来到爆裂熊近处，如果能一击直中要害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想到这，苏然拿剑的右手不由得再握紧了几分手中的武器，这还是自己头一次在重生后升起一丝危机感。这2天重生后发展的实在是太顺利，以至于苏然都忘记了这是一个危机四伏、随处充满危险的神话世界了。果然，哪怕是现在自己已经比前世强了不知道多少，但该小心的地方还是要小心，该谨慎同样也得谨慎。苏然来到距离爆裂熊不到10米后，脚步一顿停了下来。这个距离几乎已经是自己能与爆裂熊离得最近的距离，再往前走，哪怕是背对着自己，爆裂熊也能察觉到四周的风吹草动。看着近在咫尺的爆裂熊，苏然屏气凝神，一眼就看准了爆裂熊的弱点。爆裂熊的弱点有2个，一个是眼睛，另一个现在就正对着自己。眼睛那自然是不可能了，如果让爆裂熊发现，那自己悄悄摸过来的意义就没了，所以现在就只剩下这么一个弱点，且这个弱点现在还完完全全的正对着自己。为了以防万一，苏然紧张握着长剑的同时，还默默发动了火球术。只要自己身形一动，那火球术就会同步自己的进攻，朝爆裂熊攻击而去。
万事俱备，确定爆裂熊没有察觉身后时，苏然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快速一剑刺了过去。这一切发生不过瞬间，在苏然有动作的一瞬间，突然凭空出现的几个大大小小的火球也朝着爆裂熊攻击而去。10米、9米、7米、3米、2米。眼见柳叶剑与爆裂熊的距离只剩下2米，原本侧躺着休息的爆裂熊似乎察觉到什么，猛然瞪大双眼，毫不犹豫的一掌朝自己身后拍去。噗嗤，长剑入体的声音传来，苏然面色一喜，急忙看向前方。看清楚状况后，苏然脸色却是一变，急忙把长剑往回一收，同时身体止住，向前快速后退，拉远距离。这爆裂熊下意识的一掌恰巧挡住了苏然的致命一击，长剑刺穿熊掌，一进一出，让爆裂熊的熊掌多出了一个血淋淋的大洞。糟了！苏然暗道不好，没想到这一击居然被爆裂熊挡了下来。这一击一定会让爆裂熊暴怒，一击又没得手，只是伤到他一些，接下来的战斗可就麻烦了。随着苏然快速后退，爆裂熊感受到熊掌上传来的疼痛后，也知道发生了什么，急忙起身准备反击。就在此时，苏然的火球术也到了，刚准备站起身的爆裂熊一个不小心，却是被连续的6个火球打得有些昏头，身体上的毛发也被烧焦，传来阵阵糊味。好！爆裂熊被这连续的2波攻击打得生气，自己休息的好好的，怎么就有人偷袭自己，还让自己的熊掌受伤？不管是谁，他必须死！稳定身形后，爆裂熊急忙环顾四周，寻找攻击自己的身影，很快就在不远处看见了苏然正一脸凝重地看着自己。苏然手上还拿着柳叶剑，刀尖还有刚才刺入爆裂熊手掌留下的鲜血，刀尖朝下，刀身上的鲜血顺着方向汇聚成一滴一滴的血珠，最后在刀尖上往下滴落。看见这一幕，愤怒的爆裂熊怎么还不知道眼前这人就是刚才攻击自己的偷袭者？爆裂熊用着愤怒的眼神死死盯着苏然，战斗一触即发。第41章激战，千钧一发。苏然一击没得手，脸色有些凝重。现在的位置处于跃马平原外围，如果长时间的战斗动静吸引来其他的凶兽，那自己就陷入被动了。一头5级爆裂熊，身高2-3米左右，几百斤的体重，战斗起来动静也不会小，所以这场战斗只能速战速决。见状，苏然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默念使用了速度增幅，1分钟内速度提升5倍，这是唯一的机会。在感受到身体细微的变化后，苏然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手拿长剑再次朝爆裂熊攻击而去。只有1分钟的时间，如果在时间内拿不下爆裂熊，自己就真得思考一下还要不要继续战斗下去了。毕竟速度增幅使用后有足足1小时的冷却时间，自己也不可能和爆裂熊战斗到1小时之后。这么大的动静，要是不在短时间内解决，一定会引起附近其他凶兽的注意。怕就怕到时候有个老六坐享渔翁之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自己完全一点办法也没有。爆裂熊休息中突然被偷袭，本就十分愤怒，眼见这个伤了自己的人类竟然还敢继续攻击自己，也是彻底怒了。老熊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吼吼吼！陷入暴怒的爆裂熊一时也顾不上自己熊掌上的伤口，双手在自己胸口上拍打鼓舞后，也是径直的朝苏然的方向杀去。一人一熊就此展开战斗。苏然开启技能后，速度直接暴增，每一击都从各种刁钻的角度朝爆裂熊攻击而来，一时爆裂熊陷入下风，只能被动挨打。不过爆裂熊皮糙肉厚，即使只能被动防御，苏然一时也奈何不了他怎样。连续的几道攻击也只是在他身上留下几道血痕，看起来似乎对他不痛不痒。爆裂熊防御的同时，也只能用愤恨的眼神死死盯着苏然。如果说眼神能杀人的话，那苏然现在已经死上上百次。他也不知道为何眼前这人速度为何会突然变成这么快，但他的潜意识里告诉他，眼前这个人类不能维持这个速度多久，不然以这个实力早就碾压自己，根本不可能缠上这么久。眼见速度增幅的时间已经过半，苏然没有对爆裂熊造成致命伤势，心中也是有些着急。如果1分钟过去，那就不是自己压着爆裂熊打的，到时候估计就是5-5开，自己一点优势也占不到。但这爆裂熊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一直小心翼翼的防守，根本就不进攻，不给苏然任何机会。2个致命弱点全都被爆裂熊保护的好好的，苏然即使想尽快打开局面，也没有丝毫办法。心急则乱，一直拿爆裂熊没办法，苏然的攻击节奏都变得有些奇怪，甚至时不时还暴露出一些弱点，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爆裂熊身为这一片地区的一霸之主，每天都要经历无数战斗，面对苏然这暴露多次的致命弱点，又怎会注意不到呢？也就在苏然再次提起长剑，猛然朝着爆裂熊的眼睛刺去后，暴露出的致命弱点被爆裂熊发现，根本来不及多思考，他就立马决定给这个人类一个教训。真当自己只会防御了？火球术！一个巨大的火球在爆裂熊面前浮现，不知是不是因为控火天赋的原因，这火球术虽然只是 LV1，但威力却明显都能和苏然的 LV4 相比。好在这数量上和 LV4 有很大差距，不然苏然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同时挡住这个威力大小的6颗火球。虽然爆裂熊选择反击，
但苏然手上的动作却是一刻也没停，心中更是暗自发动了地级天赋能量护盾。没错，之前的各种弱点都是苏然故意暴露给爆裂熊的，为的就是让他能和自己正面对决，这样自己才能根据他的弱点更好下手。如果他只是一味的防守，那自己还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就只有等战力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继续来找他的麻烦。但既然已经遇见了，苏然就没想过放弃，哪怕是以伤换伤的方式，也得拿下这头爆裂熊。他这次能主动进攻，也正如了苏然的意。爆裂熊火球术凝聚完成后，双眼紧盯着苏然，释放的瞬间以防守化主动，跟随火球术的进攻轨迹一起朝苏然杀去。两道身影急速接近，爆裂熊见前面这个人类还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眼神中带有一丝轻蔑。他还以为这个人类有多聪明呢，没想到还是和其他家伙一样傻愣愣的冲上来。要知道自己这一招火球术，再配合自己的强势进攻，以往不知道有多少凶兽都败在了自己手中，就眼前这个人类的小身板能承受住。这样想着，爆裂熊的心中隐隐有些得意，还以为这人类有多强呢，最后不还是得败在自己手中。见爆裂熊上当，苏然嘴角微微扬起，手上的动作却是丝毫不变，直直的朝爆裂熊的眼睛刺去。一人一熊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各自的心中都有想法，就看谁更胜一筹。砰！火球击中的声音传来，巨大的威力扬起一阵沙尘，一时不知谁胜谁负。而待沙尘慢慢散去，战斗的结果则是苏然毫发无损，而长剑却是准确无误地刺入了爆裂熊的右眼。关键时刻是能量护盾直接为苏然抵挡了最强的一波攻击，而正因如此，苏然才能轻松得手。看似他们已经战斗许久，实则现在过去不过短短几十秒，苏然的速度增幅还剩下最后10秒钟。大局已定，苏然迅速抽回长剑，蓄势待发，准备给予爆裂熊致命一击。而现在受了致命伤的爆裂熊只能无情狂怒，他怎么也不明白这百试不厌的攻击手段为什么会突然失效，自己的全力一击竟然连这个人类的一根毛也没伤到，并且现在爆裂熊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快速流逝，这一击正中要害，如果不能及时治疗恢复，哪怕是拖也会直接把他活活拖死。苏然见爆裂熊已经没了反抗之力，顿时准备趁着速度增幅还剩最后一点时间，直接拿下爆裂熊。苏然眼神一灵，握着武器的右手更紧了一分，争取这最后一击一剑秒杀。就在苏然朝着爆裂熊杀去时，那把剑距离斩杀爆裂熊还有1米。千钧一发之刻，旁边不远处的草丛突然传来刷刷一阵异响。第42章三大凶兽陷入劣势。苏然的听觉早就获得增加，这么一点小动静瞬间收入耳中。就在苏然准备最后一击结束战斗时，突然第六感疯狂预警，身上汗毛直立，好似下一秒就有危机浮现。苏然紧急停下脚步，快速往后倒退。在往后退的一瞬间，一颗比刚才爆裂熊威力还要大一些的火球从苏然面前擦身而过，随后击打在一棵参天大树上，树根直接被打出一个空心大洞。这威力，如果是苏然完完全全接下一击，那不死也得残。转过头，刚才传出异响的方向，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一头老虎，此时正虎视眈眈地看着苏然。烈焰虎，普通怪物，等级5，战力768。介绍：烈焰虎身为百兽之王，他绝不容忍有外人入侵他的地盘。如果你不小心踏入了他的地盘，请务必在最短时间内退出，千万别被他盯上，不然最后你只能和他进行一战。他十分迅猛敏捷，如果和他战斗，请避免正面对战，发挥你聪明的大脑以技巧取胜，不然同等级情况下你将毫无胜算。天赋：控火 C 级，技能：火球术 LV1， 弱点：背脊，威胁程度非常危险。看着鉴定术给出的信息，苏然脸色十分难堪，没想到这次半路还真杀出个拦路虎，这下麻烦了。这里怎么会是烈焰虎的地盘？这不是有一头爆裂熊了吗？一山不容二虎，因为这是一头熊。烈焰虎一出现，局势瞬间变成2打1。虽然爆裂熊已经身受重伤，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参与战斗，只要战斗中随便骚扰一下，就够苏然喝一壶的了。而且这头烈焰虎鉴定术更是给出了非常危险的提示嘛，差一点点就让自己直接跑了。就在苏然还在头痛要不要继续打下去时，背后突然传来一阵寒意，让自己十分不舒服。似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苏然有些僵硬的转过头看向身后。这不看不要紧，一看人直接傻了。幽灵蟒，普通怪物，等级5，战力732。介绍：幽灵蟒，一个阴险至极的凶兽，平日里躲在各种阴暗角落等待猎物上门。它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区域，如果不小心踏入它的活动范围，请一定及时离开。它体内蕴含的毒素能瞬间令一个人死亡，千万小心它的毒素。如果和它进行战斗，那请一定避免近战，使用远程武器保持安全距离才是正确选择。天赋5，技能隐匿 LV1，弱点头部7寸，
威胁程度：危险。只见身后不远处的一棵大树的枝干上吊着一条身长4、5米、成年人手臂大小粗的巨蟒，此时他的目光正悠悠地盯着自己，嘴里还时不时吐出分叉的蛇信子。看清楚身后传来寒意的原因后，苏然感到一阵心寒。好吧，现在2打1也不成了，成3打1了。不是，这到底是什么鬼啊？为什么平日里在外围都很难遇见一头的5级凶兽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甚至其中2个还都拥有天赋，另一个也是拥有老6技能的顶级老6。原本优势在我，结果这短短的几秒瞬间就让自己变成劣势，并且还是劣势中的劣势。自己1打1还是在技能的加持下才勉强有些优势，2打1估计自己全程被压着打，现在更是3打1，自己仅存的一点点优势也荡然无存。操！在这2头不同的凶兽现身后，苏然大脑此刻飞速运转，开始规划逃跑路线。什么？你说为什么不跟他们打一架？拜托，光是一头烈焰虎就够自己喝一壶了，非常危险，可不是闹着玩的。更别提还有爆裂熊助力，以及一头老6蟒蛇在暗处随时准备偷袭。就问你，这种情况还怎么打？胜算不足1成，自己又不是头铁，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吗？这样想时，苏然余光再次悄悄打量了一下烈焰虎。好吧，似乎还真跑不过。烈焰虎在一击未得手之后，没敢有太大的动作，只是谨慎地看着苏然，担心他下一秒会不会主动发起进攻。现在爆裂熊的伤势还摆在那里，浓烈的血腥味让烈焰虎十分敏感，所以在对待苏然时也更加小心谨慎。但殊不知，此时苏然表面上十分镇定，实则心里慌的一批。就这么一会，速度增幅的时间已经过去，技能也随之陷入冷却，距离下一次发动至少也是1个小时之后。但现在这情况，别说1个小时，就是10分钟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住。苏然知道跑也跑不掉，干脆挺直身体，就这么与烈焰虎对峙着，同时脑子迅速思考看有没有希望打破局面，不然今天这就是必死之局。时间1分1秒过去，对峙的情况直至爆裂熊失血过多，有些撑不住，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眼见如此，烈焰虎也不再犹豫，要是再慢上片刻，这头熊必死无疑。苏然同样听见了爆裂熊倒地的声音，暗道一声不好，这情况只会激怒烈焰虎主动攻击，对自己可不利。果不其然，在爆裂熊倒地没多久，烈焰虎呲着獠牙直接朝苏然奔来。烈焰虎本就是百兽之中跑最快的一批，全速前进下，急骤的破空声传来，烈焰虎的身影瞬息而至，一个跳扑，正对着苏然的头颅咬去。老虎的咬合力惊人，如果这一击被他得手，苏然直接就此丧命。但自己同样不是吃素的，在发现烈焰虎有异动的瞬间，就全力集中，在他扑过来的一瞬间侧身躲过。烈焰虎的这个攻击手段突然让苏然想到了什么，原本忧愁的内心多出一丝喜色。刚才鉴定术给出烈焰虎唯一的弱点就是背脊，这是他唯一的视野盲区，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屁股，但致命程度远不比背脊。大部分虎形凶兽的背脊都十分脆弱，只要自己抓住机会，一剑狠狠刺进去，说不定就能直接让他丧失行动。想到这，苏然越发觉得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可靠，正好自己还有护心项链，能够抵挡10次致命伤害，大不了故技重施，用以伤换伤的方式拿下烈焰虎。爆裂熊此时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所以苏然需要对付的凶兽也就剩下了眼前这头烈焰虎和不远处的老6幽灵蟒。第43章，他是猪吗？远处那头幽灵蟒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给自己来上一口，但眼前最大的危机还是这头烈焰虎。只要解决了烈焰虎，剩下的另外2头凶兽都不是问题。爆裂熊的击杀提示音还没传来，就说明现在爆裂熊还存有一口气，自己也得小心这家伙突然暴起给自己来上一下。自己这小身板可扛不住爆裂熊来上这么一掌，这一掌下来非得给自己干出一个全身骨折不可。而且护心项链的抵挡伤害用一次就少一次，这每一次可都直接等同于1条命，哪怕是进入主城之后，这东西都是十分稀有的东西，苏然绝不可能把这些机会全浪费在新手村之中。躲过烈焰虎的一击后，苏然几大步直接离开了原地，并有意朝幽灵蟒的位置远离一些，谨防这个老6突然给自己来一口。既然战斗已经正式开打，烈焰虎也就没那么谨慎，作为百兽之王，他不允许有人闯入他的领地，还击伤了他的小弟。没错，之所以这一片区域能同时拥有3头5级凶兽，就是因为爆裂熊当初没打过烈焰虎，甘愿当了小弟，但平时2兽都分别在各自的固定区域内活动，互不干扰。也就是爆裂熊这家伙吼起来的声音十分有辨识度，烈焰虎在听见声音后迅速就朝这地方赶来，随后就出现了刚才那一幕。一击未得手，但同时烈焰虎也发现了这个人类似乎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强，面对自己的攻击只知道躲避。见此，烈焰虎心中松懈了不少，可能是因为眼前这个人类用了不知道什么特殊手段，所以才会把自己的小弟打成这样，奄奄一息，马上就要一命呜呼了。但无论怎么说，爆裂熊都是自己的小弟，小弟挨打了，自己这个当大哥的一定会帮他找回场子。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不想活了？吼！一声吼叫，烈焰虎稳定身形，再次朝苏然扑了过去。但这次也和上次一样，虽然烈焰虎的速度已经很快，但苏然同样也不差。势均力衡下，目前谁也奈何不了谁。连续几次的扑咬，苏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他也没有打草惊蛇主动攻击，一直示弱，让烈焰虎连续不停的攻击。只要有一次失误，自己就能抓住机会反杀。但想象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原本势均力敌的战场，因为一头突然闯入的狂暴野猪打破。苏然躲避烈焰虎的攻击时，被疾驰而来的狂暴野猪狠狠顶了一下，强大的冲击顿时让苏然身体失衡，倒飞5-6米远。不过狂暴野猪的攻击力有限，根本就没有达到致命伤级别，所以也就没触发护心项链的额外效果。被撞倒的苏然还在疑惑怎么会又出现一头凶兽时，看见了一旁血流不止的爆裂熊，顿时明白前因后果。该死，这狂暴野猪真是没脑子，3头5级凶兽的威压竟然就这么直接冲了进来，他难道不知道这就是送死吗？他是猪吗？一时愤怒的苏然显然没有意识到他这句质问有多可笑。狂暴野猪，他不就是猪吗？而烈焰虎似乎也对这个突然闯入自己领域的猎物不满，是谁给他的勇气闯进来的？梁静茹吗？狂暴野猪来这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被爆裂熊的血腥味吸引而来。对于这个想要拿自己小弟当食物的蠢猪，哪怕刚才立功也免不了他的死期。见刚才那个人类已经倒在地上，烈焰虎直接对着向爆裂熊奔去的狂暴野猪扑上去就是一口。哪怕再怎么皮糙肉厚，狂暴野猪也抵挡不住烈焰虎这么一口，直接一命呜呼，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苏然撑起身子，擦了一下嘴角的鲜血。刚才这一撞虽说不致命，但也让自己伤到一些，好在问题不大，对接下来自己的计划没有任何影响。迅速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后，苏然拿起柳叶剑，眼神冰冷地看着不远处的烈焰虎。看在他帮自己杀掉了偷袭的家伙后，苏然决定接下来给他留一个全尸。看见苏然再次起身后，烈焰虎本着趁他病要他命的原则，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快速接近苏然，直接扑了上去。因急生乱，烈焰虎由于想要赶紧结束这场战斗，趁着苏然受伤的时候没有防备，直接就扑杀上去。之前在扑杀时，他也会对自己的后背有所防备，所以苏然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一击致命。但现在因为看见自己受伤，烈焰虎的防备直线下滑，就这么赤裸的摆在苏然面前。在他扑过来的瞬间，苏然再次侧身躲避，不过这次自己没有，赶紧转移位置，拿着柳叶剑的右手盯准烈焰虎的背脊，反手竖力狠狠插了过去。噗嗤，长剑入体的声音异常清脆，苏然这一击找准了位置，一剑直接狠狠插入了背脊。而苏然本人此时也因为被烈焰虎扑咬的强大惯性带飞，长剑脱手，苏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再次飞了出去。好在这次并没有外力因素，苏然直接飞出几米后就停了下来，并没有再次受伤。嗨嗨，连续2次体验飞一般的感觉，虽然没什么大碍，但苏然也是轻咳几下，随后狠狠吐出一口鲜血，才感觉舒畅许多。一击得手，苏然并没有高兴太早。烈焰虎此时因为被攻击到致命弱点扑咬后，根本没力气继续支撑，所以直接扑到了地上哀嚎。身为百兽之王，他怎么可能被眼前这个弱小的人类击败？这不可能。苏然看见烈焰虎倒在地上后，还来不及高兴，急忙把目光转向刚才幽灵蟒吊着的大树，而这一看更是让他脸色大变。原本一直在那远远盯着苏然的身影已经不见，但那4-5米长的身躯，即使有隐匿技能，也不可能完全隐身。想到这，苏然急忙环顾四周，寻找着幽灵蟒的身形。这种老六能不近身，最好就别近身。可自己又没远程攻击，唯一一个能用的火球术还有冷却时间。但有个火球术总比没有好。这幽灵蟒只要不被他暗中偷袭，那产生的威胁根本比不上爆裂熊和烈焰虎。若不是鉴定术给出的严重警告，幽灵蟒的毒素威力惊人，苏然早就上去一剑斩之了。第44章，孽畜哪里逃？而在苏然反应过来的同时，幽灵蟒早就在苏然受伤的那一刻时就开始暗中有所动作。开启隐秘技能后，只要自己不主动攻击，那其他人就很难发现自己的存在。虽说这一级的隐秘术效果不是很好，但面对还在战斗中的苏然，显然已经够用了。专注战斗中，根本不可能分心出来再注意他。但很明显，他也没料到，原本看似已经落入下风的苏然，就好似突然爆种一般，直接一击反杀了烈焰虎。这怎么可能？但以他仅存的脑容量，显然不足以让他思考这么多。3兽之中以伤其2，更何况这么一个大好机会，他怎么可能放弃？就在苏然反应过来环顾四周的同时，幽灵蟒那巨大的身躯移动起来也十分迅速，短短片刻就已经来到了苏然不到3米处。恰巧一个回头，苏然直接和幽灵蟒撞面，看见他快速朝自己接近时，也是一惊，随后急忙在心中思考应对之法。3头凶兽中最强的2个已经被自己拿下，剩下1头幽灵蟒不足为惧，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他体中的毒素，一个不小心沾上苏然，也不知道护心项链能不能对此起作用。眼见幽灵蟒距离自己不足1米后，苏然很快就想好应对之策。
这是目前看来最保险的一个方法。既然如此，打蛇打7寸，就先拿你开刀试一试。柳叶剑此时还插在烈焰虎身上，但苏然在烈焰虎没死绝之前，绝不可能空手接近。现在情况危急，索性从背包中拿出刚退役不久的赤羽狂刀。面对幽灵蟒的进攻，苏然选择不退而进。在他朝苏然杀过来的同时，苏然也同样朝着他冲去。躲过他迎面来的扑咬后，苏然直接连跨几个大步来到幽灵蟒身后，寻找着他7寸的位置。从头部以下细数7寸，那里就是蛇的心脏位置，也是蛇的中枢神经。只要能正确打中位置后，蛇的心脏遭到外部打击，也就失去了控制身体的能力，到那时也就没了攻击的能力。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不直接攻击头部，直接一刀斩掉同样嗝屁？攻击头部确实能够直接让蛇失去攻击能力，毕竟唯一一个能攻击释放毒素的地方都被斩掉了，就更别说伤人了。但这你就要想要蛇的头部非常灵活，并且攻击性极强，你去正面和他硬刚，要是一个不小心没打中那出事的人，可就是你自己了。这种容错率极低的选择，想必应该没有哪个傻子会去这么做。而打蛇7寸，只要找对位置后，和这蟒蛇周旋片刻，随后突然爆发一击致命，他们完全反应不过来。就比如现在苏然绕至幽灵蟒身后，就开始寻找他的7寸之处，找到地方后就开始寻找时机下手。而在幽灵蟒眼中，苏然的这一番举动就好似看不起自己一般，一直躲躲藏藏，死活不肯与自己交锋。刚才和烈焰虎打得有来有回那股劲呢，但幽灵蟒现在纯粹是连苏然的衣角都摸不到分毫。这家伙就跟个泥鳅一样，无论自己怎么围剿攻击他，就是不和自己正面对抗，一直闪避躲藏。就在两人周旋之时，苏然的耳边突然传来一道提示：击杀5级爆裂熊，获得经验值加10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听见提示音，苏然一直绷着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喜色。没想到这么一阵，这爆裂熊就撑不住 GG 了。5级凶兽足足100的经验值，这3头就是300经验，自己距离5级就差那么一步之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兽潮之中自己就能升到5级，到时候奖励还能等级加1，这样自己的等级直接就来到76。这才来到神话世界不到3天，等级就提升到6级。还有谁？还有谁？当然，在全属性没有提升到100之前，苏然会一直压制升级进度，最好能赶在兽潮结束之前就把全属性提升到100以上。这倒也不是什么难题，兽潮中的一堆尸体，自己只要随便摸摸尸就能凑齐剩下的属性点。爆裂熊死后，苏然背包中也多了几件爆出来的东西。不过现在正在战斗中，苏然也没心思去查看爆裂熊都爆出来些什么东西。等把3头凶兽全都拿下，自己再好好盘点一番。加上白银宝箱，这一趟的收获完全超乎了自己的想象。回想上一世，自己来到神话世界第2天还在新手村之中苟活，而现在自己不过2天就已经是4级高手，战力更是直逼一些5级凶兽。要知道，这5级凶兽换成人类的战力对比，那至少也是6、7级才能勉强与之抗衡的存在，而自己4级就能直接1打3把这3头5级凶兽压着打。其中爆裂熊和烈焰虎更是同等级凶兽中最强的一类。这真是不是不知道，一是吓一跳，不知不觉间自己的实力竟然已经如此恐怖。仅凭今天1挑3还接近完美获胜的战绩，完全可以在外围横着走，任何凶兽都无法阻拦自己，除非能有内围的凶兽不小心闯出来，还恰好被苏然撞见。不过现在爆裂熊虽然已经归西，但烈焰虎还强撑着，虽是击中了弱点，但很明显还不足以直接致命，还需要苏然上前去步几刀。万一一个不小心被烈焰虎撑住和幽灵蟒联手，那自己也得考虑一下该怎么跑路了。知道爆裂熊已经死亡后，苏然的信心大增，面对幽灵蟒的进攻也更游刃有余。幽灵蟒眼见自己一直和眼前这个人类僵持不下，也是急了，要是再拖上一会，那自己完全就没必要继续和他拖下去了。没看见爆裂熊和烈焰虎都被他杀了吗？自己就是一个阴人的老六。你要说阴人我在行，打架我还不如那2位呢。现在他俩一个不知死活，一个九死一生，自己何必非得死磕葬身在此呢？想通之后，幽灵蟒一时也没了斗气，眼见自己的右一击被躲过之后，他毫不犹豫的扭头就准备跑路。苏然也看出了他的想法，不过都已经打到现在了，你还想逃？孽畜，哪里逃？第45章击杀3大凶兽 ，B 级天赋火焰操控者。苏然好不容易已经锁定了7寸之处，就等着幽灵蟒露出破绽一击拿下。结果这家伙一声不吭，竟然就想着跑。没看见另外2头凶兽都已经倒在地上了吗？还能让你一条蛇跑了不成？幽灵蟒唯一的威胁就是他体内蕴含的致命毒素，现在丧失战力意志后，更是对苏然没了任何威胁。眼见他想要跑，苏然直接大步流星追上。剩下最后一点距离，苏然一个滑铲，直接来到幽灵蟒7寸之处，使出浑身力气一刀砍下。幽灵蟒顿时吃痛的疯狂挣扎，身体剧烈摆动。当然，这突然的应激反应也就持续了片刻。不一会，幽灵蟒身体一颤，随后巨大的身躯轰然倒下，生死未知。
苏然攻击的地方直接一刀把幽灵蟒斩成了2截。不过苏然还是有些担心幽灵蟒并没有死透，所以在幽灵蟒丧失战斗力的同时，再是一刀朝他的头部砍去。虽然自己这一刀直接给他砍成了2截，但蛇这种生物的生命力本就顽强，而且自己那7寸也不知道具体攻击对位置没，万一要是被砍成2截还能有所动作，到时直接一口自己可不好应对。直至幽灵蟒的头部被砍下，击杀提示音传来后，苏然这才放下心来。没听见击杀提示音，自己这心里就一刻不踏实。击杀5级幽灵蟒，获得经验值加10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做完这一切后，苏然这才气喘吁吁的一屁股直接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自己一个人以4级之躯独占3头5级凶兽，这种话放在前世说出去，根本不可能有人会相信，哪怕是单独的一头5级凶兽也不可能。毕竟在神话世界中，大家都清楚的知道，人类在同等级情况下基本很难战胜同等级的凶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进入主城后，大家都进行转职，并且拥有了强大的装备，才逐渐开始改善。在前期唯一能做到这种情况的，就只有那些觉醒了 S 级天赋，甚至是更高等级天赋的人。除此之外，大部分人类都是上面这种情况。哪怕强如王强这个未来的战力白榜高手，现阶段他能凭借自己的天赋越级对抗一头凶兽，就已经是很不错的表现了。但如果是同时应对多头，哪怕是他也应付不过来。10086新手村中觉醒最高的天赋，除了苏然自己以外，最强的就是王强。如果不把自己这个变数算入其中，王强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就是10086新手村第一人。有时候幸运女神眷顾，能够觉醒出一个好天赋也是命，但同样也可以靠自己逆天改命。前世白榜高手中，除了王强这个 A 级天赋格格不入外，其他99人全都是 S 级天赋，甚至是更高天赋。他就是凭自己一步一步逆天改命，用实力告诉众人，天赋并不是决定上限的唯一基础。休息片刻后，苏然感觉身体好受了些，这才站起身来到烈焰虎不远处。这一场战斗下来，唯一的意外就是没想到在战斗关键时刻，会有一头狂暴野猪突然冲进来偷袭自己，让自己受了些外伤。刚才在休息时，他就在感受自己体内有没有受伤，如果受了内伤的话，那可就不好搞了。这个世界没有药品什么的，极少几个受伤恢复的途径，就是丹药和治疗型天赋。丹药很好理解，苏然背包里此刻都还有一个回春丹单方，并且灵草也早已准备就绪，丹炉也在背包中，随时都可以开始进行炼制。而另一个方法治疗型天赋，自己没记错的话，王强小队中的那个猪脑子不正是一个 C 级治疗天赋吗？苏然想到，这人撇撇嘴，自己要不是上一世受到过他的治疗，才不会出言打破他那心中仅存的美好幻想。这就是一个危险人吃人的世界，末世之前先杀圣母，这句话并无道理。毕竟上一世姜糖的结果就很凄惨，王强队伍解散后，他一个人还是个奶妈，根本没啥战斗力，带出去完全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累赘。最后无奈下，干脆就在新手村当起了给人治疗的全职奶妈，并且几乎不怎么收取费用。治疗天赋虽好，但也得看是在谁身上，而且天赋总有个上限，更别说他还只是个 C 级小奶妈。最后的结果就不多说了，反正苏然记得十分凄惨，并且以往受到过他救治的人对此压根就见死不救，全当没看见。当然自己这点伤势肯定用不着去找他，等待会回到新手村后，自己就着手开始炼制回春丹，尽快掌握炼丹师职业，炼制2阶丹药聚气丹，全属性加100，这个诱惑力对于还在新手村的苏然而言是致命的。摇头散去脑子里多余的想法后，苏然把目光放在了烈焰虎身上。柳叶剑此时还插在烈焰虎的背脊上，趴在地上的烈焰虎双眸死死地盯着苏然，从黑色的瞳孔中就能看出他心中的怒火。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那烈焰虎一定会把眼前这个人类大卸8块。不过很可惜，柳叶剑插在烈焰虎背脊中，就好似被命运扼住了喉咙，烈焰虎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苏然手持大刀斩下自己的头颅。咚咚，随着烈焰虎的头颅滚地，这场战斗也正式拉下结束的幕章。击杀5级烈焰虎，获得经验值加100。此次击杀获得的物品已自动放置背包中，请注意查收。提示音传来后，苏然来到烈焰虎身边，把柳叶剑从他体内拔出。原本刚到手十分干净的长剑，此时已经沾满鲜血。苏然借助烈焰虎的虎皮把剑身擦拭干净后，这才把赤羽狂刀收入背包中，重新拿上柳叶剑。3头尸体，苏然先是来一波摸尸后才收入背包中。3头尸体一共给自己提供了数十点属性点，以及自己心心念念的天赋。掠夺成功，精神加10；掠夺成功，力量加10；掠夺成功，敏捷加10；掠夺成功，获得 C 级天赋控火；掠夺成功，获得 C 级天赋控火；掠夺成功，获得普通白色品质技能隐秘。检测到重合天赋，自动升级中。升级成功，恭喜苏然获得 B 级天赋火焰操控者。第46章天赋印章2阶丹炉。
看着一连串的提示音，苏然惊喜不已。更是令他没想到的是，相同的天赋居然还能合成升级。自己原本还在担心，如果有2个相同的天赋，会不会出现重合其中一个没什么用的情况。不过现在看来，这发展方向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更好一些。2个 C 级天赋加在一块，就升级成了 B 级天赋。照这么说，以后只要是掠夺了相同的天赋，都能提升1级。A 级变 S，S 变 SS，SS 变 SSS。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 SSS 加 SSS 能直接升级成为又一个神级天赋。不过苏然自然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先不提神级天赋有没有这么好获得，光是能够拥有2个相同的 SSS 级天赋就简直难如登天。要知道，整个神话世界数十亿觉醒 SSS 级天赋的也不过数十人，1/1的觉醒概率，而前世所知的每个 SSS 级天赋的人都在战力榜上有名。据自己所知，只要天赋来到 SSS 级后，基本都是唯一性天赋。也就是说，在这个神话世界中，有且只有他这么一个 SSS 级天赋，根本不可能找出另一个同款天赋。就比如苏然的掠夺者，从最初就非常清晰地标注了这是唯一神级天赋，也就是除了苏然以外，整个神话世界没有第2个人拥有这个天赋。除非有什么东西能打破神话世界规则，凌驾于唯一法则之上。除了天赋以外，苏然这次还收获了30属性点，这一波直接让苏然700多的战力突破到800大关，来到了816。除此之外，在幽灵蟒身上，苏然更是掠夺到了他的技能隐匿。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白色品质的技能，但这个技能的效果有时甚至会比一些绿色精英品质的技能还要好上许多。隐匿 LV1 白色品质，使用技能后可主动进入隐匿状态，非攻击状态下将会减少别人的注意力，类似于半隐身效果。目前仅对同等级人类凶兽有效，等级大于使用者1级则无效，主动攻击隐匿效果会失效。冷却时间无。这技能前面一段看起来似乎还不错，但到了后面就有些拉胯了。果然只是一个普通白色品质的技能，并不能奢求它能有多好。仅对同等级人类凶兽有效，但凡等级高于使用者本身就会失效，这除非是在重伤逃命下，对手还必须得是同等级的，不然隐匿效果就直接无效。如果这个技能到了别人的手中，或许就算是鸡肋，但别忘了苏然不同，因为幸运值 max 的原因，同样爆率也被拉满。技能石这种稀有的东西，对于苏然来说，随手就能爆出来许多。而只要把隐匿技能的等级提升上来之后，完全就可以不输绿色品质甚至蓝色品质的技能。掠夺来的技能苏然直接就学会了，并不是呈现出一本技能书什么的。而盘点完这3头尸体带来的收益后，苏然没急着去查看爆出来的东西，还是白银宝箱要紧。虽说之前那个黄金宝箱开出来的东西让自己并不是很满意，但那至少也是白嫖得来的，和这种自己击杀守护兽后获得的宝箱有所不同。至少在前几个青铜宝箱中，苏然就已经体验到开宝箱的乐趣，而那还仅仅只是青铜宝箱。这白银宝箱就连自己前世也没见过几次，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还是看着别人开出来一堆好东西。3具尸体苏然也没浪费，虽然心里答应了给烈焰虎留个全尸，但抱歉自己2世为人还没尝过虎肉，也不知道吃起来是种什么感觉。收好尸体后，苏然赶紧来到宝箱旁，看着这晶莹剔透的白银宝箱，苏然蹲下打开了宝箱，鉴定术的信息浮现在面前。聚气草2阶灵草，是炼制聚气丹的必要灵草之一。天赋印章，使用后有概率获得 F 级天赋水之掌控。玄铁石，一种受天地滋养的石头，其十分坚硬，可用于建筑、锻造等作用。2阶丹炉，正如你所见，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2阶炼丹炉。与1阶丹炉不同的是，催动2阶丹炉需至少有 F 级火焰类天赋才可炼制丹药，火焰天赋等级与成丹率有关，请谨慎炼丹。神话币2000，除开神话币，白银宝箱中一共开出了4件东西。聚气草不用多说，一听就知道是和聚气丹息息相关的炼制灵草之一。天赋印章，使用后有概率获得 F 级天赋水之掌控。如果是之前苏然看见这个东西的话，一定会欣喜若狂，但换作拥有掠夺者的苏然而言，这什么破东西？好吧，唯一一个和副职业无关的东西竟然是一个 F 级天赋，剩下3件东西都和炼丹师炼器师有关，这都是不久之后才会用到的东西。2000神话币，该说不说，这白银宝箱确实不错，仅仅一个宝箱就抵得上自己这2天的努力。虽然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神话币的作用，但苏然可是知晓得一清二楚。进入主城后，神话币就是神话世界唯一的通行货币，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有生活中各种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可以说，如果神话币充足，哪怕是让人给你卖命他都愿意。但现在只是新手村，新手村之中又没有商店之类的地方，这神话币就显得有些鸡肋了。趁此机会，苏然说不定还能借机敛财一波，为自己进入主城后拿下财富榜1做打算。这次的7大金榜榜1，自己一定会全都收入囊中，这每一个榜1背后都代表了一个非常逆天的奖励。具体有多逆天，苏然不知道，只是得到金榜奖励的7个人无一例外，
他们最后全都成为了战力榜上前10的存在，差点就直接被他们包圆。哪怕是财富榜榜1的王富贵，听说他的天赋不是战斗类天赋，实力也不咋地，但就是凭借牢牢霸占财富榜榜1的机缘，硬生生挤进了战力榜前10，虽然只是其中的倒数。这么逆天的机缘，苏然怎么会善罢甘休呢？这个白银宝箱虽然没有让苏然很惊喜，但这几件宝物相对来说也很不错了，其中更是有一株聚气丹的主要炼制灵草之一，2阶炼丹炉也准备就绪，就等着自己开始炼制丹药了。至于这玄铁石，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就这么一小块玄铁石，上一世至少也得卖上千神话币吧。把所有东西收入背包中后，苏然眼见太阳已经逼近下山，和3头凶兽的厮杀耽搁了些时间，现在得赶紧回到新手村，准备应付明天的兽潮了。赶路途中，苏然打开背包，盘点了一下3头凶兽爆出来的东西，在满级幸运值的影响下，这3头凶兽也为苏然提供了一个不小的惊喜。第47章全属性破百，洗金法髓。3头5级凶兽一共给自己爆出了3块技能石，还有3颗5级魂珠，剩下的则是一些神话币，还有少量食物。总的来说还不错。技能石不用过多介绍，使用后可升级技能。5级魂珠使用后随机属性永久加10，每人限制使用0、10。随机属性加10，苏然看到这来了兴趣。距离他全属性破百也只有2个属性，还在90多。如果这3颗魂珠能随机到刚好欠缺的属性中，那岂不是自己就能直接在5级之前开始洗金法髓？想到这，苏然心中一阵火热，赶路的同时直接使用了3颗魂珠。使用成功，精神加10 1/10；使用成功，敏捷加10 2/10；使用成功，体质加10 3/10。检测到苏然全属性已破百，正在洗金法髓中。提示音结束，苏然下一秒就感受到身体传来一阵火热，一股暖洋洋的感觉传遍全身。这种感觉就持续了一会，几分钟后，苏然就感觉到那股暖流已经消失，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股臭味。看着身体上冒出来的黑色杂质，看来自己又得去一趟河边洗一下身子了。调转方向，苏然来到之前的河边冲洗了一下身体后，就急忙回到了新手村。自己在4级就洗金法髓成功，比自己计划中还要提前1个等级，5级就已经闻所未闻了。也不知道这4级就洗金法髓进入主城后会转职什么职业。苏然赶到新手村时，太阳已经彻底下山，天空也开始慢慢变得黑暗，唯有那新手广场上的几个篝火还继续为他们提供光亮。随着苏然的视线看去，此时大部分外出的人都已经回到了新手村之中。这2天的狩猎也让他们获得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基本上每个小队的背包中都有几具凶兽的尸体。上千人之中同样不缺少有火焰天赋的人，但这个比例也是低得离谱。整个新手村中拥有火焰天赋的1只手都能数得过来，而且这些火焰天赋还大多都是 F 级、E 级的火焰天赋，点火做个饭还行，真要说去打凶兽，也就能欺负一下比较弱的那一批。值得一提的是，火焰天赋的威力大小和精神力息息相关，就和火球术一样，精神力越强，释放的威力也就越强。如果火焰天赋等级比较高的话，那完全就是自带火球术，而且还是没有冷却的那种。3个技能石，苏然全用来提升最新获得的技能隐匿，已经升为 LV4 的隐匿，确实和苏然预料的一般，脱胎换骨了，作用性比原本要好得多。隐匿 LV4 普通，白色品质，使用技能后可主动进入隐匿状态，非攻击状态下降会减少别人的注意力，对超出使用者3级以上的人类凶兽无效。附带技能效果，隐匿状态下速度正 10%， 冷却时间无。隐匿作用等级从原本的同等级提升到了3级以上才会无效，也就是说，现在苏然4级使用隐匿后，只有7级以上的凶兽才能察觉到他的踪迹。至于5级、6级的凶兽，除非苏然主动作死，那即使是从他身边路过，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不仅如此，从 LV3 升到 LV4 后，苏然发现隐匿还额外多出了一个效果，在隐匿状态下速度正 10%， 这简直就是赶路神器啊！在赶路的过程中，别人不能察觉到自己就算了，现在速度还能额外增加。如果再遇到赶路的情况，直接打开隐匿，根本就不需要因为遇见一些凶兽而特此绕路。不错，看来这3个技能石没有白费。苏然这次没有选择在新手村外休息，明天就是兽潮，自己怎么也得和其他人一起度过这次兽潮危机。虽然自己现在的实力已经能够轻松击杀5级凶兽，但 BOSS 级怪物可不是开玩笑的，只要能和 BOSS 这个词挂边，哪怕是一头1级 BOSS 也是现在许多人联手都杀不死的存在。BOSS 的生命力十分强大，拥有极其恐怖的自愈能力，只要不是在短时间内被击杀，就会通过他那恐怖的自愈能力快速恢复，这也正是这些 BOSS 怪物最难缠的情况。开启隐匿后，苏然想着试验一下技能，就这么直接走进了新手村。不出意外，凡是路过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苏然从他们身边走过，就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来到新手村，苏然先是查看了一下自己现在的属性面板，姓名苏然，等级4级
420-600。力量113左圆括号83加30右圆括号。敏捷105左圆括号95加10右圆括号。体质100左圆括号80加20右圆括号。精神120左圆括号110加10右圆括号。自由属性点0。幸运值隐藏 Max。天赋神级天赋掠夺者， D 级天赋能量护盾， F 级天赋狂暴。技能火球术 LV4， 绿色品质，鉴定术 LV5， 5品阶，速度增幅 LV4， 绿色品质，隐匿 LV4， 白色品质。战力876。装备柳叶剑精英，绿色品质装备，装备后力量加20，敏捷加5，佩戴要求3级，力量体质均在50以上。鱼鳞甲精英，绿色品质，体质加10，敏捷加10。力量戒指精英，绿色品质，力量加10。护心项链稀有，蓝色品质，佩戴后体质加10，精神加10，额外效果可抵挡10次致命伤害，检测到致命伤害时自动抵挡10%。背包神话币 X4700， 风狼尸体 X6， 爆裂熊尸体 X1， 3级法术卷轴，聚气丹丹方，2阶丹炉，回春丹丹方。不错，一共就杀了3头5级凶兽，自己的战力就从700多提升到了现在的876，足足提升100多的战力。现在要是再遇见5级凶兽，苏然有把握找到弱点后直接一击秒杀，根本就不会和今天一样陷入这么多次劣势。来到新手广场后，苏然并没有直接解除隐匿技能，就这么一直开着也挺不错的，在野外一直提心吊胆。回到新手村后，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下，他可不想被其他人打扰。自己升到4级的消息一天过去，肯定有人发现了，如果自己再现身的话，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烦自己，索性直接开着隐匿，等明天再解除好了。如果自己不主动解除的话，这隐匿技能就一直有效，没有时间限制，这倒算是一个特别的点。闲来无事，苏然打开了聊天频道。第48章聊天频道交易。聊天频道里，此时由于夜晚降临，聊天频道也渐渐热闹起来。在互相都不熟悉的情况下，聊天频道就是大家交流的依赖，在这里不需要面对现实的尴尬，可以随时随地畅所欲言。季伯达，我去，今天辛辛苦苦一整天，终于把等级提升到2级了，升到3级的经验竟然直接翻了1倍，我的战力都还没翻1倍啊！练习2年半，也是侥幸升到2级了，希望明天的受潮能够轻松一些吧。我还不想刚来没几天，小命就丢了啊！大佬救救我！赵刚，没事，我们还有苏然大佬在，大佬都已经4级了，区区受潮自然不在话下，更别说还有王强大佬。王强大佬的天赋可是 A 级天赋，说不定全力爆发状态下还能和苏然大佬比一比呢。黄万，对啊，话说怎么没看见苏然大佬啊？明天就是受潮了，苏然大佬还不回新手村吗？大佬别抛弃我们啊！李娇，苏然哥哥，今天妹妹搭了一个小房子，坐标 XXXX， 随时欢迎哥哥来休息哦。季伯达，你那是想让大佬去休息吗？其实大佬要是不嫌弃的话。眼见话题越聊越歪，季伯达这家伙更是主动搞事情。苏然看着聊天频道的脸都快绿了，急忙打字回应道：打住打住，首先我性取向没有任何问题，其次我现在已经在新手村了，大家不用担心，明天的受潮我们共同面对，到时候大家互相配合完成这次受潮就行了。练习2年半，卧槽！金仙大佬，大佬已经在新手村里面了吗？我全程关注进出人员，怎么没看见大佬啊？赵刚，我也没看见啊，大佬在哪呢？大佬腿上还缺不缺挂件？我会喊牛逼666。黄万，大佬要不要吃点烤肉？我这里刚烤好的狼肉，该说不说，这神话世界里凶兽的肉质十分美味，不加调料都好吃的不行。季伯达，这件事我有发言权，中午我们小队就烤了一些兔肉，那美味的口感回味无穷。王强，你们谁的天赋是火焰天赋吗？居然还有火！今天我尝试了一下钻木取火，结果琢磨半天都没效果。正在众人讨论时，王强也好奇地发了一条消息。从回到新手村之后，他就开始疑惑，为什么新手村中居然还有篝火？昨天也没见有人生火呀。而钻木取火，今天自己试了一下，根本不可行。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话，哪怕搁那钻一天也没什么反应。所以在看见新手村好几个篝火之后，王强就一直好奇。正好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烤肉，他也借此询问季伯达，王强大佬，我们小队中有一个人是1级火系天赋，用来生个火啥的还行，不过就是战斗力弱了点，那火最多能吓唬吓唬凶兽。黄万，我们队伍中也有一个 F 级火系天赋，不过他的火焰威力最多也就能生个火了，连吓唬一下凶兽都不行。练习2年半，哇塞，你们太过分了吧！我们队伍里没有火系天赋，就靠着击杀凶兽后爆出来的一点食物撑到现在。快，哪个队伍有火系天赋的人帮我烧个火，我请你吃狼肉。王强看完几条信息后也明白了篝火的来源，火系天赋那就不奇怪了。
但自己的队伍中并没有火系天赋的人，以后肯定会需要用到火，就比如用来烤肉什么的，所以自己是不是还得考虑招一个火系天赋的队友？可经历过一次寒沉的情况后，王强就对于扩张队伍十分谨慎，除了苏然以外，整个新手村中就没有他能看上的人。说实话，在见识到苏然的实力后，王强甚至有加入苏然的想法。不过想到当初邀请他组队被干脆拒绝的场景，似乎也不太可能。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东西都是空谈。实力为尊这个词，在王强见识到神话世界的残酷之后就清楚了。虽然不能和苏然成为队友，但可以成为朋友。以他之前救下自己的行为来看，虽然不排除人家只是因为想要刷怪的原因，但总归还是救了自己一行人的命，这份恩情他记下了。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生活问题，实在不行就只能看要不要招募一个火系天赋的人了。王强，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谁手中有能生火的东西，我可以用其他东西来换。季伯达，生火的东西，要是还在蓝星，我就直接买一盒打火机送给王强大佬了。可惜这是在神话世界，要不行王强大佬，我让我们队伍里的人帮你生个火呗。黄万，能生火的东西应该很少见吧？除了天赋钻木取火以外，好像就打火机了。不过这个世界应该没有打火机吧？可惜了。打火机？苏然看见这条消息也是一愣，这玩意自己好像还真开出来过。当初是杀凶兽爆出来的，还是开宝箱来着？有点记不清了。自己早就扔在背包里吃灰，根本没怎么在意。毕竟之前就可以用火球术点火，虽然说有些浪费，但总比好过没有。现在自己更是有了 B 级天赋火焰操控者，用来点火攻击都是手到擒来，这打火机就显得有些多余了。看王强这个样子，似乎他们队伍里没有火系天赋的人，反正打火机也是多余的，就当做个顺水人情。苏然依旧没有忘记，进入主城之后，自己就会组成自己的势力，到时候王强这个未来的战力榜前100就是自己的第一人选。而且大家都是同一个新手村的人，就更容易拉拢了。想到这，苏然在聊天频道中打字回复道：“我这里倒是有一个多余的打火机，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就交易吧。”说完，苏然点开王强的头像，发送了一个交易申请。打火机交易空，备注无。申请发送过去没多久，苏然就收到回复：神话 BX100 交易空，备注虽然不知道打火机具体价值多少，但我现在背包里能拿出的东西就这个了，肯定不能白占你便宜。这点东西你就收下吧。看见王强发出的交易申请后，苏然承认之前有点小看他了，难怪前世能挤进战力100榜，做人方面就没得说。欣然收下这100神话币后，王强那边才同意了苏然发过去的交易申请。王强，麻烦大家了，我已经交易到了打火机，先去试试烤肉，溜了。第49章兽潮倒计时。季伯达，啥？王强大佬竟然已经交易到了打火机？难道说这神话世界中还能爆出蓝星上的东西吗？这多少有点离谱了吧？黄万啊，神话世界中竟然还有打火机，那岂不是说在蓝星上的很多东西其实神话世界中也同样存在，只是我们还没发现而已。练习2年半，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之前击杀怪物后爆出来的东西，我竟然看见了牙刷，不过没有牙膏配套，也就没在意，一直放在背包里吃灰。赵刚，你们这么说我可就有发言权了，之前击杀赤羽鸡时我就爆出了食物和水，拿出来一看，这包装很像我们蓝星的某品牌饮用水，面包也是那种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面包，不过这些包装上的文字都被消除了，就连生产日期也没有。练习2年半，所以说来说去，到底哪个队伍中有火系天赋，来帮我生个火，我请你吃狼肉，吃到撑的那种。李娇，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苏然大佬到底在哪呀？明天我们就靠苏然大佬和王强大佬击退兽潮了，缺一不可啊。季伯达，对啊，话说苏然大佬到底在哪啊？新手村里我看了好几遍也没见大佬的身影啊。黄万，我猜大佬一定是怕被你们看见，到时候得被烦死，用了特殊的手段隐藏起来，所以你就算把新手村绝地3尺大佬不想让你看见，你怎么都见不着。赵刚，认可，毕竟现在这么多人等着抱大佬的大腿，要是突然出现在新手村里，那估计得被烦死。反正大佬不是说明天共同面对兽潮吗？到时候肯定就能看见大佬了。练习2年半，也是，大佬的实力我们肯定不担心，那兽潮来多少凶兽大佬就杀多少，我们跟在后面喊666就行了。所以到底有没有谁来帮我生个火？季伯达，我来，那狼肉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上次苏然大佬标的战利品吧？真是便宜，你小子，正好我也想尝尝这狼肉到底是什么味的。8671000，苏然看了一眼剩余人数，今天的情况还要好一些，换做上一世，现在恐怕就剩下了700多人。大家聊天的话题中也一直对这个死亡人数默默闭嘴，没有多提。好不容易看着接下来的日子有点希望，没有人会去想制造恐慌。神话世界的危险，大部分人应该都已经了解过了。这2天下来，越来越多的队伍走出新手村开始狩猎，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世界中快速生存下来。
不仅是有受潮这个危险的存在，还有30天后等级没有提升到10级的抹杀危机。苏然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就没有生火烤肉，反正背包中的时间流速相当于是静止的，放进去时是什么样，拿出来就是什么样子，根本不用担心腐烂等问题。之前开宝箱时也开出许多食物，苏然随便拿出来一些吃了起来。临休息之前，顺便打开了交易行，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吃的大家现在倒是不缺，每个队伍中基本都有几具凶兽尸体，只需要借个火，然后做烤肉就行了。可躲在新手村里不愿出去的人，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其他人吃得满嘴流油，他们只能捂着咕咕叫的肚子，期待地看着那些正在烤肉的队伍。但其他人也不是傻，自己拼死拼活捕猎到的食物，怎么可能去分给别人？自己小队里其他人都不够吃，还要当圣母分点给别人？得了吧，不是你的东西，你一点也不心疼，除非真有脑残，不然也不会傻到分食物给其他人。打开交易行扫视一眼，沉默片刻后，肃然关掉了交易行。这才过去2天，哪怕有好东西，大家估计也是藏着掖着，放在交易行之中的全是谁也不需要的垃圾。在关掉交易行后，肃然闭上眼休息起来。一夜无话。次日，太阳升起，新手村里陆陆续续有人睡醒，醒来之后发出的动静带动更多人慢慢醒来。肃然也被窸窸窣窣的动静吵醒，他这一夜都是浅睡眠，只要身边有什么动静就能立马醒过来。更别说现在还有个 F 级天赋听觉增强，这东西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比如现在一点细小的动静就能把苏然惊醒，醒来之后也就睡不着了。苏然看了一眼受潮倒计时，现在距离受潮还有5个小时，一部分小队醒来之后直接一头扎进森林之中，想要趁着最后一点时间看能不能击杀几头凶兽升级。只要升到2级，那在受潮中活下来的几率就要高很多。谁也不知道这受潮到底是以何种形式到来，但里面提到的 BOSS 肯定不是那么好容易对付的。1级的他们组队4-5个人打一头1级凶兽都有些吃力，更别说这里面提到的 BOSS， 光是听起来就是难缠的凶兽。所以在受潮之前，他们要尽快升到2级，这样才能更好的应对受潮。王强他们小队更是早早的就出发了，王强仅差一步之遥就升到3级，队伍中其他人也是差一点就升到2级，在受潮来临之前绝对能升级后返回新手村。当然这其中也有部分人谨慎一些，知道受潮即将来临后开始构造防御工事。说是防御工事，其实说白了就是找了一堆石头垒起了几道墙，能够短暂的拖延凶兽进攻速度，只是这样就已经够了。苏然没有选择离开新手村去猎杀凶兽，他现在的等级就已经4级经验值也过半了，这一波受潮至少也能让自己升2级，运气好一点说不定能直接连升3级。这里的2级3级也包括了完成受潮任务之后奖励的等级+1，保底也能提升2级，所以就没必要出去寻找凶兽了。苏然坐在原地闭目养神，身边的所有动静都视而不见，静静等候受潮倒计时。倒计时最后1小时，苏然睁开眼解除了隐匿技能，在周围找了一些木头，用火焰操控着点火开始烤肉。这也怪昨晚聊天频道中那几个家伙吹嘘这肉有多好多好吃，一直到现在苏然都还惦记着烤肉。第50章，稳了，一切都稳了。他们吃的是狼肉兔肉，但自己空间中还有熊肉老虎肉，这一头就抵得上他们好几头，况且这几种肉以前还真没怎么吃过。找了一根适合做签子的树木，把肉串上去后，苏然就开始烤了起来。这一大早留在新手村里的人都是不敢出去冒险的，苏然烤肉的香味很快就传到了他们鼻子里，饿了一晚上再闻见这香味，不知不觉间就顺着味道来到苏然面前。看见苏然的面孔，众人也是一惊，这不是聊天频道中大家一直说的苏然大佬吗？他果然就在新手村之中，之前不露面只是不想被麻烦而已。看着一整头熊的尸体，大家都惊讶不已。从简略的信息中，他们能看见这具熊尸体的名字叫爆裂熊，战力高达700多。而就是这么一头战力高达700多的凶兽，苏然大佬竟然把他给杀了，现在更是直接做烤肉吃，这也太奢侈了吧。众人哪怕是在蓝星之中也没见过熊，更别说吃熊肉。熊肉在火焰的炙烤下散发出一股独特的香味，令四周围观的人口水都快滴落，但也只能在不远处看着，谁也不敢向前讨要，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苏然，希望他能施舍一些给他们。对于这些人的目光，苏然直接选择了无视，他脑子没问题的话就不会选择分一些给这些人。今天给了，明天要不要给？明天给了，后天要不要给？今天给了，明天不给，那这些人是不是吃饱了转头就骂自己？毕竟都已经给过他们食物了，为什么不继续给了？对此苏然只想骂一句，我又不是你们的爹，看着我有什么用？真想吃就自己去杀啊，这么多小怪在外面等着，只需要几个人合力就能轻松击杀。而且像这些人之中最容易诞生白眼狼，自己给了食物说不定还会嫌弃给的少，反而憎恨自己，那自己非得去当那个大圣人干嘛？他们的死活与自己何干？自己的目标绝不是止于新手村之中，只有进入主城后自己才能大展身手，这期间遇到的人数不尽数，苏然总不可能遇见一个就帮一个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苏然能给他们提供一时的帮助，但不可能这辈子一直帮助，只有自己强大了，一切事情都不叫事。有着眼巴巴看着自己这点时间，他们凑成一个小队走进森林中猎杀，也总比等着自己施舍强。见苏然没有任何想要分一些食物给他们的意思，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毕竟能击杀这头暴猎熊，那就说明苏然肯定比这暴猎熊还要更强一些。他们这些人战力最高的也不过才80-90，对上苏然这个疑似700多的战力，几乎没有任何胜算。但凡脑子没问题的人，也不会想着去威逼苏然分给自己一点食物。就这样，一群人看着苏然大口大口吃着肉，吃急了还拿出一瓶水咕咚咕咚大口喝着。吃的差不多后，苏然一挥手，直接把剩下的东西收入背包中，吃饱喝足，准备干活。受潮倒计时1小时，剩下最后1小时，陆陆续续已经有小队返回新手村中。排行榜上，苏然看见王强已经把等级提升到3级。10086新手村等级排行榜，第1名苏然4级，第2名王强3级，第3名李森2级，第4名江启2级，第5名。除了苏然和王强遥遥领先众人以外，排行榜上已经多出了许多2级的人。2天半的时间过去，只要运气不是太差的小队，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他们升1级。像是王强这种有大佬带队的小队，更是全员升到了2级。这升级速度对比上一世的10086新手村来说已经好很多了。也就是因为苏然提前开启受潮这个任务，逼着更多人离开新手村开始厮杀，不然现在待在新手村里混吃等死的人还得翻上好几倍。这倒是一个好的信号，只有让更多人投身于打怪升级中，才能在之后为自己提供一些稀有资源。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神话世界这么大，机缘无数，仅凭自己一个人还无法做到包场。所以这就不得不提到人多的好处，许多逆天的机缘就是靠着人多才发现的。就比如那个秘境，如果不是上一世有人发现，自己也不会捡漏了。随着回到新手村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有眼尖的人发现苏然的身影，不过谁也没上前打扰。自从昨晚聊天频道中有人说苏然大佬不出现就是怕被人打扰之后，大家就一致决定，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就别去打扰大佬。如果到时候大佬一个不开心，这让他们去找谁说理去？受潮就靠着苏然大佬和王强大佬看能不能撑过去呢。虽然没去现实中打扰，但这不妨碍大家在聊天频道中讨论。季伯达看见苏然大佬来了，我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有大佬在这一个小小的受潮，还用担心？黄万，谢天谢地，幸好我们新手村有苏然大佬和王强大佬，不敢想象如果是其他新手村没有大佬，会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光是新手村外的凶兽就能让他们头疼半天吧。练习2年半，该说不说，苏然大佬是真强。我们还在累死累活和赤羽鸡灰原兔战斗时，人家就已经个人通关秘境了。现在我们等级刚升到2级，人家早就4级了，说不定距离5级就差一步之遥了。赵刚，我们小队回来的早，你猜我们看见了啥？季伯达，看见啥了？赵刚，我亲眼看见苏然大佬拿出一整头熊的尸体，就这么直接烤了起来，那香味，回味无穷啊！可惜品尝不了这等美味了。不仅如此，我就这么随意看了一眼，竟然发现那头熊的战力高达700多，还是5级凶兽。想不到这种凶兽竟然也被苏然大佬击杀了。季伯达，啥？5级凶兽700多战力被苏然大佬杀了？练习2年半，离谱！黄万，那照你这么说，这次受潮我们岂不是根本不用担心了？700多战力的熊苏然大佬都能击杀，就更别说受潮了。季伯达，稳了，一切都稳了。第51章警告，受潮即将来临。王强回到新手村之后，就一直关注着聊天频道。苏然击杀了一头700多战力暴猎熊的消息，很快也被他看见了。看见这消息时，他先是一惊，不过很快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从苏然救下自己和获得全球通告之后，他就知道苏然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如果自己这个 A 级天赋是因为运气好的话，那苏然纯就是一个挂逼。虽然王强不想这么形容苏然，但以苏然现在的成长速度和举动来看，无论怎样都十分符合挂逼。不然他怎么也想不到，大家明明都是同时降临神话世界，凭什么我们打2级3级凶兽都还在十分小心翼翼时，你就已经开始猎杀5级700多战力的凶兽了？这完全不合理啊！哪怕是远超自己的 SSS 级天赋，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吧？要知道，现在距离大家来到神话世界也不过才2天多，接近3天而已。神话世界意志给大家的任务就是在30天内把等级提升到10级，而苏然这才过去了2天半就已经4级，甚至快5级了，这合理吗？这不合理。但很快王强也就释然了，苏然这么强，对自己对整个新手村都有好处。就比如现在受潮即将来袭，换作是自己肯定没把握度过受潮，毕竟自己连受潮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鬼知道到时候会以一种什么形式出现。但现在有了苏然在，王强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一个4级就有媲美700多战力的人，还用担心这兽潮吗？这兽潮之中最难击杀的 BOSS 也不过如此吧。毕竟再怎么说，这兽潮即使再危险，那他们肯定能应付过来。不然神话世界给他们颁发这个任务，就是纯让他们去送死。如果只是想要让他们死的话，神话世界意志有10000种方法搞死他们，但他绝不可能选择这么一种方法。所以这次兽潮有了苏然单底，这场兽潮对于他们来说完全就是狂欢盛宴，说不定能直接借此升级。兽潮，这名字一听就知道，到时候有许多凶兽会来攻击新手村，不用亲自去找，主动送上门。这种好事也不知道能不能多来几次。兽潮来临倒计时半小时，在最后的半小时，只要是愿意回到新手村进行抵御兽潮的人都已经到位，有好几个小队围在一起讨论接下来的战斗技术。虽然有苏然大佬在，但他再怎么也只是一个人，不能分心出来帮他们解决敌人，所以兽潮还是带有一定的危险。但如果多找几个小队互相联合，谁先杀掉凶兽就去支援，这样效率就能直接拉满，既能多拿一些经验，还能保住小命，两全其美的事情大家都十分愿意。王强也算是10086新手村的领头羊，苏然不愿意多管，但他还想着让这群人多抵挡一下兽潮，主动出面清点了一下人数后，心里有点数。总共800多人，但现场只有700多人不到，剩下的这100多人不用猜就知道，估计是不愿回到新手村抵御兽潮了，毕竟这里面充满了太多未知性。半小时时间，这期间估计还会有几个小队返回，但都无关大雅，这点人够了。只要苏然到时候能牵扯住最大的 BOSS， 自己就能在其他凶兽中游刃有余，获取到最大利益。此时在场的大部分人心中差不多也是这个想法，全场最大的 BOSS 肯定轮不到他们去对付，在一旁为大佬们减轻一点压力就行了，更高级别的战斗还轮不到他们参与。苏然大概也能猜到他们心中所想，不过这倒也是事实。如果真是 BOSS 级别的怪物，那整个新手村之中，除了自己能对付 BOSS 级怪物以外，其他的唯一人选就是王强了。拥有 A 级天赋，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强实力，只需要许多人拖延住 BOSS， 慢慢熬他的体力伤势，到关键时刻，王强再开启天赋，说不定还有机会击杀。毕竟上一世他们就是这么击退兽潮的。不过由于没有苏然的出现，王强就是当时10086新手村最强的存在，最后以死伤数百人的代价，一直拖到 BOSS 没了体力，王强开启天赋击杀了 BOSS。那一战死伤无数，同时活下来的人收获也不少，大部分人经过这一场战斗，等级经验条都增加了很长一截，其中击杀凶兽爆出来的东西也十分不错。除此之外，大头的还在后面，也就是击退兽潮后的奖励。贡献商城临时打开，大家可以根据在战斗中获得的贡献值，在贡献商城中随意兑换装备、武器、特殊道具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东西。苏然这次的目标就是贡献商城中的一把武器，一把史诗级武器。上一世整个新手村最高贡献值的王强也达不到兑换那把武器的要求，所有人只能眼馋的看着武器的各种介绍，却只能默默看着。当然，除了史诗级武器外，还有其他很多稀有宝贵的东西，只要是在兽潮中出力不少的人都兑换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总体来说，这一次兽潮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件好事，但对那些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人也不知道算好算坏了。警告，请10086新手村所有人准备就绪，兽潮即将来临，兽潮即将来临。警告！警告！鲜艳的红色字体出现在每一个人面前，有意无意中似乎都在提醒他们，这一场战斗注定不平凡，大规模的战斗厮杀必将少不了有人牺牲。此时所有人的神经紧绷，原本还坐在地上休息的人都站起身，警惕地看向新手广场四周，他们身前有好几座围墙，真要打起来还能拖延一下，或者利用地形优势。苏然见此也关掉了聊天频道，结束闭目养神，站起身，犀利的目光扫视四周，眸中似有冰冷的杀气。所见之处，有些人莫名其妙感觉自己四周冷了几度。到时候 BOSS 交给你，你能行吗？见苏然结束休息，王强来到身边，目视远方询问道。问这句话时，他心中也有些紧张。如果连苏然对此都没信心的话，那他们这些人也不用打了，赶紧跑路才是上策。第52章，风狼王。闻言，苏然没有丝毫犹豫，点头。放心，到时候那个 BOSS 就交给我，你帮我看好其他人，别让他们靠近就行了。谁要是想抢怪，可别怪我心狠。听见苏然这么说，王强心中才稍稍松口气。好，其他人我帮你看住，你只要别让那个 BOSS 进入战场就行，剩下的一些小怪这么多人应该能应付得过来。你那边要是实在不行，记得叫我，好歹我也是个 A 级天赋，关键时刻能帮你一下。好，苏然没有客气，直接应了下来。之后两人都没有继续说话，只是目光凝视远方，等着这场兽潮来临。所有人紧张地注视着四周，这次的保卫战，就连那群想要混吃等死的人都拿出新手武器，担心地看向周围。这也是实在没办法，如果其他人没能抵御住兽潮，他们也是一个死，反正横竖都是死，还不如直接拼一把，
赢了会场嫩模，输了大不了就是一死。但人一多，总会有那么几个奇葩早就被凶兽吓破了胆，在看见眼前的血红色字体后，更是吓得早早钻进了给自己造的狗洞。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来了！苏然轻飘飘的一句话，让周围听见的人仔细地看向前方。王强同样如此，随着苏然的视线看去，但不远处还是风平浪静，并没有什么大动静。不过王强倒没有怀疑，苏然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在场的所有人，他只要说来了，那就是必然来了。现在没动静，只是因为他们察觉不到而已。果然，在苏然话落数十秒，巨大的动静突然从前方传来，轰隆轰隆，那一片森林摇摆不定，树林持续传出刷刷声，好似这次来的凶兽并不少，甚至有些体型稍重的凶兽跑起来更是动静大的不行。在所有人的注视中，黄豹野猪率先冲出森林，来到了森林距离新手村100米缓冲处。2级凶兽，王强看见这头狂暴野猪心里一惊，这怎么一上来就是2级凶兽？要是再出现一些3级甚至4级，这兽潮还打不打了？干脆直接投降算了。有着武器的加持下，王强勉强能和自己2级的凶兽打成平手。现在要是再遇见之前的哥布林，那王强根本就不会怕他们。如果是整个小队一起配合下，那3级凶兽也很难逃出自己的手掌心，但这也是在没有其他凶兽的参与下才有可能。毕竟3级凶兽的战力都已经来到500左右了，只有队友之间的配合才能弥补战力的差距。看见最先冲出来的凶兽，所有人心都是一沉，这一出场就是2级凶兽，那后面的那些又会是什么等级的？好在紧随其后出现的许多1级凶兽打消了他们的疑虑，看样子这狂暴野猪只是跑得最快，1级之中掺杂着几头2级凶兽，其中似乎还有一头3级凶兽。王强的视线放在了一头豹子身上，深黄色的颜色让他在兽潮大军中十分显眼，许多人一眼就看见了他。闪电豹，普通怪物，等级3，战力501。介绍：闪电豹受未知力量影响，进攻10086新手村。如果与他交战，请一定小心他极快的速度，如果不能做出完美的应对，那你将毫无胜算。他的速度十分快，但缺点就是力量和防御都较弱，可以从这2个方面入手，寻找对应方案。天赋无，技能无，弱点眼睛、腰部，威胁程度普通。这是苏然看见的闪电豹信息，而相对于其他人看见的信息就没有这么详细，只有姓名、等级、战力，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了。看了一眼这闪电豹，没有天赋和技能，这种程度应该是王强能对付的。如果连同等级的凶兽都对付不了，那苏然就真是高看他了。如果没记错，之前这家伙就已经有武器了，小队配合下很容易就能击杀闪电豹。虽然闪电豹的速度很快，但弱点也十分致命，防御力弱，只要攻击到弱点，那闪电豹就会失去引以为傲的速度，从而成为待宰的羔羊。大量的凶兽从森林中跑出，朝众人厮杀而来，但新手村中还没一个人动。兽潮中早就提到了，这次的最终目的是击退兽潮和击杀最终 BOSS， 现在 BOSS 都还没出场，众人自然不急着出手。但其中也有人担忧的看着冲过来的凶兽，缓冲距离不过数百米，按照这速度下去，没几十秒凶兽就能冲到近点，现在不出手更待何时？嗷呜！一声穿透耳膜的狼嚎声突然传出，众人仔细看过去，一头不急不慢的疯狼正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朝他们走来，而数据上显示的战力值更是让他们一惊，什么鬼？3级就有800多战力。疯狼王 BOSS 级怪物，等级3，战力889。介绍：疯狼王是疯狼一族中最强的存在，他是整个狼族的王，虽然等级被限制，但狼王血脉还是让他拥有了极高的战力，无论是各个属性都十分均衡，几乎没有什么缺点。如果和他战斗，请务必小心他那与生俱来的超强恢复能力，除非体力耗尽，否则很难将其击杀。天赋无，技能狼王威压 LV1， 统领 LV1， 极速 LV1， 弱点眼睛、腰部，威胁程度非常危险。这就是兽潮的 BOSS 级怪物。苏然好奇地打量着这头与众不同的疯狼，从体型大小来看就知道这头疯狼不同，名字上也解释了为何不同。疯狼王，风浪一族的王，只是3级却拥有800多接近900的战力，只能说不愧是 BOSS 级怪物。不怪苏然这么仔细地观察疯狼的不同，因为上一世过了好几天之后才有人触发兽潮这个任务，那时大家的平均等级都已经提升上来，如果还是这头疯狼王的话，估计会直接硬生生被磨死。上一世的兽潮似乎是一头5级 BOSS， 而这一世因为苏然的原因提前开启，现在变成了3级 BOSS 疯狼王，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苏然对此不清楚，但只要不是那头5级 BOSS 就行，不然那1000多的战力值就是换10个自己来也打不过。他这些天这么努力提升实力，也正是因为如此，不然1000多战力的 BOSS 怪物，整个新手村所有人岂不是都得死？好在自己的猜测没错，因为自己改变了原有剧情，让兽潮提前，
而对应兽潮出现的凶兽 BOSS 也弱了一些。不过这头3级的风狼王也不是这么好对付的。看着鉴定树给出的非常危险评价，这估计又是一场硬战了。虽说看起来战力相差不多，但 BOSS 就是 BOSS、BOG 一般的存在，自己可不敢疏忽大意。上吧，那头风狼王交给我，剩下的你们自己挑，2级的打2级，3级的打3级，还没升级的就小队一起去围猎1级凶兽，杀！说罢，肃然一个箭步直接冲了出去，柳叶剑在手，剑锋直指风狼王。